村里不少人都吐了，有2个人还有些心虚，他们曾经对陈小妮：快去报官，看住这个恶妇！再来人，去里面看看他们家老2在不在，还有他们家老3呢，怎么初6就不在家？赶紧去找！先前让踹门的老头是腿脚发软，几乎站不住。还有你们，拿锄头和镰刀在门口守着，别让那恶妇出来伤人，快报官！爷，有人去了已经。造孽呀！造孽呀！这李家是怎么了？哎呀，赶紧通知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小心着点儿。那不是小姑家的那家吗？大哥，你去一趟爷那边，圆圆，你去喊一趟报明哥，让他去李家村那边打听详细的事儿。乔梅和幺妹一听说杀人了，也有些害怕。这又听说他们小姑可能被人杀了，更害怕了。爷奶他们都不在家，乔斌、乔虎看家呢，其他人都去李家村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乔乔，我得去一趟。大哥，你赶车去吧，另外再拿些碎银子，要是有需要的时候就用。陈乔良点了点头，来不及再说什么就出门了。谢念想着陈乔乔定然也是害怕的，所以在养鸡场里晃悠2圈，就来到了陈乔乔家里。念念如何了？可知道怎么回事？那个陈小妮儿好像杀人了。杀谁了？杀了几个？二哥还没回来，但是听大家说，好像李庆年二哥一家陪着他媳妇回娘家了，躲过一劫。李长海夫妇还有他大儿子一家都没了。陈乔乔脑袋嗡嗡的，觉得有些头皮发麻。李家村里，李老太和陈老汉被村里人围了起来。杀人犯！你们陈家村都是杀人犯！陈小妮那个贱人竟然杀了他的公婆和哥嫂一家，天打五雷轰啊！你们是陈小妮儿的爹娘，你们也不是好东西，滚回你们陈家村去！你们都别胡说啊！俺闺女呢？俺闺女在哪儿？王鸭蛋也吓得不轻，他也没想过几个人才一进村就被凶狠的李家村给围住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李家村别欺人太甚！我小妹到底在哪里？俺闺女怎么可能杀人呢？明明之前陈佳妮回家的时候还挺好的。陈老汉捂着胸口，只觉得喘不过气来。都让开，都干什么呢？你们是不是想闹出人命被抓起来？哎呀，乔良啊，爷的大孙子，你可算来了。你小姑，哎呀，你小姑不知道哪里去了，你快帮爷去问问。乔良，谢二兄弟，这些人不讲理，我们还没进去就被他们给围住了。你们李家村主事的呢？你们也别吵，我们又不是杀人犯，凭啥围着我们呢？谢安国一把推开了一个想上前打人的村民，可算把众人给镇住了。你们陈家村人是流氓吗？就是那个陈小妮杀的，那菜刀上都是血，一家人直挺挺的躺在他旁边，他还在笑呢，别提多瘆人了。僵持了半晌，李老太总算是缓了过来。哎呦，俺的小妮呢？俺就不该把你嫁过来呀！还是谢安国又制服了2个村民，才打听到陈小妮儿被几个差役带走了。李长海家的院子被封了，活人死人都被带走了。县衙里，严童头疼欲裂，这才初6呀，他们县就出了件惊天命案，儿媳杀了公爹一家，这要是传出去，他这官还怎么做呀？爹呀，娘啊，你们怎么会去得这么惨？爹娘，哪个天杀的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也不怕下18层地狱？李老二媳妇看着大哥家的2个孩子，心里也疼得直抽抽。知县老爷，这到底是谁干的呀？这就要问你那3弟妹了。到底是什么仇，竟然把一家都杀了？杀是那个小贱人。一想到陈小妮儿，李老二的媳妇儿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是不是知道那些事了？要是知道是他，那肯定不会放过他的。齐天大老爷，为我们李家做主啊！这种恶妇一定不能放过他。到了晌午，李庆年从冀州府赶了回来，跌跌撞撞地看了一家人的尸体，双眼通红。大人，我要见那个贱人，我要见他。陈小妮蹲在那里，嘴角挂着瘆人的笑意。贱人，你都干了些什么？庆年哥哥，我没做，我什么都没做。一双有些呆滞的眼睛盯着李庆年，让李庆年忍不住后退。你为何杀了我爹娘大哥一家？他们该杀就杀了呀，怎么不能杀吗？我就杀了几个人而已，怎么了，庆年哥哥？他们不也杀了我们的孩子吗？
他们能杀我，怎么就不能了？李庆年有些心虚的别过头去。年前陈小妮的肚子一点点隆起，所有人才注意到陈小妮可能是怀孕了。一开始李长海两夫妇心里还满是欢喜呢，可不知老二媳妇和他们说了什么，李长海竟然摔了不少东西，让李老二媳妇跪了一晚上。那时候陈小妮的肚子已经有5个多月了，可是李庆年已经将近6、7个月没碰她了。咣的一声，把它喝了。娘，这是什么药啊？你个贱人，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快了结了这冤孽吧。娘，我不喝。老大媳妇儿，老二媳妇儿，过来按住他。那药极苦也极涩，药洒了陈小妮一身。陈小妮在屋子里撕心裂肺的哭了1个晚上，却并没有一个李家人搭理她。你个毒妇，那可是我爹娘！李庆年就着陈小妮的手，想去扇陈小妮的嘴巴。你也说了是你爹娘，又不是我爹娘。我都想过了，庆年哥哥，那件事你定然也是知情的呀，自己让自己当活王八。你们李家人真是好啊。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李庆年，我只是爱你，我又不是傻子。你看现在多好，家里的家产都是你的了，等我死了，你肯定能记我一辈子的，对不对？每年给你爹上坟，你就能想起我来，还有我那苦命的孩子。李庆年跌跌撞撞的出了大牢，李老二两口子已经回了李家村，着手处理后事了。陈老汉自那日从李家村回来，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李老太虽还强撑着，却也是强弩之末。陈老二和陈乔良用了钱，在大牢里见到了陈小妮儿。陈小妮儿只是蹲在那里嘿嘿的笑，一个字都不肯说。小妮，爹恐怕是要不成了，娘也病倒了，到底是为什么？你告诉二哥呀！可无论陈老二说什么，陈小妮都是一言不发。大哥，你别太难受了，个人有个人的缘法。二妹，不管县令大人怎么问，用刑他都一个字不说，也恐怕是不行了，已经吃不下东西了。老村一说也已经不成了，可还是迟迟不肯闭眼，一定是在等什么？等什么呢？陈老三那个逆子，还是陈小妮到底为什么杀人？明日我去一趟吧。他也不想他们老陈家就这么莫名其妙背上一桩杀人案。县太爷严童最近头发都愁得发白了，他简直太倒霉了。这通川肯定是克他，这一年就没有一件好事情。才刚过完年，这么一桩遭天谴的命案就砸得他喘不过气来。还是不肯说。该用的刑都用了，再打下去啊，怕是要咽气了。精神废物！严童气得摔了手里的茶杯。第二日，陈乔家没费多少功夫就进了牢房里。您二位有话就问吧，这人呐，肯定是活不成了。说完这些，那牢头就退了出去。陈小妮趴在干草堆上，不知道是没有听到有人来，还是昏了过去，一点反应都没有。陈小妮，爷不成了，奶也起不来了，每日都得喝药，他们疼你一场，你就让他们还有陈家村的人一直担着有个杀人犯闺女的名声吗？我知道你听得到这件事的真相，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里面的人仍旧一动不动。如果他们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怎么就不能说出来？陈小妮只是个村妇，飞扬跋扈了一些，可真让她拿个菜刀去杀人，她也是怕的。爷奶在这个家里对你是最好的，他们现在为了你可能也活不成了，临死之前你还不让他们得个真相。他们就是恶魔，是恶魔。他们到底干了什么？陈乔乔，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不是好东西了？陈小妮，你杀了你青年哥哥的爹娘兄嫂，他不得恨死了你？恨多好，恨才记得久呢。你从来都是自私的，你呢，在家里横成那个样子，到了李家村成狗熊了，你怎么不把他爹娘拖去喂狼？喂狼自然是好的，杀完了人没力气了，看着他们那恶心的脸，不想碰他们。到底为什么杀他们？为什么告诉你，让你当笑话？你不应该被笑话。陈小妮，你也就是个窝里横。我受了那么多的刑罚都挺过来了，如果是你早就交代了。到底为什么不能说？因为说不出口啊，因为觉得恶心，一想到那些事就想吐。说了你就是受害者，你爹娘就是可怜人。你不说，你爹娘养出了一个杀人犯，陈家几辈子都得让人骂得抬不起头来。陈小妮，你活不了几天了，临死了你别不当人当畜生。你不会说句好话哄哄我，也许我就说了呢。爱说不说，我这次之所以来，也是看我大哥不忍心他为了爷奶难受，不然你以为我乐意听你这点破事？破事可不就是破事吗？李家一家子都是畜生，当初我报信给他们，让他们去偷药草，他们被发现了反而怪我。
陈小妮激动地咳了几口血，陈乔乔面上佯装轻松，心里也有些发寒。陈小妮这是被打成了多重的内伤，到底什么事儿不能说出来？竟然设计让村里的人轮奸我，好笑吗？好笑不好笑啊？陈乔乔瞪大了眼睛，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些畜生不止一次，你知道有多恶心吗？暗处的师爷遍体生寒地记录着陈小妮的话，严童和谢念也都惊讶地说不出话了。你为何不早说出来？说出来，然后被进猪笼吗？还是被大家天天笑话？说出来，庆年哥哥会嫌弃的。什么时候的事？是你大放光彩的时候啊！是你找到了药草，带着大家伙日日赶蝗虫被夸赞的时候啊！为何这么久才动手？因为我这个做娘的太粗心，5个多月了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呀！你竟然，孩子是……陈乔乔有些恶心，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一碗的药硬是灌下去，那药的苦味现在还在我嘴里呢。他们杀了我的孩子，我杀了他们，互不相欠。那些畜生呢？谁知道呢？天那么黑，谁看得清呢？是谁又怎么样呢？我恨我自己没本事，不能屠了李家村那些人。李青年知道吗？不知道。庆年哥哥怎么会知道呢？他要是知道，肯定会护着我的。你觉得他喜欢你吗？他肯定喜欢我的，肯定喜欢，不然为什么娶我？陈小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陈乔乔把带来的饭菜一样样的摆出来，有鸡有肉，还有白米饭。别告诉我爹娘那些恶心的事，就说我被他们打得受不住了才杀的人。我尽力不是为了你。饭菜散发出的阵阵香气，可陈小妮却不为所动，一滴眼泪从她的眼里渗出。出了牢房，外面的空气变得清新了些许。都记下来了吗？念念，虽然你们的卖身契在我手里，可我拿你做姐妹的。等风平浪静之后，让乔乔，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了。如果能真的跟着你一生顺遂，已经别无他求了。陈乔乔也不说什么了。回了陈家村，陈乔乔心情复杂的把陈小妮的事儿告诉了陈老二还有陈乔良。这群畜生！这件事不要和爷奶说，就说是他们欺负小姑，小姑失手杀了人。陈老二垂头丧气的走了，家里还有2个病重的老人。陈乔良在陈老二走了之后，抱着头坐在那里，忍不住低气。二妹，我不该为他哭的，我不该同情他的，可是3日后，有差役来了陈家村，陈小妮儿死在了大牢里。特来通知，陈老二和陈乔良还有村里的几个汉子去李家村了，他们把陈小妮的尸体抢走了。是呀，这帮李家村的人赶紧春生，你带几个人过去，别让老二吃亏了。一边说着，赶忙往外走。这老陈家也太不顺了，陈老三那个王八蛋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亲爹怕是都看不到最后一眼了。老陈家院子里站满了人，王秀云带着乔栋和乔蕊也都回来了，2个人正在陈老汉的屋子里。陈老汉的眼珠子缓慢地转动，好似在找什么人。爹，老二一会儿就会回来了。爷，俺们都在呢。陈乔良握着陈老汉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念念，上安国哥去一趟，一定要把尸体抢回来，伤人也不要紧。陈乔乔看着出气多进气少的老人，双眼通红地握住了谢念的手。好，你放心。你们这群王八蛋，你们不怕挨雷劈吗？你们李家村的人不怕遭报应吗？陈老二被一群李家村的人按在了地上，却还是吼着叫着骂他们。陈小妮的尸体被摆成了跪着的姿势，放到了李长海夫妇的坟前。报应也是你们老陈家，我爹娘做错了什么？我大哥家的孩子才几岁，做错了什么？李佳慧低着头，死死地盯着陈小妮的尸体。由于日日用刑，陈小妮的衣服早已是破烂不堪，浑是血污，双手像鸡爪子一样扭曲变形。不是，别来找俺！人群里有几个汉子也心虚的不敢看陈小妮的尸体。这是怎么啦，老二媳妇？你咋了？这是？别碰俺，不是故意的，俺错了。哎呦，你失心疯了吧？俺好心看你，怎么了？李老二不耐烦的给了李佳慧一脚。死娘们，俺爹娘都死了，再笑老子要了你的命！李佳慧被这一脚踹出去老远。他活该，就该找人收拾他，让他千人骑万人骑。你们说他的滋味好不好？好不好？李佳慧疯了一样去人群里撕扯一个汉子。别乱说，俺没有。怎么没有？你不是说谢谢俺吗？你，还有你，
是你们对他做了那事，他才死的。他有了孩子，不知道是谁的，俺爹脸都气青了。李家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丑闻，真是好笑。周围的人都被李佳慧说出口的话给震得说不出话来。你这个贱人，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快拉开他！李老二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最近一直在外面做工，向来不关心家里的事情。二叔，你们没事吧？你们都放开！陈乔良看到跪在那里的陈小妮的尸体，气得不行，一把推开拦着的人，脱了外衣盖到了陈小妮的身上。二叔，先回，爷不成了，先带小姑回去吧。再不回去，恐怕见不到爷最后一面了。这就回，带俺妹子回去。众人把陈小妮的尸体放到牛车上，再不管身后的李家人，急急忙忙往回赶。陈小妮，你别过来，不是俺，孩子，你们看，那有个孩子，这孩子怎么在哭呀？这怕是疯了。老二，快把你媳妇弄回去。没有搭理众人，也没去管疯了的李佳慧。李老二木然地转头走了。自从上次在大牢里见了陈小妮一面的李庆年，已经好几日没露面了。这个家算是散了。陈家村里，众人着急忙慌地把陈小妮的尸身带了回来。爹，俺把小妹带回来了。李老太躺在另一边，人事不知。好。陈老汉艰难地转动着头，想看看屋子里的众人，可却怎么都转不过去。放心吧，小妮会安葬好的，她始终是咱们陈家村的人，老三也会找到的。您老操心一辈子，俺们都晓得。陈老汉又看向陈乔良，眼里满含愧疚。老大，俺的儿啊，你来了。陈老汉看向门口的方向，眼里的光重新燃了起来。众人轻声低泣，不敢发出声音来。陈老汉终于闭上了眼睛，一片哀嚎声响起。陈老二的头磕出道道血痕，却依然不能自已。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的陈家村人，无有不落泪的。陈老汉就像一头老黄牛，日日耕耘。对陈乔良兄妹几个也是尽力去弥补。乔梅和央妹都抱着陈乔乔哭得伤心。陈乔生默默吩咐着村里人帮忙去买麻衣和孝带。陈乔乔抱着两个小的，也哭红了眼睛。他从来不曾怪过陈老汉。大家伙都别哭了，帮着忙活，让大叔走得安心些。还有小妮儿，一会儿大家伙商量，看葬在哪里。陈小妮儿已经嫁人，按理来说不归陈家村人管了。可如今这样，李家村指不定要怎么侮辱陈小妮的尸体，实在是……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陈安呐，虽说这事着实让人……可没有这样的先例呀。这要是坏了村里的风水，该如何是好啊？可不是啊，他之前还偷村里的药草呢。陈大叔是好的，可他陈小妮儿确实不是个东西。哎呀，别说了，人死为大，你说这些做什么？陈正安也犯难，这人肯定是不能葬到陈家村的坟地，可那又能葬在哪里去呢？寨主，求求你们了，在俺爹的坟地附近给俺妹一块地方吧，不离碑也不求别的，只求俺妹子不成了那孤魂野鬼呀。王鸭蛋和两个孩子也跟着跪了下来。老二，你先起来，这事还得商量。这安叔，我们愿意出一笔银子做法事，再请道士做法。要是请道士，找个地方倒是也成，可要是对咱们陈家村风水有影响，那肯定是不行的。找个道士看看吧。众人这么说，陈正安也算是有了主意。老二啊，你们家抓紧找个道士，只要是对咱们风水没影响，就破例这么一次。不过事后你们家可要感念村里人的恩情，这都是你爹还有乔乔咱们惠县主积下的德行。陈老汉这个人憨厚老实，村里谁家有点什么事情他都帮忙。陈乔乔这个惠县主更是帮助村里良多，否则怎么也不会破这个例。其他人都帮忙，让老人家好好的走。村里人都开始忙活起来。陈乔乔让陈乔良回家取了20两银子，亲自交给了王鸭蛋。小姑活着的时候那么强势，对你们也不好，没想到这人没了，还得靠你们才能有块埋身的地方，就连这家里办丧事的钱都要你来帮忙。我这……王鸭蛋不想拿这个钱，可两个人办丧事
是家里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银子了。陈老汉和李老太听说了陈小妮的事，病重至今，花了不少银子。如今陈老三找不到人，都是他们一家在苦苦支撑。二婶拿着吧，先不说其他的，把丧事办顺利了就好。人已经死了，计较再多也没有用了。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哀伤，就连乔平、乔虎都长大了不少，穿着麻布衣服跟着陈老二忙前忙后。就在这时，一个小要饭花子进了陈家村。会县主，我们帮主让我给您递个消息。陈乔乔看着眼前脏兮兮、衣不蔽体的小叫花子，心生怜悯。圆圆，去给他拿些乔生的旧衣服和鞋子。小叫花子眼前一亮，你们帮主狗牙子，姐姐，那是我们帮主，你可不能乱说。你们帮主让你传什么消息啊？我们帮主说，昨儿有人在县城看到一人穿的光鲜，好像是你家三叔。我三叔没看错，不，也不是很确定。那人给了我们一个兄弟一把铜钱呢，那兄弟以前好像就见过你三叔，说是做秀才的。圆圆拿了一身旧衣服和一双鞋，小叫花子也不用人让，开开心心的就把衣服穿了。俺们帮主果然照顾俺，下次有给会县主送信的活，俺还来。等人走了，陈乔乔不禁皱眉，陈老三消失了那么久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这消息也不知真假。最后在陈家村坟地东边几百米的地方做陈小妮的坟，一连停灵3日，并不见陈老三回来。沉睡了几日的李老太似有感应一般，悠悠转醒，入目皆是白布。老二呢？陈老二看着自己的娘总算醒了，又是开心又是难受的。娘，你爹去哪儿了？俺的小妮呀，你妹子的事儿怎么样了？陈老二不知要如何回答，只低着头哭。李老太捶了他2下，这才看到陈老二腰间的孝带和披着的麻衣。你这是老二啊，快扶俺起来。陈老二没办法，只得扶着李老太。2个灵棚安安静静的在院子外面。这谁呀？是谁呀？小妮，是不是俺的小妮呀？陈老汉，你个没有的东西呀！俺的小妮呀！你爹呢？娘，爹陪着小妮去了。你说啥？老头子！一众妇人赶紧拦着，让李老太冷静下。大娘啊，人死不能复生，您别这样啊！李老太状似疯癫，看着周围的人也是跟着掉眼泪。是啊，他大娘千万要保重身体啊！没事儿，让俺看一眼的。过了半晌，李老太的情绪好了些许。李老太先是看了看自己的闺女，又看了陈老汉，巨大的悲哀让她浑身颤抖，不断的发出啊啊啊的声音。娘，别哭了，你还有我呢，我以后好好孝顺你，不惹你生气啊！你千万不要扔下儿子啊！去把银子都拿出来，谁还不死呢？谁不都得死吗？陈老二忍不住抱着李老太放声大哭。行了，老二啊，这下葬的时辰不能误啊，起灵吧。这次李老太没有阻止，只是又去最后看了看陈小妮儿，把手上不知道多少年的一个素银镯子摘下来，放到了陈小妮的手里，又找了一把剪子，把自己的一缕白发放到了陈老汉的棺木里。随着一声起灵，2个棺材被前后抬走，李老太任由王鸭蛋和王秀云扶住，怎么都不肯回去，说什么都要送上一程。哀乐响起，所有送行的人都在为陈老汉引路，希望他早登极乐世界。突然一阵喜悦响起。这是谁家呀？怎么选这么个日子呢？华丽的马车就这样停在了陈老二等人的对面。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陈家村做什么呀？一个小厮赶紧往后跑，去马车里报情况。村里出什么事了？快扶我下去看看。那人被小厮扶着，刚一下车就被眼尖的人认了出来。陈老三回来了。眼前这个坐着价值不菲的马车，有着小厮，还雇人吹喇叭的，竟然是失踪了好几个月的陈老三。二哥，这是……问这话的时候，陈老三的脸上还挂着略有些得意的笑来。他算不算衣锦还乡了？爹娘呢？我回来了，给爹娘带了东西，还给你们……滚开！陈老二一把推开了陈老三。陈老三有些不知所措，这才发现陈老二等人身上都披麻戴孝。二哥，谁去世了？棺材里是谁啊？是你爹，是你亲妹妹。陈老三呐，你爹要去下葬了，你这喜悦真是应景啊！二哥，爹怎么了？小妮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陈老二不想搭理他。早晨的时候，陈乔乔偷偷找到他，说有人前日在县城里看到过陈老三，他还说不可能，如果陈老三回来了，必然是要先回陈家村的。老二，先把你爹和你妹子好好送走，不要管这个畜生。娘，是儿子不孝，你打儿子吧，打儿子吧。正在这时，马车上又下来了个小妇人，20多岁的模样，一身桃红色，粉面桃腮，打量着这边的情况。王秀云一看那女子，顿觉不好，陈老三可真是好样的，他在这里给他爹披麻戴孝，他竟然弄了个贱人养着。先别说了，老三，赶紧去换了衣裳，送你爹和你妹子最后一程，其他的事儿后面再说。立马有人拿来了寻常的粗布衣衫和麻衣孝带给陈老三穿上。陈老三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马车，又有些心虚的看了一眼跪着的王秀云母女三人。爹，你去哪里了？怎么都没有音信？娘日日惦记你。乔蕊，莫要问了，先把你爷和小姑安心的送走。陈老三有些尴尬的摸了摸嘴，忍不住小声的问乔蕊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乔蕊只得把陈小妮杀人，还有陈老汉和李老太一直病重的事情大概说了。陈老三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又是惹得周围人一顿白眼。穿的人模狗样的有什么用？活活的白眼狼一只。一路哀乐伴随着寒风，到了坟地，陈老三终于是从衣锦还乡成了一个大孝子，哭喊着要再看最后一眼。可棺材都定好了，又怎么能打开？陈老三跪在李老太的面前，细细地说着他这些日子的遭遇。随着几个好友打算去青州玩上几日，可到了青州没几日，几人就把钱给花用完了，最后还是其中一个人的叔伯接济了他们，才不至于流落街头。那人的叔伯是做煤矿生意的，家资甚丰。有一次，那人的女儿和其他小姐争执，被推下了河，被陈老三救了上来。那小姐名为陆云桃，生得面容姣好，越看陈老三越顺眼。虽知陈老三有一妻，还是不肯罢休。陆老板家里妻妾成群，这也只不过是个小娘养的，陈老三又是秀才，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两个人偷偷行了拜堂的礼，直接厮混到了一起。后来陈老三又凭借自己的头脑帮陆老板对付了几个对手，倒是让陆老板喜欢了不少。这次陈老三回乡，陆老板直接赠予他白银1000两。你这个畜生，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纳妾？秀云，你别这样，云桃是个好的。王秀云一把推开王鸭蛋，上前对着陈老三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王鸭蛋和陈老二在一旁冷眼旁观，谁都没有去帮忙。自己爹刚死了，那边却潇洒自在，谈情说爱好几个月，渺无音讯。够了，秀云，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打我也没办法。老三，这么多年了，我王家对你如何？要不是我们王家，你凭什么吃的用的比你哥嫂兄弟好？在镇子里，什么好吃的好用的不是供着你呀？我还为你生了一双儿女，如今你才是个小秀才，就是想做那陈世美了呀！当着娘和二哥的面，陈老三，我王秀云说一句，你找人把他送回去，我可以不计前嫌，我们还如以往一样，可好？陈老三耷拉着眼皮，没有说话，意思已经十分明显。陈老三，既然如此，那就和离吧。我只不过是纳了个妾，你闹什么？这个家不还是你说了算吗？秀云，只要你答应让云桃过门，以后家里什么都听你的，还不成吗？呸！恶心！刚说了一句就被陈老二拽住了。陈老二，你这三弟不让人恶心吗？全家好吃好喝的供着他，是让他出去和人家闺女私会的，还纳妾，真是笑死个人了。他爹出殡的钱都是人家分出去的乔乔出的，他这个当儿子的竟然还想着纳妾，住哪里啊？就住旁边的那破屋子里？还是他逼脸大，要到镇子上三弟妹家里去养女人？二嫂，你这是什么话？二哥，这伯父如此羞辱我，你也不管管？我这次回来是带了银子的，陈乔乔出了多少，我补给他就是了。既然我要纳妾，断然是不会住到王家去了，宅子有的是，我陈老三又不是买不起。小叔子这张脸真是没白长啊！没考上秀才的时候靠秀云，这回又来个什么头的？哎呀，真是想不尽呢。老二啊，你可得学着点啊！你这个恶妇！鸭蛋，少说两句。滚！都滚！李老太嘶哑的声音显得那么无助。陈老二赶忙去查看李老太的状况。娘，你可不能出事丢下儿子，儿子已经没爹了，不能没娘啊！娘，您别生气，改日我让云桃来给您磕头，您肯定喜欢。李老太握着陈老二的手捏了捏，没想到他最终能靠的竟然是这个二儿子。陈老三，你要是敢把人领过来，俺就撞柱子找你爹去。
陈老三一愣，不敢再说话。秀云是给你爹披麻戴孝的，你爹不好的这几日，秀云带着2个孩子也在跟前尽孝，竟比你这个亲儿子还要好上几分呢。娘，王秀云没想到这个家除了王鸭蛋，还有人向着自己说话，而且这个人是一向看不上自己的婆婆。你滚出去跪着，秀云留下。李老太每说一句话都要喘半天的气，陈老三跪在了外面，不敢再说话。秀云呐，我帮你留他10日，这10日就看你自己的了。李老太只说了这一句，再也支撑不住，昏死了过去，喊了老村医来扎了针，神也不见好转。你娘啊，这是忧思过度，加上之前的大病，一定要仔细养着，万不能再气着了。陈老三这次倒是积极，付了药钱。三弟，娘让你不许出去，就在家里待着，过了头七再说。陈老三自知自己理亏，也不敢不答应。第2日，陈老三主动把陈乔乔出的钱都还了，还把帮老陈家处理后事的人都宴请吃了顿好的。只不过那些人虽然去了，可脸色却还是不怎么好。夜里，乔蕊和乔栋已经知道了他们爹要纳妾的事，2个孩子都闹得不行。不孝的东西，何时轮得到你们来管老子？陈乔栋劝不动他爹，也不敢再说话。转眼过了头七，陈老三惦记着春桃，心里思念奶奶。娘，爹的头七已经过了，儿子想着还是要回镇子上去读书才是。家里读书就是了，你娘俺都成这个样子了，指不定啊哪天就随了你爹去了。你在家多尽尽孝吧。娘，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老村医都说您的身体好得很，我这次回来带了不少的补药，您吃了肯定会好的。唉，人老了，说话也不管用了，是不是啊？还是你现在成秀才了，开始嫌弃咱们这个家了？可是娘，云桃还在镇子上呢，他这的……那就把人接家里来吧。既然想入老陈家的门，怎么也得来见见才是。娘，要见你出去见，俺不想见见那小蹄子。鸭蛋，同娘好好说话。李老太却好像没有听到王鸭蛋说话一般。好，娘，我这就去把人接回来。陈老三心里恨透了这个二嫂，可又没办法。陈乔栋劝不动他爹，也不敢再说话。转眼过了头七，陈老三惦记着春桃，心里思念奶奶。娘，爹的头七已经过了，儿子想着还是要回镇子上去读书才是。家里读书就是了，你娘俺都成这个样子了，指不定啊哪天就随了你爹去了。你在家多尽尽孝吧。娘，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老村医都说您的身体好得很，我这次回来带了不少的补药，您吃了肯定会好的。唉，人老了，说话也不管用了，是不是啊？还是你现在成秀才了，开始嫌弃咱们这个家了？可是娘，云桃还在镇子上呢，他这的……那就把人接家里来吧。既然想入老陈家的门，怎么也得来见见才是。娘，要见你出去见，俺不想见见那小蹄子。鸭蛋，同娘好好说话。李老太却好像没有听到王鸭蛋说话一般。好，娘，我这就去把人接回来。陈老三心里恨透了这个二嫂，可又没办法。云桃，快给咱娘磕头。云桃给娘请安。甜美的声音让人心神荡漾，就连陈老二都看得呆了，气得王鸭蛋扭了他一下。娘，云桃给您请安呢。小贱人，你还敢上门！黄秀云一步上前，扯了云桃的头发就是一巴掌，陈老三想阻拦都来不及。哎呦我的天，哪来的疯婆子，敢打我们家小姐！门外云桃带来的2个婆子2个丫头都呼啦啦冲了进来。泼妇，快滚开！陈老三一把推开王秀云，把云桃护在了怀里，心疼的不行。怎么样，疼不疼？这脸都肿了，这个恶毒的妇人！紫云紫月，抓住那个泼妇，常妈妈给我打。他可不是个好欺负的。你一个做妾的，你要翻天呐！这是我们陈家，可不是你们陆家。王鸭蛋常年干农活，力气大，一把就推开上前的那2个小丫头。你们三郎，你说怎么办？云桃，先让他们出去，我肯定给你个交代。陈乔乔本来是想上门找鸭蛋的，结果却碰上了这么一出大戏。圆圆撑着个脖子要吃瓜，陈乔乔却想躲远点。王鸭蛋眼尖，看到了陈乔乔就拉了进来。这是咱们家最尊贵的人，会县主还不磕头？磕什么头？这是你三婶。王鸭蛋，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俺这都是替婆婆说的，不行吗？还三婶呢，她正经的三婶在这儿呢，你身边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乔蕊和乔栋也护着王秀云，生怕她挨打。
三婶儿。陈乔乔看着王秀云，淡淡的说。王秀云眼睛发红，她以前是真的眼盲心瞎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如今才看得清。村正见了会县主都要行礼的，你这个小妾凭啥不跪？陈老二也不阻拦，反而觉得王鸭蛋霸气。你这个无知妇人，规矩是规矩，那你可见郑安叔什么时候给乔乔行礼了？你可别拿你那贱人和郑安叔比，郑安叔为了村子操心劳力的那么大岁数了，会县主特许不用跪的。怎么，你们家这玩意儿会县主也给特权了？就是啊，陈老三一张脸憋得通红，他又拉不下脸去求陈乔乔。二哥，我可是秀才，你就让这个女人如此辱我，将来我做了举人也是要光宗耀祖的。三弟言重了，鸭蛋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这么个性子。鸭蛋说话虽难听，可哪一句不对？你说说看呐。这陈老三这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这个当奶的按规矩见了会县主也是要行礼的，他一个妾室不该吗？陈乔乔算是看出来了，这都是打着他的旗号要给这云桃一个下马威呀。就是赶紧跪下。陈乔蕊指着云桃恨不得撕了他。陆云桃一张脸白得和纸一样，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老奴替小姐拜见会县主。你要跪，你家小姐也是要跪的，这是规矩。陆云桃没办法，只得跪了下来。都起来吧，这里也没有外人。会县主，你我是初次见面，为何也如此为难？可据三郎所说，陈乔乔和老陈家也不对付，如今怎么也帮着王秀云那个恶妇呢？云桃姑娘，你清清白白的一个28年华小姑娘，家资颇丰，什么样的年轻才俊找不到？为何非得到陈家村淌这趟浑水？我也不曾为难你，只是与你不相熟，让你守规矩罢了。这话一语双关，既是让陆云桃知道跪拜县主是规矩，做了人家的妾，在这个家做小伏低也是规矩。就是啊，给人家做妾就要守规矩。不必了，这个正式给了他就是，我不稀罕。说什么胡话呢？弟妹，你跟他的时候他屁都不是，现在起码还是个秀才，以后要是走狗屎运了，8成还能当举人，你就占着位置。俺听说城里的小妾都是要伺候主母的，就让他日日伺候你。云桃脸色发白，让他天天伺候这个恶妇，做梦。我陈老三是凭本事读书考上的，王家有几个钱怎么了？读书人该视金钱如粪土才是。既然那金钱是大粪，那得赶紧把你那银子都拿出来给了我们老二啊，我们不嫌弃是大粪呢。你无知妇人！云桃看着面红耳赤的陈老三，好似不认识了一般。青州的点点滴滴和来了陈家村这不到1个时辰的经历，简直让他如噩梦一般。二嫂，谢谢你为我说话。我王秀云并不贪这个位置，她如此狼心狗肺，我看着就恶心。既然有人喜欢，给她就是了，不必再说了。陈三海，和离吧。和离就和离。秀云呐，和离，吃亏的可是你和你们王家呀。陈乔乔不禁诧异地看着李老太，她乃可算是说回人话了。娘，儿媳以后就不能伺候您了，之前儿媳也没怎么尽过本分。娘，你和爹和离了，我和哥怎么办呢？娘，您要想清楚。好孩子，和离了，我也依然是你们的娘，你们想娘了可以来看娘的。巧动事懂事的孩子，以后要多照顾妹妹。你妹妹性子娇，你要规劝着些。明日官府见吧。说完，王秀云头也不回地出了陈家。陈乔蕊哭着一路追到外面，也没能改变王秀云的心意。爹，你为了个贱人要和我娘和离，你怎么能这样？三郎，闭嘴！小小年纪大吼大叫的，有没有一点闺阁女子的形象？是你娘执意要和离的。要不是你带回来这个小贱人，我娘怎么会要和离？哎呀，别哭了，你这眼里哪里还有你娘啊？哭她有什么用？王鸭蛋把陈乔蕊拉到自己旁边，给陈乔蕊擦眼泪。陈乔蕊有些嫌弃王鸭蛋，可这屋子里她好像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好啦，既然秀云要和离，那乔蕊，你替你娘喝她一碗妾室茶吧。娘，她一个孩子怎么能……怎么，我这个当娘的说话，你是一句也不听了？陈老三呐，你好得很呐！一去几个月不曾有半点音信，你爹那边刚入土，你这边吹吹打打的回村，我看你这举人也不必考了。娘，你老说的都对，儿子是混蛋，是畜生，云桃的事等以后再说吧。这是想拖到王秀云和离，找个机会迎娶啊！这个三叔斯斯文文的，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俺说什么就是什么，否则俺就找村正，让你滚出陈家村，以后也别叫俺娘了。娘，您这不是为难儿子吗？他不就是来做妾的吗？乔蕊以后可是大小姐，妾室那是个什么？听说那有钱人家妾呀就是个奴才，他敬大小姐茶怎么了？乔虎、乔平，去沏茶。乔平、乔虎乖乖地出去了。陈乔蕊咬着牙看着云桃，缓缓地坐了下来。小姐，请用茶。陈乔蕊看着云桃这张千娇百媚的脸，心里的火气是腾腾的往上涌。你爹才刚出殡呢，你们两个还是分开的比较好。以后老三住自己的屋子，乔蕊和乔栋回镇子上去读书，你就住那间屋子里去吧。老夫人，我们小姐自小没吃过苦，还望老夫人担待。我们小姐愿意出100两给故去的老爷做法事。王鸭蛋眼睛一亮，又瞬间变成了飞扬跋扈的模样。他可不能被敌人腐蚀。不必了，人都没了。既然如此孝顺，以后每日伺候我这老婆子就是了。唐妈妈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这种乡下婆子也配他们小姐亲自伺候？三郎，你说我要伺候你娘？云桃，这娘，他手笨，儿子伺候您就是了。怎么，他一个妾室竟如此嚣张？秀云再不济，也恭恭敬敬的伺候了俺老婆子好些日子，又给你爹养老送终。他是个什么东西啊？既然不愿意留在陈家村伺候，那就给我滚出去！李老太几乎用尽了全部的力气，说完整个人就栽倒到了炕上。哎呦，挨千刀的还什么读书人呢？一回来就冲撞了爹的丧事，又气得娘大病。哎呦，大不孝啊！不想养娘就赶紧滚！俺和老二砸锅卖铁也是要伺候娘养老送终的。陈三海，你们家真是好啊！常妈妈丝毫不给陈老三面子。小姐，咱们走。云桃双眼通红，她怎么也没想到三郎家里竟是这样粗鲁又不讲理。小姐，这陈老三实非良配呀！常妈妈，我心里难受。三郎不是这样的，我和他情投意合，只要日后我同他回了青州，定然能像从前一般。何况那粗鲁的女人要和他和离了，我也不必做妾了。等日后三郎中了举做了官，我可就是官太太了。如今忍忍他那些恶心人的家里人，又有什么呢？只怕不容易呀。那老婆子明显是看不上小姐你的。儿大不由娘，只要三郎同我是一心的，别的我不在乎。陈乔乔和乔平、乔虎找了老村医，扎了几针，李老太才转醒。你跪着，以后每日去你爹坟前跪上1个时辰再回来。是，娘，您说什么都成，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儿子去就是了。他还想考功名呢，真要是气死了母亲，他以后的前程怕是要没了。既然奶没什么事了，我也先回了。乔乔，你看这家里乱糟糟的。王鸭蛋有些不好意思，刚才还扯陈乔乔大旗呢。没事，二婶儿，都是一家人。陈乔乔还是蛮喜欢这个二婶的，说话对人那叫一个厉害。好，改天二婶不忙了，就去你们那儿说说话。两个人顺着村里的路往回走，还没到家就碰到了急匆匆跑过来的谢安国。乔乔，不好了，养鸡场里的鸡不知道怎么了，吃完了鸡食都不停的抽搐，已经死了10几只了。这附近也没听有人能看着病啊，这该如何是好啊？别急，先去看看。陈乔乔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像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养鸡场里，张大平和翠花都急得不得了。谢勇皱着眉查看那喂鸡的草料，放在手里搓了搓，又在鼻子下闻。婶子先别急，先看看状况。陈乔乔到了鸡舍，不少鸡都打摆子了，还有一些口吐白沫，眼看着是活不成了。乔乔丫头，这应该是草料里面被掺了东西，好像是砒霜。谢勇皱着眉说，这些鸡鸭也都是他们养大的，如今这样怎么和陈乔乔交代呀？翠花，你去喊我大哥马上去报官。报明哥，你去养鸡场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线索，要是有形迹可疑的人直接抓起来。谢叔，不用自责，这贼要是有了这心思，怎么防得住？咱们把人抓了，这损失自然就有人赔偿了。挨雷劈的东西，竟然糟蹋这些鸡，抓住了一定不能轻饶。后续陈正安也带了村里人都赶了过来。
这谁干的？哪个王八犊子？陈哲安看着一地的死鸡，气的是暴跳如雷。陈乔良报了官，2个捕快虽然来了，可四处查看也没什么线索。村里人一问三不知，他们也头疼，只能说是到镇子上查查看，最近有没有人买砒霜了。大哥，铁牛哥，叫大家伙来帮忙，把这些鸡都拉到山脚，找个地方埋了吧。陈乔乔的心里也难受，这些鸡养了半年了，这可都是银子和心血呀。埋了，这老多鸡就埋了。就是，还不如给俺们吃肉呢。这些鸡吃了砒霜的，人吃了是要出事的。哎呦，乔乔啊，你还小，这鸡这么扔了太可惜了。俺们年纪大了，不怕，让俺们带回家里去吃吧。就是，这么埋了也太可惜了，这么老些，哎。是啊，俺们不怕，让俺们带回去吧。都胡扯啥呢？一个个的不要命了，那鸡里都是砒霜，咋地？你们这是活够了？老村一喊，不少人都缩了缩脖子，他们可还不想死呢。都别看着了，帮忙收拾下，把这些鸡挖坑埋了。一群眼皮子浅的，要是能吃，还用你们开口吗？大家伙都寻思寻思，这几天有没有陌生人进村里来，瞧瞧帮了大家多少。这养鸡场在，大家也都能跟着赚点银子，可不能都光看着。其他人也都一边感叹可惜，一边帮忙把一地的死鸡装到了袋子里。乔乔，可有什么头绪了？得罪的人就那么几个，远在京城的季宝珠，王家村的蔡大山，又或者是李家村那灭门的事也算到了我的头上。我这就去王家村探查一下。谢念快人快语，也不等陈乔乔说其他的，转身就出了门。啥？鸡都死了？是哪个挨千刀干的？太不是个东西了，也不怕以后断子绝孙。招摇太过，是祸非福啊！老三，你说什么呢？那是你亲侄女。要说招摇，谁有您招摇啊？又养了个小的，又升官发财休妻的，整个通川县，怕是您也是头一个了。要俺自己喝就成了，你去你爹坟前，别忘了。娘，您安心，喝过药我就去给爹下跪认错。陈老三暗暗叫苦，这次李老太是铁了心要教训他，竟一点不肯容他。到了晚上，整个陈家村都知道了陈乔乔家养鸡场出事了，2000多只鸡鸭，如今只剩下了200多只。蔡大山这些日子不曾出门，他们一家子天冷了后日日窝在家里，靠着家里那点粮食艰难度日，看那样子不像是和他们相关。养鸡场周围我二哥也探查了，有脚印，但是也不甚清楚，看不出来是什么人。镇子里的2间药铺近半年只卖出过1份砒霜，是知县老爷家里后宅的丫头买的，据说是药老鼠，再没有别的线索了。谢念姐姐辛苦你了，跑了一整日。圆圆，去取些吃的来。这没什么，只是出了这样的事，我父兄都觉得对不住你，害你损失了许多银子。怎么能是谢叔叔的问题呢？这是那贼人的错，抓住了人赔偿损失就是了。陈乔乔虽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知晓，哪怕抓住了人，对方也不一定能赔得起银子。天还没亮，一个略有些消瘦的黑影沿着村口悄无声息地出了村子。王小琪，你是个骗子！你明明说了，那些泻药最多让那些鸡也就是死几只，老娘和你拼了！刘娟，你也别急着动手，现在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这事宣扬出去，你看你那婆婆能不能饶了你？刘娟的婆婆是宋大娘，宋大娘和周舅奶一直和村里人卖鸡蛋，如今还帮衬着陈乔乔管理炸鸡店。你是个恶毒的妇人，那老千鸡，你真下得去手？不是我，是你呀，小娟儿，这药是你下的，你忘了吗？你胡说！你明明就说是给陈乔乔一个教训，是泻药的。刘娟急得都要哭出来了。前些日子她娘家来人管她要银子，她实在是拿不出，婆婆有却不肯给，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王小琴认得刘娟，一来二去2个人就熟悉了。那说好的银子呢？你把银子给俺。银子在这儿呢，少不了你的，说好的10两呢？刘娟拿着银子又捏又咬的，这可是10两银子，够她娘家弟弟娶媳妇了。算你讲信用。说着刘娟就要往回走。慢着，还有什么事儿？一不做二不休，我这还有桩好买卖，成了给你这个数。王小琴伸出3个手指头，刘娟睁大了双眼，30两呀，要是有30两，她娘家就能盖新房子了。你说这次是什么事儿？2片薄薄的嘴唇一张一合，一条诡计听得刘娟捂住了胸口。这不成啊！
这要是闹出人命可怎么好啊？不，这事俺不干，这俺干不了。刘娟，你想想你爹娘你弟弟，30两银子可不少。你要是不想去，我就找别人了。你们村子出去的陈大胖子你知道吧？如今在张家村落了户，你说他会不会想赚这笔钱？同为女子，我是不忍心看你这么可怜，连自己的爹娘都无法尽孝，这才先想着你。你既不要这个机会就算了。等等，小琴，可是这么大的事儿，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你不敢，你让你男人去呀？怎么这事儿你竟然还瞒着你男人？刘娟低了头不答话，要是告诉了陈狗剩，那她这银子都能拿回娘家吗？小娟啊，你呀是真傻，是个实心眼儿。这银子虽好，可也要有命花才是。有风险的事情，自然要别人去做。真要是出了事，也不会伤及自身才是啊。成，那你先给我2两银子，让我心里有个底，毕竟是这么大的事儿。王小琴笑他眼皮子浅，不屑地从怀里掏出2两银子扔给了刘娟。拿了我的银子就要办事，否则我定要将这件事宣扬出去。事都是你做的，我可没动手。是，一定做好。小琴妹子，你放心，一定做好。他爹娘一家都要活不下去了，他也是没办法。刘娟穿着12两银子一路回了陈家村。树林里，哥哥，人家做的怎么样啊？王小琴一点也不嫌弃那人，搂着那人的腰撒娇。不错。哥哥坏，小琴讨厌哥哥。那男子一把抓住王小琴的手，突然捏着人的下巴啃了起来。哎呀，哥哥，别在这里！我偏要。小贱人，你要知道谁是你的主子。王小琴疼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可不敢反抗。这人可是答应了他，过了今日就去蔡家把他买了暖床。记住了，你就是个奴才，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知道吗？知道了，哥哥。走吧，一会儿找人去蔡家解决你的事儿。王小琴一听这话又高兴了起来，管他奴才还是什么呢，能吃香的喝辣的，好好活着才最重要。蔡大山有些发懵，一旁蔡大铁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已经起不来了，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你们到底是谁啊？想怎么样？别打了！敬酒不吃罚酒，老子相中你儿媳妇王小琴了。这里是30两银子和卖身契，乖乖拿了银子签字画押，否则别怪大爷弄死你们。爹，我就要小琴，那个小贱人去哪儿了？是不是跟你们跑了？那2个汉子对着蔡大铁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人给你们就是，你们可要说话算数，要给银子。爹，你，哎呦，别打了！俺操你们姥姥！别打了！俺签字！早这样，何必挨打？一边说着，那汉子从怀里掏出30两银子来，扔到了蔡大铁的脚下。蔡大山一把把3锭银子抢到了自己怀里。儿子，爹替你收着哈。那王小琴就是个烂货，有了这些银子，爹再给你找一个。2人也不管他们自家人的事儿，按着蔡大铁按了手印儿。养鸡场大院里，陈乔乔看着有些沮丧的众人，不知道要怎么规劝。张大婶谢说，这真不能赖你们，这贼有心做这事，怎么防得住？咱们该齐心协力抓住那个贼，以后严加防范才是。乔乔丫头，谢叔的错，没有看顾好养鸡场。他可是行伍出身，又做了几年的暗探，不曾想竟然阴沟里翻了船。老谢呀，别这么说，我也有责任呐。我和翠花也日日在这养鸡场里，不也是疏忽了吗？咱们呢，就像乔乔说的，可别为着这个事儿上火了。眼下是重新收拾鸡舍，再买一些鸡鸭回来。要是那挨千刀的祸害人的东西再敢来，一定要打断他的腿。大平妹子说的是，可我这心里实在是……爹，自责也于事无补。是啊，大家伙都振作起来，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咱们更小心些就是了。刘老太的家里，当家的，你说那陈家的养鸡场，这能是啥人干的呢？谁知道是哪个缺德东西干的，害得咱们娘这卖鸡蛋的生意都受了影响，银子拿得少。这也是啊，也不知道这是得罪了谁了。爱谁谁呗，跟咱们有啥关系？倒是你，本来还能去养鸡场干活，如今也泡汤了。刘娟心里想的是拉陈狗剩入伙，可是陈狗剩说来说去就惦记那养鸡场的活。那要是有人给你5两银子，让你去祸害人，你去不去啊？啥？5两银子？你这婆娘失心疯了吧？去，赶紧哄孩子去。江涛主婆2人走了，那些孩子都被送回了陈家村。做什么白日梦呢？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5两银子，给老子一把铜钱，老子都给他卖命了。一听这话，
刘娟的眼睛又亮了。俺听说个事儿。哎呀，你这婆娘有屁快放！俺听说呀，乔乔那丫头家的鸡是让人给下了药了，那人和他家有仇，花钱找人下的药。啥？花多少银子雇的？怎么也得5两银子。这么多，这好事咋轮不到老子？真是的。轮到你，你敢干呐？就你陈狗事儿，有这个胆子？小心你娘打断你的腿！又不是老子亲娘，老子要是有钱了，谁还管他？当家的，你真敢干？老子有什么不干？有钱才是大爷，俺管他谁家的事儿。刘娟半真半假的把有人找她给陈乔乔家里下绊子的事情说了，承诺的30两，她只说有10两，可8两也着实让陈狗剩吃惊的下巴都要掉了。这真的？找你的人是谁？可说了别的？哎呀，人家用东西遮着脸呢，我怎么知道是谁？反正人家说了，要是成了给10两银子，俺胆子小，没敢答应。嘿，你这婆娘，你不敢老子敢啊！反正陈乔乔家里有的是钱，咱们可没有。你去跟那个人说，这活老子干了。让报明哥多探探这几个人吧，是人是鬼，总会露出蛛丝马迹的。谢念点点头，看着陈乔乔手里的名单，在看到李庆年的名字时愣了一下。这李庆年自从爹娘去世后鲜少露面，家里的事也不管，貌似书也不读了。难道是他？小姐，穆锦来说有事儿，让他进来吧。小姐，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就是。穆锦想叫乔乔，可又觉得自己现在的身份，脸都憋红，实在是虎落平阳啊。我想那人既然能做这一次，应该还会做其他的。我们画的画还有木工坊都比较怕火，还有炸鸡店，如果客人吃出了问题也是麻烦。穆锦，你应该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吧？穆锦单薄的身子一僵，又释然了。家里的一些龌龊事罢了。穆锦的笑容有些勉强，略带苦涩地说：在这小小的村里屈才了，你可有什么打算？暂时还要麻烦县主收留下日子。这有什么？小事而已，只是不要给陈家村带来麻烦就好。县主放心，还不至于牵扯了整个村子。陈乔乔淡淡的笑了，他主要是想吃瓜的，这种贵人家的小公子背后一定跟着个大瓜。穆锦，既然你说了木工房的事儿，那这事儿就交给你吧。你带着铁锤吧，这几日夜里辛苦，多巡逻巡逻。要是有陌生人鬼鬼祟祟，直接拿下。不如让报明大哥也领一队，我们轮流巡逻。报明大哥那里我已经说过了，多了你们一队，2个队轮流巡逻，更安全一些。穆锦这才发觉，原来陈乔乔已经想到了这茬，心里更是对陈乔乔佩服了几分。镇子里一个2进的院子里，总共就这些了，其他的不成了。我和你嫂子还得过活呢。不必，我留一半，剩下的你带回去。你如今这个样子，我如今这个样子挺好，以后各自珍重吧。里面有人出来，看到王小晴愣了一下，越过人走了，手里空空如也。去找人牙子挑几个机灵的，最好会些拳脚功夫的，夜里偷偷带来给我。如此平静了2日，3家炸鸡店同一天吃死了3家人，皆因食物中毒。一时之间，不管是镇里还是县城，到处都在指责会县主的炸鸡店闹出了人命，该杀人偿命赔钱的。这明显是诬陷，而且这也太巧了，3家店同时出事儿，指定是哪个王八羔子使的坏呢？这招看似愚钝，却十分好用。3家店都出了问题，谁还敢买？保命最要紧。做这事的人看似无脑，实则太毒辣了，8条人命啊！陈乔乔有些不寒而栗，他已经报了官，严童比他更头疼。仵作检查了那3家人，确实是吃了鸡肉出的事儿，可这鸡也未必是在店里下毒的呀。严大人，我家炸鸡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愿意配合官府调查。可这背后之人用8条人命陷害正当商户，实是通川的大患呀！哪怕严童再头疼，陈乔乔也没办法。这件事儿他不能坐以待毙。寒风吹得人头疼，穆锦和铁锤蹲守在木工房几百米外的一处柴火堆上。穆姐，这真行啊！这都2天了，也没有人呢，这还这么冷，会等到吗？穆锦直觉那坏人肯定不止毒杀鸡鸭这么简单，肯定还想烧毁木工房。又过了2刻钟，铁锤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想撒尿。快去快回。铁锤找了个角落，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刚要往回走，就听到有脚步声，赶紧就近趴了下去。穆锦等了半天也不见人，这天又黑又冷，他也有点怵得慌。正在这时，一条小道上竟然有黑影在慢慢靠近。
这个死铁锤，早不撒尿晚不撒尿，竟然敢在这个时候。陈狗剩左攀右顾的把自己挪到了木工房旁边，靠在墙头往上爬，里面就有堆积的木头，只要把柴油撒木头上，然后点了火，他直接跑开就成了。灰县主，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呀，俺狗剩真的没有要点火呀，看在俺娘的份上，饶了俺吧。谢勇懒得听人废话，抓着人肩膀，抓小鸡一样的提了出去。说着话，陈正安和春生也来了。坏人抓住了，是谁呀？陈狗剩那王八羔子，村正啊，可不能轻饶了他。咱们村多少人在木工房里干活呢？陈正安的脸色有些难看。去把陈狗剩一家都带过来，让人搜他们家有没有东西，明天报官。陈狗剩怂得很，只1刻钟就都招了，把人关起来，明天送官府去。另外一边，几人很快从刘娟他们屋子里搜出了20多两银子，又从宋老太屋子里搜出了7、8两银子，一并带到了陈乔乔面前。宋老太一瞬间老了10几岁。乔乔啊，老宋肯定是不知道这事儿的，这事儿啊和他不相干呐。周舅奶一边安抚宋大娘，一边急忙劝说陈乔乔，生怕陈乔乔误会了宋老太。舅奶，我都知道的，宋大娘为人大家伙都看在眼里。老宋啊，你这儿子儿媳太不是东西了。刘娟，你男人什么都招了，你有什么要说的？俺就是个妇道人家，俺真的不知道啊。狗剩儿，你怎么能这样呢？俺和娘都在养鸡场干活拿钱，你怎么能……陈狗剩不敢相信的看着刘娟，上去就是一巴掌。明明是你让俺烧的，说有银子拿，还给了俺银子。不，俺没有，俺真的啥也不知道。狗剩儿，你不能自己做了这丧尽天良的事儿，赖到俺一个妇人头上啊！不少村民被吵醒了，看热闹都觉得这陈狗剩太不是东西了，出了事儿竟然还赖到自己媳妇身上。哎呦娘，真不是俺，真不是啊，是这个贱人给俺2两银子，说那人和灰县主家有仇，事成还有6两，俺才鬼迷心窍的，俺知道错了。宋老太别过脸去，不想看这个逆子。俺家这个儿媳妇儿看着柔弱，心里有主意的很，这事儿应该和她脱不了关系。乔乔啊，别怪俺这个老婆子了，该咋办咋办吧。谢念上前抓住了刘娟的手臂，咔的一声，刘娟痛苦的尖叫传遍了整个大堂。冤枉啊，这没有，不是俺的。刘娟疼得直冒冷汗，可还是咬死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刘娟，你说了还能少遭罪，不然你信不信我让谢念把你腿打断了，把你卖了？你虽然是贱主，也没有这个权利吧？我是好人家的闺女，又不是你家的下人。你确实不是我家的下人，可你家有来路不明的银子，你男人要烧我的木工房，你和他是夫妻，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刘娟，你也不想想，那人给了你这么多银子，究竟安了什么心？真出了事儿，人家跑了，你和你男人呢？你要是说了这事儿，我可以不报官，但是你要是不招幕后主使，你们2个就是主犯，丧门星，还不快说，你和你男人的命都在你手里了，你这个毒妇，这些年害惨了狗剩了。小娟，你赶紧说呀，到底是什么人？不想进大牢里了呀，咱们的孩子可怎么办呢？哭，你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呀？你有没有骨气啊？刘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和这么一个没担当的男人在一起。记住了，陈狗剩儿，俺刘娟招供也不是怕了他陈乔乔，更不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俺是为了俺的小宝，俺孩子。是王小琴养鸡场的事儿，是他指使俺干的，俺趁着人不注意把砒霜放进去的，砒霜也是他给的，后来他又给了俺银子，让俺把木工坊烧了。刘娟双眼空洞，面无表情地说出了真相。这王家村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都是一群败类，日日就知道祸害人。怎么会是他呢？当着我去王家村，王小琴还被蔡大铁打得起不来床，怎么会啊？明日我再去一趟王家村看看就是了。把他们2个关到祠堂里，先不要声张，找到王小琴再说。忙活了一晚上，大家都回吧。陈正安叹着气，把陈狗剩2个人带回了祠堂。第2日一早，西安国就带回了一个让人诧异的消息：王小琴几天前就被人买走了。看来这背后果然有人。陈乔乔决定到县城一趟，那3家人的案子应该和村里的这些事儿是一伙人干的。严大人，不知案件可有什么进展了？这个事不太好办呐。虽然炸鸡店里都没有查出问题，也没有发现砒霜，可那3家人确实死了呀。他们又都吃了贵店的炸鸡，要说是讹诈了，
可这3家人也没人来喊冤要钱，都是左邻右舍发现了好心报的官。这3家人陈乔乔后来都了解过，他根本就不认识，也并没有什么私仇。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狠毒，直接用8条人命来冤枉他？严童这个官明显的不作为。陈乔乔突然想到了狗牙子，也不知道他那能不能有什么线索。看到陈乔乔，狗牙子有点不好意思的让手下都出去等着。几日不见，还真混成帮主了。这还不多亏了惠县主吗？狗牙子如今在通川也小有名气了，如今大鹏、胖头、三驴子等人都分片管理，忙得不行。怎么样，这丐帮还得用？狗牙子在手下面前威风的紧，可一看到陈乔乔不知怎么地，就有些紧张，还有些不好意思。这丐帮确实有不少小道消息啊！三驴子还在冀州盘了个地方做茶馆，专门供那些想买消息的人和想卖消息的人出入。不说这个了，我这次来找你，你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吧？那当然，你惠县主的事就是我们整个丐帮的事。不过这事儿你别急，有了点眉目，等有了确切的消息再告诉你。陈乔乔略一想，把王小琴的事也说了，丐帮人多还不引人注意。成，我知道他的模样，等我吩咐下去，有了他的消息派人通知你。还有一事，陈乔乔把苗家村的事情说了，狗牙子听得直骂娘。王老太爷他也见过几次，还有春喜姑姑，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凄惨的过去。都是小事儿，一并给你们打听了就是。狗牙子办事效率高，只过了2日就有人到陈家村。可是有什么消息了？昨日有个小乞丐看到一个女子买东西，他想要几文钱，那女子不但没给，还骂了他2句，可能是王小琴。那个小乞丐是在老陈街附近碰到的，我们的人已经在那边了。还有那3家人，并不是没有其他人在家里了。据三驴子查到的消息，他们家基本都还有一个男丁，这些人之前都是人牙子手里的奴隶，半个月前不知道被什么人给赎了身，才安顿下来的。一家人都是奴隶，那他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他们现在都是放了契约，成了普通农户。陈乔乔好像想通了其中的关键，又好像感觉没有抓住。既然他们家里还有活人，为何家里人没了不曾报官，也不曾现身？因为他们都不在通川了，都去了其他州。这肯定不是巧合，这是被人事先安排好的。狗牙子，尽快帮我找到王小琴，抓起来。这个你放心，只要他再出现，定人跑不了。狗牙子和三驴子都走了。乔乔，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我一定会为你解决的。王小琴和他幕后之人都跑不掉。年年，你说到底是为什么？8条人命啊，为了钱吗？你帮我去查查好不好？一场小小的针对他炸鸡店的算计，竟然需要8条人命来填补。哪怕3家炸鸡店都关门，也挽回不了这些性命呀！县城的宅子里，男人听着手下人的汇报，气得掀翻了面前的桌子。都是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主子，这次不成就下次，他们防不住的。你以为人人都是傻子？一次不成，还给你第2次机会。你觉得你找的人能经得住严刑拷打？都不用送官府，只要陈乔乔那个贱人稍微有点手段，怕是都扛不住吧？你如今应该是暴露了，今日不要再出去了。王小琴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暴露了之后可怎么办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再去找一批不怕死的人回来，什么样的都成。男人胡子拉碴，头发有些乱，一双眼睛红得能杀人。王小琴退出房间，心里慌乱的不行，他想逃，害怕自己没用了，下场会十分凄惨。主子说了，你不可以出去。我知道了，我晓得了，我这就回去。屋里的男人深吸了几口气，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他茫然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曾经提笔写字的手，如今总是散发出阵阵恶心人的气味。他爹娘死了，他大哥大嫂一家人全都死了，连杀人凶手陈小年那个贱人也死了。他的怒火无处发泄，他不甘心，为何命运如此捉弄他？想到这些，他就不受控制的想杀人，想屠戮，想办法杀了陈乔乔，杀了老陈家所有人，给他爹娘报仇，否则他死不瞑目。李庆年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有银子，李家颇有家资，除了留了一些给李老二一家过活，其他的都被李庆年带了出来。他利用郝娇娇串通狱卒，把7、8个有人命要流放的人卖到了人牙子手里，又通过人牙子拿到了他们的身契，承诺他们干完这一票
还他们生气，给他们银子，放他们自由，这才换来了这些恶徒的舍命相帮。夜色渐浓，县城的一个偏僻宅子里，汉子们大口喝着酒，吃着肉。王小晴被逼着换上了一身轻纱雨衣，伺候酒席。各位大哥，我李青年自问不是什么好人，只是这杀父母兄长之仇却不得不报，幸得各位相助，问过去不问将来，明日各位大哥助我。青年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要不是你早就被流放了，你的事就是哥哥们的事。有酒有肉的，快活一日是一日，管他什么县主什么狗屁的，在我们兄弟眼里如同鸡狗一般。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谢大哥，老刘，你们去把屋子里的箱子搬出来。立马有2个汉子应声而起，回屋里搬出了2个大箱子，里面的银子一下子露了出来，众人的酒意都醒了3分。这些身外之物与李某人已经是无用之物，明日一事不知能活命几人，只盼活下来的大哥能帮死了的人找个地方埋了，剩下的人这些银子都分了吧。李兄弟，你不怕我们杀了你，卷了钱跑了吗？若各位大哥现在跑了，也是我李青年命该如此。好，你这个兄弟我们认了。兄弟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们本就猪狗不如，能死前痛快这一场也值了。要是明日活不下来，这几日痛快全当是偷来的便是。众人齐声称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好不畅快。王小晴一句话不敢说，只祈祷他们快些喝完天亮才好。可命运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丝因果，他注定无法独善其身。各位大哥，开胃菜过了，主菜已备好，还望各位大哥尽兴。一边说着，李青年笑着看向王小晴，好像在打量一个物件。谢兄弟好意了，咱们就不客气了。我去拿酒。别呀，陪哥哥们喝点。一个汉子一把扯过要跑的王小晴，一碗酒凑了上去，又有一人上前按着王小晴的头，硬生生灌下一碗酒。女子的尖叫，男子兴奋淫荡的笑声，随着黑夜逐渐放大。陈乔乔被绑着扔到了一堆柴火上，一人拿着火把尖笑着从那些汉子后面靠近过来。陈乔乔忍着痛看了半天，才看出来那满脸胡子有些疯癫变态的人竟然是李庆年。烧死你个小贱人！让你去陪我爹娘！贱人！李庆年嗖的一下把火把扔向了陈乔乔。陈乔乔被吓出了一身的汗，那个梦实在是太真实了。天刚亮，陈乔乔就起来了，他心里十分的不安。大哥，我出去一趟。这么早啊？你要去哪儿啊？去找谢念姐姐。陈乔良觉得陈乔乔有些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是哪里不对劲。屋子里读书的陈乔生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大哥，刚才是二姐。是的，不知怎的，二妹今日起得这么早，还要去找谢念。陈乔生皱眉，二姐心里一定是有事儿。这几日先是养鸡场，然后是木工房和炸鸡店，二姐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谢念带着幺妹练了半个时辰，出了一身的汗。刚带幺妹回村，就看到了脸色有些不好的陈乔乔。二姐，你怎么啦？没有，二姐睡不着。姚妹乖，先回去，我和谢念姐姐说说话。谢念点了点头，示意她不要担心。这小丫头才1步3回头的回了家。念念，你还记得那次蝗虫的事吗？我后来有和你说过，我做了一个梦。怎么，你心神不宁的，是又做了什么梦啊？我昨日梦到了一些十分不好的事。什么事？不要怕，你说出来。谢念拉着陈乔乔的手，有我在，我的功夫你还不放心啊？何况还有我哥我爹呢，他们可都是以一挡十的。陈乔乔把自己的梦复述给了谢念。乔乔，你一定是太紧张了，李庆年一个书生罢了，他哪里认识那么多江洋大盗呢？而且只要你不出村，他们还能打到村里来不成？不要怕，万事有我在呢，这几日我守着你还不成吗？谢念，真到了关键时候，先以自己的生命为第一，然后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陈乔乔想说自己不重要，可他要怎么说服谢念这种把主子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人呢？谢念回到家里，反复想着陈乔乔的梦，还是决定让谢安国给山里的顾玄之送个口信。如今姜师爷不在，山里的情况没有那么紧张。爹，今日就在村里吧？谢勇点了点头。陈哲安如往常一样
巡视着他的陈家村，溜溜达达一路来到了村口，竟看到有一群人朝着陈家村这边走来。你们是什么人？来陈家村做什么？这位郎君好，请问这可是陈家村呢？这正是我们陈家村，不知你们这是来找谁的？这些人的衣服上都是补丁，一个个瘦骨嶙峋，好像难民一样，孩子也都穿得很少，有的还露着脚趾。郎君呐，我们呢都是外乡的，之前家乡遭了灾，来到了咱们冀州，多亏了咱们冀州陈家村的惠县主，才有了一条生路啊。这后面呢都是我们一个村里活下来的，俺们想着来叩谢县主的大恩大德呀。是啊，赶紧让俺们见见惠县主吧，俺们一路走来就是想亲眼见见恩人呐。老人家莫急，我乃是陈家村的村长，惠县主正是我们村里的。我看大家伙一路老累了，不如先进去喝杯水如何？不喝水，俺们就要见见惠县主，麻烦您了啊！俺们这一路不容易，见了人俺们还要回去呢，求求您了。一边说着，那老人就要下跪，后面的妇人和一些孩子老太太也都要跪下。不必如此，我这就带你们过去。哎呀，这……陈乔乔正心神不宁，谢念吃过午饭，一直陪着陈乔乔。一阵敲门声，陈正安率先走进来，和开门的圆圆说了这事儿。我马上去告诉县主。陈乔乔听圆圆说有一群难民来拜见他，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可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有老人，有妇人，还有孩子。那老人一眼就看到了陈乔乔，连忙示意后面的人呼啦啦全都跪下了。好了好了，都见过了，大家快起来。那老人却怎么也不肯起来，只跪着诉说陈乔乔的大恩。后面的妇人孩子一边跪着，一边往陈乔乔的身边爬，拽着陈乔乔的手不松开，一边突声。来拜见的人群里有2个50多岁的老婆子突然用力的去拽陈乔乔，一个孩童的怀里竟然掏出一把匕首来。谢念眼疾手快，一脚踢了过去，匕首飞到了一旁。上，快杀了他！那些难民不要命一般的扑向陈乔乔，不少人手里都拿着刀。陈乔乔也不是毫无抵抗力，一口咬在抓在他的婆子手腕上，那婆子疼得松了手。陈乔乔趁机后退，村里人也反应过来了，呼喊着去拉扯那群人。快来人呐，救人呐，把这些混账抓起来，快！院子里，陈乔良和柱子也都冲了出来。陈乔乔被谢念拉着往谢家的方向去，村里人七手八脚的把人都控制了起来。村里有几个人还被那些人划伤了，把人都带走，穿山铁牛，你们去报官，快去！另外一边，谢念带着陈乔乔还没有进谢家的院子，一旁的矮墙角突然冲出了7、8个汉子，手里的大刀明晃晃的。糟糕！谢念呵斥了一声，赶忙把陈乔乔推到了院子里，迎上那几人。来人啊！救命啊！救命！陈乔良本来是要来谢家，一听到陈乔乔的声音，恨不得马上赶过来。后面的柱子拉住了人，先拿东西，那些人肯定有刀，快！2个人就近拿了家里的锄头、镰刀，也不管其他，就朝着谢家院子冲了过去。那些人特别阴狠，一把把的不知道什么药朝着谢念和陈乔乔扔。陈乔良和柱子上前，被一个汉子2刀就砍断了锄头。谢念抢了把刀冲了上去，一刀劈开一个汉子的胸膛，可那汉子仿佛不曾受伤一般，倒了还死命地抱着谢念的腿不松开。兄弟们，杀了那个小贱人！剩下的几人逐渐向陈乔乔靠拢，等待多时的李庆年疯疯癫癫，眼里满是杀意的冲了出来。各位大哥，就是这个小贱人，按住他！姐！姚美虽然练了些武功，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人拿着刀，虽然害怕，还是冲了上去。乔美咬了咬牙，也冲了过去。2个孩子护到了陈乔乔前面，快跑啊！陈乔乔怎么可能跑？他把2个孩子护到身后，一直往后退。快杀了他！杀了他！陈乔乔看着头顶的大刀，吓得闭上了眼睛。嗖嗖嗖！姚美、乔梅的尖叫声中，扑通扑通的声音传来。乔乔，是我！陈乔乔睁开了眼睛，倒入眼底的是一张布满焦急、担忧，又因为长途奔波有些憔悴的脸。把这些人都捆起来，死的活的都放到一处。哎呦，乔乔，你没事吧？这帮恶魔，
这怎么会这样？谁都没有想到，刚才那些老人孩子都是虚晃一枪，这真正厉害的在后面呢。我没事，快看看谢念，他的眼睛。贱人，你个贱人！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个王八蛋！陈乔良冲过去，对着李青年的腹部就是一脚。刚才他差点失去了一个妹妹。你家人死了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是你们自己造孽，是你们没有人性，你们李家人都是畜生，都是。李青年被打得疼得龇牙咧嘴，还在笑。别人怎么样关他什么事儿？他只知道他家破人亡，被毁了。陈乔良打完，柱子又是一顿打。然后是陈老二，最后是顾玄之，吓得旁边的几个汉子是哆哆嗦嗦的。那啥，给俺们包扎一下呀！众人一听这个气呀，还想要包扎，活该！嗖的一声，一剑过去，那汉子再也无法开口了。还有人需要帮忙吗？剩下的6个汉子齐齐摇头。另外一边，老村医给谢念处理了眼睛，谢念的眼睛被伤到了，看东西都模糊得很，怕是要服药几日才能好。还好，你要是不来，我这条小命你怕是见不到了。报国给我传了口信，我立马就下山了。村里有几个人受了伤的，陈乔乔出了银子，都送到老村医的家里去了。陈正安忙得脚不沾地，除了陈乔乔家里，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有车，呼呼啦啦一大堆人。那些罪人除了小孩子，其他人就只能走着。车上坐满了村里人，他们都受了伤，还是证人，不能不去。山里的事怎么样了？想到山里的事情，顾玄之有些哭笑不得。京城里，皇帝知道了真相，把永王召进了皇宫，也没说老爷山的事情，只说自己病了，让永王代理朝政。永王一开始吓得魂飞魄散，可龙景帝也是铁了心了，必定要永王来代理这个朝政。朝廷里不少官员怎么劝都劝不住，永王最后看实在是拗不过龙景帝，只得答应了，每日战战兢兢地处理朝政。一切尽在掌握中，山里的事可不用你操心，你还是过好你自己吧。一到镇子上开始，陈乔乔就让村里人敲锣打鼓，又有不少乞丐帮着吆喝。一路下来，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些人受命李家村李庆年指使刺杀惠县主。连同刚在后面安抚好小妾郝娇娇，就急匆匆地来到了县衙。再不出来，明渊谷怕是要被敲烂了。惠县主啊，这怎么这么多人呢？这是怎么了？大人，咱们通州的治安真是令人堪忧啊！本县主人在家中，竟然遭了刺客。大胆！什么人竟然敢刺杀县主？正安说：“把人都押上来吧。”村里几个人和顾玄之的人把那20-30个人押了进来，大堂瞬间变得拥挤。这么多刺客，那小孩也是。陈正安把今日碰到这群老弱，然后他们拿刀刺陈乔乔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大人，村里不少人都被打伤了，我们可都是本本分分务农的，何时得罪了这些人，还望大人明断呢？大胆！这可是朝廷五品有封号的县主，谁给你们的狗胆，竟然刺杀县主大人？大人呐，小人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呀，小人们都是那人伢子手里的奴才，前些日子有人把我们的卖身契拿了，把我们的儿子孙子都带走了。是啊，大人，俺们也没有办法呀，俺们要是不去刺杀惠县主，那些人就要杀了俺们的儿子孙子，让俺们绝后啊！小的们以前都是好人家的，哪敢做这杀人的事啊？都是被逼迫的呀！来人，去传那人伢子问话，都别哭了，再影响本官办案，赏你们一顿板子。妇人连忙捂住小孩子的嘴，生怕惹怒了知县老爷。人伢子倒是承认这些人确实是他手里卖出去的，买人的是个女子。陈正安立马描述了王小琴的长相，人伢子点头，买人的确实是王小琴。可王小琴去了哪里呢？李庆年不肯说，知县老爷一发狠，对他用了刑，可疼得越厉害，李庆年越是狂笑不止，简直就是个疯子。最后还是那几个汉子有人挺不住了，报了个地方。王小琴是被抬进来的，她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衣服也被扯得碎成了片。王小琴，你可曾和人伢子买了这些人？不是我，是他，是这个恶魔，都是他干的，他杀了人，他杀了好多的人。他都杀了谁？从王小琴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所有人才知道了真相。堂外的百姓听得目瞪口呆，这个李庆年简直就是个疯子。李家的案子明明是陈小妮所为，陈小妮又是被李家所逼迫。陈乔乔早就从陈家分了出来，
竟然还能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所有姓陈的人都该死！来人，把他带下去，择日问斩。其他人也都带到大牢里，等候发落。这件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炸鸡店的生意被影响的近些日子都没什么收入，如今可算是有些恢复了。顾玄之又苦哈哈地回到了山里，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的舍不得陈乔乔这个俊俏的小村姑。陈乔乔已经15了，能说清了。京城里永王正在出宫，这一上午他已经拉了7、8次了，整个人都虚弱的瘦了一大圈。安公公，这不成了，今日的奏折实在是看不了了。永王的脸色十分难看，竟然有人敢在皇帝的饮食里面下毒，这还了得？殿下，有几封奏折已经压了有些日子了，今日再不批复，怕是百国要坐不住了呀。永王崩溃，他这才代理国事不到2个月，先后遭了3场刺杀，5次投毒，他简直是不想活了。安公公，皇兄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的肚子，快传太医！安公公捂着鼻子后退了2步，有些不忍直视。殿下啊，陛下的身子还要将养些时日呢，您忍忍，太医院眼线众多，要是您这被投毒的消息放出去，只怕被各国使臣轻视啊，您再忍忍吧。啊！永王疼得直冒汗，这跟他想的不一样啊，他是要当皇帝，可不是这样的皇帝呀。奏折批不完，日日是吃不好睡不好，他批示的不好还要被宰相等人驳回，早朝上不完，根本上不完，屁大点事也要等他裁决。还有那言官是怎么回事？他只不过是昨日早睡了些，竟然也要被骂，饭菜吃不下，怎么从来都没有人告诉他，做皇帝竟然吃什么也不能自己说了算，每日吃的那叫一个清淡，肉还不让多吃，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吵架吵不完，根本吵不完，今日礼部和户部吵，昨日刑部和工部吵，前日宰相和首辅吵，吵得他差点没骂娘。要钱，南方灾情要钱，西北打仗要钱，工部要钱，礼部也要钱，他头发都掉了一大把了也没钱呀。当了1个月的皇帝，自己贴了好几万两银子了呀，再这样下去，他造反的银子都要搭进去了呀，真是躲不过的刺杀。这一次是个小宫女，第2次是个小太监，他每日胆战心惊，操着百姓的心，吃着猪都不吃的饭菜，还要被那些外国的间谍投毒。这一刻永王后悔了。皇家别院，龙景帝吃着葡萄，喝着茶水，听着小曲儿，好不快活。活该，让他惦记老子的位置，让他好好尝尝这滋味吧。一旁的小太监擦了擦汗，哪来的那么多刺客投毒，还不都是皇帝给永王安排的？还说什么永王真要是那块料，应该能敏锐的发现才是呀。江涛带着老邢来京城有一段时间了，2人在京城暗访了一段时日，情况与江涛想的有些出入。他本以为龙景帝不是什么好官，一定惹得天怒人怨，却不曾想大部分安居乐业的竟对现在的日子有些满意。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2人才选择去拜见永王。可这一到了永王府才知道，皇上竟然身体欠佳去了别院，永王一人代理朝政。这反是造还是不造？怎么造？造谁的反呢？2人只得在京城里找个地方住下，看永王之后打算。另外一边，朝堂上的消息也偶有传出，永王被刺杀投毒的消息虽然大部分都瞒住了，可小道消息还是瞒不住的。之后又传出了永王因早朝迟了被言官大骂的消息，永王因为吃食被言官苦口婆心劝导的消息，后更有永王因为身体无法及时批奏折，只得让龙景帝的几个儿子自己的皇侄代为批阅。老邢啊，江涛心里苦涩难忍，永王怕真不是那块料呀。我不甘心呐！不甘心又如何？他不争气，我们有什么法子？可是我们怎么办？山里的人怎么办呢？哼，怕是皇上早就知道了山里的事儿，才来了这么一出，让永王自己放弃。老邢啊，帝王之心难料啊！我们不是输给了永王，是输给了咱们这位陛下呀！这心计，这气魄，敢这样直接把位子让给永王去了别院，你说他是压根儿没瞧得上永王，还是他真的就有把握我们成不了事儿？老陈家，陈老三坐立不安，陆云涛已经派人来催了几次，可李老太就是不放他走。二哥，你劝劝娘，我日日在这里怎么读书啊？家里也没人饶你，我们都是在这里从小长到大的，你怎么就看不进去书，非得到县城去？有了那云桃姑娘陪着，
就成了。二哥，你这是什么话？云桃可是你以后的弟妹，我也不是那种人呐，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嘿，弟妹，你看娘答不答应吧？镇子里王家，王秀云的娘哭的眼睛都要瞎了。娘，咱们家有这么多钱，您怕什么呀？那么个贱男人，我都不难受。您可别哭了，我都还想放2串鞭炮呢。秀云娘被王秀云这话说的差点没噎着，这闺女实在是太不懂事了，没有男人可怎么成呀？娘，你也劝慰劝慰爹，我这个当事人都不难受，您二老可别跟着上火了。我们王家这日子以后只会越来越好。您二老要是实在想要个儿子，就从哪个家里日子过不去的族叔家里给我过继个弟弟，但是这人要我来选，我可是怕了这白眼狼了。说完，不等他娘反应过来，王秀云就出了门。王秀云来的时候，就看到一辆辆车从陈家村往外拉东西。陈家村不少人都认识王秀云，看到他又来到了陈家村，不免指指点点。三叔，三婶来了。三婶？云桃来了？不是，是秀云三婶来了。她来干什么？莫不是后悔了？我陈老三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和离书都签了，现在想起他的好来了。陈老三冷笑，要是王秀云跟他诚心道歉，给他个妾的位置，念在他养育了2个孩子的面子上。可是等了半晌，王秀云也没有来陈家。乔平，你不是说你三婶来了吗？人呢？三叔，我确实看到了，可能不是来咱们家。王秀云可不知道陈老三的花花肠子，他这次是来找陈乔乔的。三婶儿，您这是？不要叫我三婶了，我比你大，你叫我一声秀云姑姑就成。婶子变姑姑了，您有什么事儿直说吧。说实话，我和您也没什么交集，虽然您是我们三婶儿，但是您对我们也不咋地啊。乔乔，当初是我不对，但是我也要顾着自己的小家。你亲三叔二叔都对你们那样，何况我姓王的，如果你们姓王，我可能要管上一管，可是你们姓陈，您来就是说这些？自然不是为了说这些，我这次来是想着之前听老二说你们这里想招一个大管家，我想试试。王秀云还真敢想，他的大管家那可是要统管全家，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这个有些自私的前三婶儿，谁知道他哪天会不会恋爱脑，把他们卖给陈老三。秀云姑姑，您这想法咱们这个关系，我知道你信不过我，不过我王秀云也是有些本事的，我从小在家管账，王家店里的大小事务我都清楚。乔良憨厚，乔生几个还小，你是个心里有主意，可懒得管这些杂事的，而我喜欢管这些。陈乔乔家里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曹掌柜走了之后，这一摊子就没人管了，又是养鸡场又是木工房的。如果你对我不放心，可以提一些条件，总有让人放心的法子。人与人之间，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放下的，何况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恩怨。陈乔乔感觉自己快要被说动了。乔乔，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这世上路有千万条，可咱们女子能走的路却少之又少，你这里算是一条。说句实话，我也是别无选择。如果你怕我有问题，可以找人监督我，或者签保密契约都成。您让我考虑考虑，您这太突然了。惠县主，我是真心的。您放心，我肯定好好考虑这件事。您自己也回去考虑一下，我这里的事情非常繁杂，很多男子都不一定能胜任。如果接手了我这里管事的位置，日后肯定有的忙。王秀云听到这话，眼睛一亮，陈乔乔肯这么说，那就是给他机会了。好，明日我再来。陈乔乔送王秀云出门，刚一推开门，就看到了恶心人的陈老三。王秀云，你来干嘛？陈老三，我们已经和离了，我到哪里要和你说吗？愚蠢的妇人，如果你有什么事找我，就当面和我说，我们自家的事莫要同别人讲。陈老三，我可是跟了你几年了，能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娘有必要挽回你不成？陈老三被这话说得极其没面子，指着王秀云。别用你那狗爪子指着我，我王秀云就算要饭也要不到你陈老三的门前。好啊，好你个王秀云，你的话我记住了，别后悔。陈老三气哄哄地走了。呸，狗男人，老娘看着都恶心，真是瞎了眼了上辈子。陈老三回去也气得不行，说什么都要回到镇子上去。李老太拦不住，但是也有条件，人走可以，把家分了。你现在攀上了好人家，你是秀才，每年又有官府给的粮食衣服，家里的东西就都给老二了，以后我也不用你管。陈老三现在不缺银子，家里这点东西他也看不上。娘，都按您说的，家里的房子和地都归老二，以后儿子还是您儿子，给您养老。
这个您不必担心，儿子不是忘恩负义的。哎呦，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天天围着那个什么小狐狸精转，考得上吗？王鸭蛋这话一出，连李老太都不乐意了。闭上你的乌鸦嘴！下晌，陈老三就急匆匆的回了镇子。李老太这次也不拖沓了，直接让陈老三写了分家文书，送到了陈正安处，让陈正安做个见证。第二日，王秀云早早的就来了。陈乔乔昨夜也想了不少。秀云姑姑，你想好了？我想好了，做惠县主府里的管事。那好，我和您说下需要做的有哪些。陈乔乔带着王秀云看了养鸡场，又参观了木工房和木工房旁边的绘画房。我还有3家炸鸡店，镇子上和县城各有一座宅院和铺子。铺子租了出去，除去这些，曹掌柜和小福叔去了京城，他们在京城的产业也有咱们的分红。王秀云心里惊讶，她没想到陈乔乔竟然有这么多资产。您要做的是把我所有的产业都管理好，至于要雇几个人，都要做什么，那是您的事儿，我一概不管。给您5两银子的工钱，如果做得好，年底会有额外的银子。王秀云家的铺子需要一家人打理，一年也就是30-40两的收入。成，这个活我可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大家都认识的秀云姑姑，以后她将是我所有名下产业的管事。秀云姑姑的命令就是我的意思，希望大家都能配合。大家都打量着王秀云，这王秀云不是陈老三媳妇儿吗？和离后竟然来陈乔乔这做管事了。之后还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做好生意才是，做得好了自然有银子拿。我王秀云从前是别人的媳妇儿，别人的娘，如今我不是了，我是惠县主的管事。这一天，整个村子就都知道了王秀云要到陈乔乔工房做管事的消息了。这王秀云真能折腾呀，前脚和离，后脚就出来晃悠，这一点也不伤心。这你说不尴尬吗？从前他可是乔乔婶子呢，如今竟要指望着人家给工钱过日子，还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没钱才尴尬呢，不出来怎么着？躲家里哭不成？我挺佩服秀云的。就是不靠男人自己赚钱，是个有本事的。又过几日，王秀云带来了个50岁上下的男子。乔乔，咱们这产业这么多，必须要有个账房先生。王秀云十分干练，陈乔乔没得说，掏钱。就在此时，一行人出现在了陈家村口。惠县主，多日不见呢。怎么，帮主大人，什么风把您吹到陈家村来了？这不是你之前拜托我打听王老太爷家那事儿吗？陈乔乔一皱眉，之前苗家村那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害死了王老太爷一家，被官府抓了，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按理说早该问斩了，不知为何一直没个说法。怎么说？苗家村那伙人除了他们那个老村正在监狱里面畏罪自杀了，其他人打了板子都回了苗家村了。什么？郑知府怎么会？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的人去了苗家村，苗家村那些人确实回去了，不过那村子本来也小，没多少人。辛苦你了，这事我知道了。等人一走，陈乔乔就喊了圆圆去找谢念。苗家村那帮畜生竟然都放了，他们犯的可是杀人的罪。所以你和我去一趟冀州，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去喊我二哥套车，我们这就走。夜里才到冀州，找了个客栈落脚。第二日一早，陈乔乔递了拜帖给张选。张大人，多日不见，神采依旧啊。惠县主，老夫知道您是为何而来，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张大人，我确实是好奇，这事儿怎么会这样？在他的心里，张选可以称得上是好官了，不应该有差错才是。也是怪我，这灾情过后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多，就想着那些人也是压着，晚些处理就是了。可谁曾想，京城派来了2位钦差，那2位大人里有一位大人姓纪。纪宝珠，这位纪大人不知为何对惠县主似乎很是有些兴趣，打听了不少惠县主的事，可不知为何突然提到苗家村的案子。张选顿了顿，这事儿他也万般不解。纪大人亲自去见了苗家村的人，结果没2日，苗家村的人纷纷喊冤，说他们对王老太爷的事情都不知情，都是村正一家人所为。那村正也改了之前的口供，说是自己鬼迷心窍，和村里人无关。陈乔乔冷笑，这不是忽悠傻子吗？那么多人呢。最后只得把他们放了。堂堂朝廷命官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正在这时，小厮来报，纪大人听闻惠县主来了，特来一睹风采。老张啊，听说惠县主来了，本钦差一直好奇惠县主，这次可算是有机会见到了。陈乔乔坐在那里，连动都没动，打量着满脑肥肠的纪钦差。惠县主好大的架子呀，见到本官竟不行礼。不好意思，纪大人，我就是个乡野村姑，不懂这些，要不纪大人教教我怎么行礼？纪大人，
惠县主还小，您大人有大量。本官自然不会和一个乡野村姑计较。那本村姑可要和季大人计较计较了。我老太爷的案子你判的。一旁站着的谢念挺了挺腰，气势不能输。本官断的，怎么有意见？有意见可以说吗？你说便是。我家老太爷一家被苗家村人害死，季大人您不知者无罪，可好歹是个钦差呢，怎么能听那点小人胡言乱语几句就改判了？您季家呀，可当真是有银钱啊！我季家世代清廉，休得胡说。看季大人这身材，本县主想来季大人一定是吃得好喝得好，家里怎么会缺银子呢？哼，你说案子就说案子，说本官做什么？说案子成，这案子原告不服要上告，张大人您接不接？不接我们就进京告御状了。还要进京，这刑也太少了。放肆！本钦差有那苗家村人的口供，他们是被冤枉的。你一个小小的五品县主，在京城连个屁都不如。不如您。您看您这一说话，满嘴的屁味，这牙尖嘴利的妇人，这断案竟然不需要原告在场，季大人真是好本事啊！他们要是说我偷了他们的银子，季大人此刻是不是要抓本县主去牢里？本官是钦差，本官断案自有本官的手段，你若不服，大可去京城告御状。张大人，借你家府上师爷一用。张选自无有不可，这个季承光实在是欺人太甚。罗师爷，我念您写。罗师爷见了陈乔乔，心里激动。当初要不是陈乔乔他们，冀州怕是要完了。陈家村五品惠县主状告苗家村伤人害命，因一己之私害死大善人王老太爷一家。钦差季大人对此案颇有微词，且建议小女进京告御状。钦差大人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此案极其复杂且骇人听闻。承蒙天恩，小女身为县主，王老太爷求告无门，小女只能听从钦差大人的建议来京告状。告就好了。哼！气得季承光拂袖而去。我们真要去京城？怎么怕了？你都不怕，我怕什么？我陪你去就是了。当天晚上，陈乔乔一行人就回了陈家村，王老太爷已经在村口等着了。王老太爷，那件案子你不必担心，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春喜还想问什么，被王老太爷打断了。日日无事，等又何妨？不碍事，不碍事。说完，王老太爷转身出了门。玉色高悬，春风略寒。一人一刀迎着月色，不急不缓地行于乡间小路。一户人家，夫妻二人睡得正香，一刀下去，冒着热气的脸溅了旁边熟睡之人一脸。那人惊醒，还没反应过来，寒光一闪，再无半点声响。哪里住的什么人，王老太爷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一户、两户、三户。杀人了！一嗓子下去，惊动了整个村子，10来个汉子围了上来。是王老太爷，快杀了他！谁杀谁还不一定呢。一把大刀被王老太爷耍的是虎虎生风。这一段时日，他日日早上都要练上半个时辰，虽不及年轻时的威风，对付这帮杂种怎么也够了。老太爷毕竟年岁大了，坚持了1刻钟，体力逐渐不支。你这老头儿，村人都赔了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俺们那也是饿得没办法了，不然怎么会？老子一生光明磊落，竟被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害了一家人的性命，老子多杀一个就赚一个！王老太爷大喝一声，又冲了出去，一个妇人躲闪不及，横尸当场。快杀了他，杀了他，不然咱们都得死！苗家村的人也杀红了眼，这老头是要把他们全部灭口啊！突然，不知道哪里传来了鸡叫。紧接着，一只健硕的公鸡朝着一个攻向老太爷的汉子扑腾了过去，汉子躲闪不及，被公鸡抓了一脸的伤。鸡大爷，一人一鸡极有默契，鸡大爷朝着那些人的面门扑腾，王老太爷在后面补刀。哀嚎声、求饶声此起彼伏，整个苗家村一夜过后，只剩下了一人一鸡。春喜是第一个发现王老太爷不见的。老太爷不见了，这可咋办呢？乔乔，苗家村会不会是王老太爷知道了什么？大哥快去苗家村！陈正安也带着人一起赶往了苗家村。陈乔乔带着谢念坐着陈乔良的车先走的。大白天的苗家村却异常的安静，他们到了村口也不见一个人。二妹别着急，这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应该是没事的，说不定王老太爷只是去了别处。
不对，一个村子人再少，大早上的也不该这么安静才对。况且要春耕了，总要忙碌些的。三人朝着村里走，看到有2户人家家门都开着，却不见人，喊了2嗓子也没人出来。死人了！死人了！死了2个，一男一女，都是一刀毙命。走，直接去王老太爷家里。陈乔乔几人刚一走近，就看到了一人一鸡靠在废墟旁边，风烛残年的老人怀里抱着一只大公鸡，旁边是血迹已干的大刀。老太爷！老人听到了声音，缓缓睁开了双眼。天亮了，你们来了。半晌好吗？都被你们扰了。唉，先回陈家村。大哥，背起老太爷。不必了，直接报官吧。我不回去了。老太爷，您和我们回去吧，有事咱们回去再说。傻小子，我回去了，你们可都成了包庇杀人犯了呀！老太爷满是褶皱，还在颤抖的手轻轻摸了摸陈乔良的头。陈乔良平常话不多，对他也没有什么花言巧语，可却从来没有嫌弃过他，每每有好吃的都想着他。没事的，我二妹最有主意了，她是县主，她什么都行的。谢念四处查看了一番，心里也不禁佩服起这个老人来。全村除了几个孩子，所有人一个活口都没有。老太爷，我大哥说的对，您跟我们回去吧。太爷知道你们的小心，可是太爷年纪大了，太爷的亲人都走了，午夜梦回，我那小孙儿总是一声声的唤我，那种孤寂和煎熬，你们是不会懂的。如今大仇得报，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老爷，你怎么？春喜，以后你就好好跟着乔乔一家吧。我那些家底就麻烦乔乔丫头你了。陈乔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嗓子里堵得难受。老爷，您的大恩大德，春喜来世再报。一缕阳光照到了老人的脸上，老人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怀里的大公鸡安安静静的，只那么窝在老人怀里。张选听到这个消息，哭坐了半晌，要不是他，是不是结局就不会如此啊？那个老头果然不是好东西，竟然敢干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张知府，那老头可有什么同党？你身为冀州父母官，当好好严查才是。严查你妈个头！你个飞头大耳的王八蛋，人头猪脑的东西！你以为这是你家呢？陈乔乔刚到府衙门口，就听到这个狗官在放屁，再也顾不上形象，上去就是一脚，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谢念暗中扔了个石头，要不然这肥头大耳的东西，陈乔乔还真打不过。放肆！不管，快来人呐！外面都是张选的人，全当没看见此事。反了！张知府，你放肆！哎呀，县主，别动手啊，别打了！圆圆说着劝着陈乔乔的话，一脚一脚的踹着狗官的腰。陈乔乔打了半天，可算是心里痛快了一些。哎呦，戚大人，你这怎么摔倒了呀？快赶紧扶起来！你敢殴打朝廷命官，你不想活了你！哎呀，季大人，你这是怎么了？摔到脑子了不成？本县主才刚刚进门，这张大人，您可得为本县主作证啊！季大人，下次还是小心为好啊！好一个冀州，好一个惠县主，本官这就会听。顾不得身上的疼痛，疾步走了出去。这事我自会处理，不会让张大人跟着烦心的。这是什么话？季承光这个狗官，本官也想参他一本。张选的心里也是十分困顿，一方面想要多谢朝廷的救济，不想得罪这2个钦差，可另外一方面是人命，是帮了冀州百姓的惠县主。大人的苦衷我都知道，您放心就是。乔乔今日来只是来见一见季大人，既然季大人要回京了，我就不叨扰大人了。说完，陈乔乔笑意盈盈地带着圆圆和谢念出了府衙。第2日，季承光果然打算启程返京。陈乔乔被谢念扶着，红着一双眼睛，带着2大车东西匆匆而来。季大人，昨日是小女子无礼，还望季大人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不要跟小女子一般计较。哼，如今知道怕了啊！本官只是小小的钦差，当不起惠县主的赔礼。季大人，小小心意，还望您笑纳，这可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季承光还有什么不懂的？这个小贱人还以为有多厉害，
他季晨光可不缺这点东西。不过这送上门来的把柄，他就笑纳了。陈乔家等人刚把王老太爷安葬好，春喜仔仔细细地把周围清扫干净。姬大爷这几日不吃不喝，一路被妖妹抱到了王老太爷的坟前。没良心的东西，你不是跟着我的吗？听到陈乔家的声音，姬大爷勉强抬起了头，用嘴在陈乔家的手里啄了啄，又趴了下去。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你就陪着老太爷吧，下辈子你也能同他在一处。妖妹哭得最伤心，姬大爷不肯回去了，王老太爷也走了。陈乔乔得罪了钦差大人的事情传遍了州府各处。严童听着手下人说完，忍不住抚掌大笑。乡野村妇真以为自己了不得了，连季大人都敢得罪，无知的东西，看看这回他还怎么翻身。陈乔乔回了陈家村，刚一到家就看到了坐在院子里喝茶的顾玄之。你怎么会在这里？山里的事就要结束了，想和你说说话。这就结束了？也没见打打杀杀呀。陈乔乔皱着眉，那些反贼不造反了，姜师爷和那老邢又去了哪里？我们出去走走吧。两个人来到了村外的小路上。京城那边永王已经放弃了造反的想法，顾玄之真是没有办法说这位王爷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叶公好龙嘛，费了10几年的力气要造反，可真当皇位给了他的时候，他又撂挑子不想干了。那这些人要怎么处理？顾玄之也正在头疼此事。山里大概有3万多士兵，还有几千劳力和奴隶。那些人其实可以打散了分配到各处的守军去，这样他们想闹事自然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这个办法不错，不过这事还有些复杂。之前骗村里粮食的事就是他们做下的，他们这些年还拐带了一些人口，要怎么处罚还是上面说了算。陈乔乔不置可否，只要别影响到陈家村，他也懒得问一句。我会回来的，你等我。等你做什么？陈乔乔轻笑，心里高兴的飞起。这么好看的小哥哥，他惦记很久了。等我娶你。又过了一天，钦差回京，半路遇到强盗，被杀了的消息才传回冀州。张选收到消息，惊得半晌。大人，确实是一伙强盗所为。那伙强盗在深山里做了多起案子，朝廷甚是头疼。季大人实在是太倒霉了。张选个老狐狸，还是觉得这事太凑巧了。他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可却也没有证据。本来还等着看陈乔家倒霉的人全都懵了，这么大个雷竟然死在了半路上，实在是可惜。京城里永王看奏折看得头疼欲裂，这个季承光是他的人，这次也是他特意安插出去渡京的，没想到竟然把人给渡死了。强盗如此嚣张，速速派人前去剿匪。殿下，各地灾情不断，赈灾的粮食尚且不足，如何有银两剿匪呀？你们户部日日都没银子，连朝廷命官都敢劫杀，难道还要姑息不成？何大人何出此言？我们户部日日筹谋，可这些银钱也不是变出来的。何大人这么有本事，何大人前去剿匪就是了。只要你们粮草备足，本官现在就去。何大人还是算了吧，前些日子御史刘大人参了何大人喝花酒的事儿，怕是何大人如今腿还是软的呢。你再说一遍！闭嘴！都给本王闭嘴！这是你们吵架的地方吗？这皇帝爱谁做谁做吧，他是一点都没有心思做了。龙景帝手里也拿着密折，眉头皱得有些深。调查清楚季大人在冀州为何会与惠县主发生口角，另外仔细查探季承光是否真的遇到了强盗，朝廷命官被杀，这可不是儿戏。这些匪徒如此嚣张，是该收拾了。永王再也受不了了，一路哭哭啼啼的去了别院。庆泽，你可有其他话要对朕说？永王的哭声戛然而止，周围安静的可怕。他知道了，那件事他都知道了。皇兄，他本以为皇帝一无所知，那些人慢慢收编遣散就是了，可没想到皇帝竟然全都知道。庆泽，皇位只有一个，我们虽是兄弟，可性情却大不相同。皇位不是一匹马一块玉，你喜欢皇兄就让了你，这是千千万万百姓的身家性命，是我们卫氏整个家族几万人的生死大事。永王握紧了拳头，跪在地上泣不成声。他确实向往权力，想要那种掌握一切的快感，可他却处理不来那些冗杂的奏折和无数烦心扰人的朝政。庆泽，
如果你不想做个闲散王爷，你领个文职；如果你想带兵，就给你个将军做，前提是你真的能做。皇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龙景帝扶起了魏长泽，也有些头疼。一回头，突然看到桌子上蔡翔送来的关于地下水的论证文章，眼睛忽然一亮。永王魏长泽不思祖宗艰辛，日日流连烟花柳舍，实不配为我魏氏子孙。然念其有悔改之意，遣其尝尽民间疾苦。永王一愣，这是什么意思啊？自己被贬为庶民了？我操！皇兄，你也太狠了吧！刚才还是兄弟呢。安童，把永王府封了，永王一家即刻送往冀州陈家村。这是要当着自己的面把那些造反的人都杀了，杀鸡儆猴。永王妃带着一双儿女，拿着个小包裹在风中凌乱，下人只允许带了2个丫鬟和小厮，一家人第2日就被带上了前往冀州的马车。陈乔乔还没有来得及从顾玄之回京的悲痛消息中缓过神来，就被一封快马送到了陈家村的御笔亲书，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永王造反那个，和别人说是我的二舅，帮皇帝管教这个弟弟。陈乔乔久久望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这是造的什么孽呀？自家那几个小的他都要管不了了，又要多个30多岁的好大儿。永王一家拿着小包袱站在陈家村村口，2个小厮和2个小丫鬟跟在后面，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王爷这是被贬了？这几天里，陈乔乔已经想好了说辞，就说这魏长泽一家是江涛的奇葩亲戚，在老家惹了事儿出来避难的。江涛特意送到陈家村来，拜托给陈乔乔一家。二舅母这边。永王一家打量着村口的小姑娘，后面还跟着2个傻笑的少年，怎么看都像3个傻子。惠县主，舅母不必客气，叫我乔乔就好。这是舅母家的弟弟妹妹吧？一路上辛苦了，快随我回家吧。陈乔乔带着二舅一家4口人介绍着村里。二舅看，这是村里的牛。二舅母，这是我们村里新修的路。永王的女儿14岁的朝阳郡主和16岁的儿子魏晨，更是看都懒得看陈乔乔一眼。这刘子嫣时不时的搭上一句，让陈乔乔显得不那么尴尬。拽什么拽？造反不成，被发配到我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跟姑奶奶拽，强龙不压地头蛇，不懂吗？晚饭的时候，所有人大眼瞪小眼。陈乔梁是大哥，站起来对他们表示了欢迎。陈乔生和央妹还有乔梅也颇有主人的气度，让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哼，就这种饭菜。魏晨一句话没说，气氛有些尴尬。永王抱着肩膀，一副看戏的模样，好似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刘子嫣有些尴尬，刚要开口，啪的一声把众人吓了一跳。二舅一家怎的这么没礼貌？我弟弟妹妹和你们打招呼，你们不知道回礼？大胆！你永王刚要发飙，被一旁的王妃拽了一下。圣旨上可是说了，惠县主说他们能回京了，他们才能回去。乔乔，实在是2个孩子坐了一路的车，有些水土不服。朝阳、陈哥，母亲在家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怎可如此无礼？在下魏晨，叨扰了。我有些不舒服，母亲，我先回去了。他实在是拉不下脸来和这些土包子相处，找了个借口出去了。不爱吃就不吃，没得浪费。圆圆，你叫芳芳还有谢念，咱们一起吃。爱吃不吃，到了他的地方，是龙也得盘着，他管他们什么皇亲国戚。魏晨也吃不下去了，推说赶路太累没胃口也走了。这可是咱们家，他们不爱待，就让他们走就是了。咱们都听二姐的。房间里，魏朝阳肚子咕噜咕噜的叫的难受。你去给我拿些吃的来。小姐，好像没有吃的了。什么没有吃的了？你现在就去厨房找，没有就现做。好在厨房没有上锁，丫头在里面翻翻找找，找到了一袋子白面。此时魏晨的小厮竟也来了厨房。好姑娘，做2碗吧，我们少爷也饿着呢。丫头叹了口气，只希望这2个主子快些消停点吧。2碗热气腾腾的清汤面做好了，那丫鬟还打了2个鸡蛋。哎呦，我的老腰啊，不行了，今天赶紧找人盖个行宫。魏庆泽睡了一夜，腰都要断了。王爷，莫要说笑了，我们身上只有几10两银子了。娘，这个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来了，我们赶紧回京嘛！我求求黄伯父，黄伯父肯定会原谅我们的。魏朝阳要疯了，这一大早上，这院子里是鸡飞狗跳。朝阳，你懂事些，
我们如今的处境怎么回得去啊？是的，猪屎一样，睡得那么硬。娘，我不要在这里。行了，别和你娘哭了，爹想想办法。魏晨起床也是一脸的不爽，他在京城哪天不是日上3竿才起来？早饭是包子，素馅和肉馅的都有，还有粥和咸鸡蛋。因为有魏家人在，春喜又炒了4个菜，加上2个拌菜，也算是丰盛了。陈乔亮一家吃得欢快。你们就是这样招待我们的？就包子？这的魏家妹妹，这已经是他们村最好的伙食了。爱吃不吃，不吃滚蛋！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是来做什么的。二舅，你还当这是从前吗？你这个村姑！惠县主这话就说得过分了，我们是什么身份可不是你说了算。朝阳，走，哥哥带你出去吃。魏晨，你给我站住！刘子嫣一张脸通红，他们一家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娘，妹妹是无辜的，她有什么错？要来陈家村受这种委屈，你们做爹娘的不心疼，我这个做哥哥的心疼。说完，拉着魏朝阳，带着小厮头也不回的走了。魏夫人，我们县主府上的饭菜已经是整个村子里最好的了，实在不是怠慢你们。永王叹了口气，拿起了个包子，味道不错。劳烦县主了，2个孩子不懂事，我日后会多加管教的。县主招待我们已经是尽心尽力了。刘子嫣自然是不知道其他家人吃的是什么，可这饭菜对他们来说实在是算不上招待。魏晨带着魏朝阳出了陈乔家院子，四下望去，整个村子竟然没有一个房子能比得上他们现在住的了。哥，咱们现在去哪儿啊？找个人问问吧。正好村里老大爷遛弯过来。这位大爷，请问这附近哪里有吃饭的地方吗？俺们这是村里，小伙子要是实在饿得不行了，去大爷家里，大爷给你们弄点吃的。小厮一脸尴尬，这老人家，我是说有没有酒楼？我们是外地来的，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这些年轻人呐，吃顿饭而已，还要什么酒楼？真是不会过日子。老大爷瞪了魏晨和魏朝阳一眼，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出村子，到了镇子上就有了。一上午过去了，不见一双儿女，永王有些坐不住了。王爷，陈儿和朝阳这人生地不熟的，这夫人，要不你去问问惠县主，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陈乔笑正在听王秀云汇报生意上的事儿呢。炸鸡店在冀州又新开了2家分店，这些都是王秀云和陈老二一起办的。惠县主，秀云姑姑，这是我二舅母，来这里住一段时间。王秀云对着来人点了点头，把房间让了出来。惠县主，你也知道我们哪里出过京城啊，一双儿女也接受不了，这不闹脾气跑了。可这陈家村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实在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才好。王妃，这里没有外人，我也给您说些心里话。皇上是用心良苦，让永王和您都体验下民间疾苦，以后回了京才能辅佐皇帝做出一番事业来。我也并不是有意为难你们，实在是条件如此。刘子嫣点了点头，这其中的深意他们不是不明白，只是这突然之间的跌下神坛，谁又能马上就适应呢？小姐和少爷我派人一路跟着呢，夫人不必心急，惯子如杀子，只希望夫人还是……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又饿又累的。远远跟在后面的谢报国嘴里叼着个树枝，看着这对废物兄妹和那不知所措的小厮。不到1个时辰的路，这都走了快1天了，竟然还没找到镇子上。哥，我好饿，我们先找地方吃点东西吧。魏晨被魏朝阳馋得不耐烦了，他也1天没吃了，好吧。去找人打听哪里有酒楼。小厮又陪着笑脸问了几个路人，总算找到了镇子上的酒楼。小二，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都上来。客官，好嘞，你们2个人呐，4个菜足够了，我这就让后厨去准备。什么4个？听不懂小爷的话吗？拿手菜都上来。成，那就都给您2位上一份。不到半个时辰，16道菜把桌子摆的是满满当当，也不知道是这菜确实做的还不错，还是2人饿得不行了，竟然觉得这菜比京城最大酒楼做的还要好吃上3分。小二，记永王府账上。魏晨如往日一般习惯性的喊了一嗓子，摸了摸着吃饱的肚子，相当舒服。哎，这位公子，永王府在哪里啊？这您要不还是结账吧？魏晨这才想起来，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京城了。小爷今日没带银子，先记账吧，晚一些专人给你们送过来。2位这穿的也是人模狗样的，怕不是哪个大人家的小姐少爷出来私会吧？你放肆！老板呐，这有人要吃霸王餐了！周围的人一看有热闹可看，饭都不吃了。嘿呦，这小妞长得不错呀，竟然也吃霸王餐。
看着不像啊！你看人家这一身，后面还有小厮呢，肯定是忘记带钱了。这小二啊，得罪人了还不知道呢。掌柜的正在楼上陪严县令吃饭。什么人竟然敢在本店撒野？楼上县太爷正吃饭呢，识相的赶紧给了钱滚蛋！一个县太爷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候楼上又出来一个人，穿得很是体面。这陈老三走了什么狗屎运，还搭上县太爷了，真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呀！掌柜的，既然不给钱，抓起来报官就是了。咱们严青天在此，容不得他们放肆。是，陈三爷，劳烦您出来一趟了。哎，都是小店招待不周，扰了您和县太爷的雅兴，我这就去处理了他们。你这店家，我何止说不给钱了，我只是一会儿把银子给你们送来。这一顿饭也就10几两银子，也值得把他们抓到牢里。既然这位小爷说让人去拿钱，那就去啊！来福，在这看着他们，要是敢跑，就让人打断他们的腿。掌柜的一甩袖子回到了楼上，魏晨没有办法，只得让小厮回去取银子了。可这小厮也不认识路呀，绕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村子了。那叫什么来着？李家村还是王家村？酒楼里吃饱喝足的严童和陈老三有说有笑的下了楼，等了1个多时辰了，也没见人来送银子。那小二话说的是越来越难听，魏晨兄妹何时受过这等气呀？与伙计动起了手来。一旁的谢报国已经喝了2壶茶了，悄悄说了，只要是不闹出人命，就不要管他们。怎么还没完事儿啊？一看就是外地的，咱们本地都知道严大人的威名，怎么敢作奸犯科？严童被这话说得舒坦。来人，捉几个差役把这2人带走。光天化日下竟敢吃霸王餐，我们通川的风气可不能被带坏，不给他们一个教训，真以为本县令是好说话的？谢报国乐了，这2人竟然能把自己作进大牢，他怎么也没想到。回陈家村的路上碰到了快要急哭的小厮，谢安国做了次好人，把人带回了陈家村。陈乔乔也没想到这俩货竟然能把自己作到大牢里，还碰到了倪三叔。随后看王秀云没什么反应，才把陈老三勾搭上县太爷的事情说了一番。我那三叔啊，还真是个吃软饭的料子。这话让旁边的王秀云打算盘的手一顿，随后又若无其事的继续算起账目来。县主，秀云姑姑的女儿来了，在外面吵着找她娘。陈乔乔，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把我娘还给我！是不是你撺掇我爹娘和离的？陈乔蕊，你是没长脑子吗？你爹找了个小妾把你娘气跑的，关我们二姐什么事啊？乔蕊，你别闹了。三婶在这做工呢，每日都有银子拿，你怎么还能骂二姐呢？你还是快些回去吧，等你娘忙完了，自然会去看你。乔梅一边拉着幺妹，一边对陈乔蕊说：陈乔梅，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爹娘都不要你了，你在陈乔乔家里当狗吧你就！啪的一声，随后就是嗖的一脚。陈乔蕊，你再敢说一句，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王秀云皱着眉扶起了陈乔蕊，有心疼还有些责备。乔蕊，没事吧？娘，陈幺妹打我，我好疼，你帮我教训他们。乔乔，给你们添麻烦了，是乔蕊不懂事。娘，我怎么不懂事了？明明是他们说我的。够了，乔蕊，他们是你的妹妹，你怎么能那么说他们呢？快给他们道歉！我不，我凭什么给他们道歉？娘和你爹和离，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乔蕊，你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怨到乔乔身上？而且娘来这里做管事，已经和你和乔栋说过了，你为何还来闹？娘，爹不过是纳了一个妾，你何必和离和爹闹翻呢？咱们终究是一家人呢。云桃他也不是坏人。这些日子，陆云桃日日带着陈乔蕊出去玩，时不时的给陈乔蕊买些衣服首饰，这些都是他以前买不起的。陆云桃还说他是加入这个家的，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可自己的娘不但不管自己和哥哥了，还日日抛头露面，赚的那些银子还不够陆云桃给他买的一个簪子呢。你这是什么话？春喜一把扶住差点摔倒的王秀云，也叹了口气。陈乔蕊，从前我只觉得你有些刁蛮任性，如今才发现你跟你爹一样，是个白眼狼，是非不分。让我想想，那陆云桃给了你什么好处啊？陈乔乔这才发现，陈乔蕊今日这打扮实在是体面，镶金的簪子、玉镯子，就连衣服的面料也不是通川镇这种小地方能有的。陆云桃就是用了这些让你做了叛徒的。你胡说，我没有。你爹这些年吃你娘的用你娘的，你们一家之所以能比二叔家比我们家过得好，靠的是你爹吗？是你那个除了考个秀才功名一无是处的爹？错了，你们靠的是你娘。看着一旁默默流泪的王秀云，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陈乔瑞，你脑子让狗吃了吗？他现在讨好你，还不是为了给你当后娘？等人家自己有了孩子，你是个屁！就你这没长脑子又口无遮拦的性子，你以为谁会喜欢你？乔瑞，你既然觉得你爹那里好，你就好好回去。我在这里很好，已经和离了，我如何过日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和你爹是万万不可能和好了。娘，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以后不许来这里闹事，否则我就没你这个女儿。我早就是，你不要后悔。说完这话，陈乔蕊哭着跑了出去。哎，这一家子这热闹还不少呢。子言，你快来看呐！啊！刘子言真想给他一脚。两个孩子出去一天了，也不知道着急。魏庆泽，你还想着看热闹呢？都什么时候了，你永王没听见，一边继续往外看，边看还嘿嘿的笑。看吧看吧，一会儿热闹就到你家了。二舅二舅母可方便？方便。惠县主可有何事啊？哎呀，二舅二舅母，今日郡主和小王爷一气之下出了门，我这心里实在是不放心，就让谢大哥一路跟着保护他们。谁成想他们，他们怎么了？惠县主，我儿怎么了？随后陈乔乔捂着胸口，几度落泪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一旁的永王一开始还挺乐呵呢，听着听着，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凳子。这帮混账，本王的孩子也敢抓，真是活腻歪了！哎呦，我的脚，这什么凳子？哎呦，疼死老子了！惠县主，这该如何是好？还望您出面，这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苦，给您添麻烦了。我虽然是县主，可也没有实权，怎么可以跟县令父母官相比呢？只是看着风光罢了。不用惠县主操心，本王这就去找他们。二舅，您现在只是我的二舅啊！永王迈出去的小胖腿又缩了回来。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难道就让本王的儿女被他们欺辱不成啊？惠县主，这事儿还是要麻烦你，有什么条件您说，只要我们能办到，肯定办。二舅母，只是你也知道，皇帝陛下一番苦心都是为了永王，可我只是个小小的县主，哪边都得罪不起。你还得罪少了。为了咱们以后能更好的相处了，也为了二舅一家在这边能松快些，我想了几条对咱们都好的办法，您看看啊。陈乔乔拿出了一早就准备好和谐友好相处条例。一、二舅一家在陈家村所有事宜均应与惠县主商量后方可行事。二、二舅一家在陈家村需同其他村民一般，通过劳动来获取钱粮度日。三、小王爷和小郡主需要服从惠县主命令，不可随意闹事发脾气。四、二舅一家在陈家村期间所有额外花销需日后结算。五、惠县主说的都是对的，如有不对，请参照第5条第1句。还要干活？干什么活啊？合着永王就看到干活那一条了。惠县主，我们虽是有过错，可我们不是犯人。二舅母，你们自然不是犯人，可你们既然来了陈家村，总要体验下百姓的生活不是？我也不是要为难您一家，实在是皇命难违啊。刘子言被这话堵的是无话可说，他总不能说陛下的不是。哎呀，子言，现在着急的是救孩子们呢，这牢里哪是人待的地方啊？成，都按他说的做吧。我是王爷，我就不信他真敢让咱们做什么。哎呦呵，您这是将我呢吧？你可闭嘴吧你！最后二人无法，只得同意了陈乔乔所谓的和谐相处条款。惠县主，还是抓紧把朝阳和陈二救出来吧。舅母别急，现在天都黑了，县令大人想必也已经休息了，明日一早我就去。第二天一早，刘子言就拉着永王来到陈乔乔这边。二舅舅母别着急，先吃饭，白日还能比夜里更难过吗？刘子言哪有心思吃饭呀？昨夜他都没怎么睡，一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在那肮脏的牢房里，他怎么睡得着？永王也有些不好受，他从前是王爷，人人都高看他一眼，如今连个小小的县令都敢抓他的儿女了。如果真是自己当初选择了造反，如果失败了，那自己的一双儿女会是什么下场呢？惠县主，二舅我真知道错了，千错万错，是我们夫妻没管教好孩子，孩子不懂事，您大人大量，快把他们救出来吧。日后我们一家在陈家村怎么样，肯定都听惠县主您的。陈老三俨然已经成了县衙的红人，严童没想到这陈老三竟然如此懂事，
又是上好的皮子，又是玉器摆件，样样都得了他的心。县令大人，惠县主求见。这位惠县主是不登三宝殿呢？一旁的陈老三皱眉，不会是王秀云那个贱人撺掇陈乔乔来告他宠妾灭妻吧？大人，我是侄女在家里横行霸道，甚至是不讲情面和礼数。前些日子只因我纳了个妾，就搅和得我这家里不得安生。什么叔叔纳妾关他什么事？这个惠县主还真是跋扈。陈乔乔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旁的陈老三。严县令，多日不见，您还是风采依旧，依旧老的一批，肚子大的一批，不要脸的一批，油腻的一批。惠县主倒是长高了不少啊。不知惠县主来本官这里所为何事啊？乔乔，你虽然做了县主，可见了自家的叔叔，怎能视若无睹呢？他不配。陈乔乔，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死丫头片子，我是你三叔，你……说完才想起来这是在县衙，立马是换了一副嘴脸。大哥大嫂去了早，留下了4个孩子，是我这个叔叔照顾不周，性子都养歪了，让县令大人见笑了。惠县主，本官年纪长你一些，还是要奉劝一句，本朝以孝治天下，您对自己的亲三叔这般说话，可曾有过半点孝道？严县令有所不知，我三叔因为大不孝差点被逐出家门，家里祖母不许我们多与三叔来往，怕我们也学得不忠不孝。你奶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三叔，要不咱们现在回陈家村问问奶，看奶怎么说。你，哼，我堂堂秀才不和你一般见识。好大的脸面呀！本县主见识了见识了。惠县主今日前来可不是为了斗嘴吧？县令大人，昨日在酒楼里吃饭不曾带钱，乃是我舅母家的孩子，今日我是特意带了银钱来赎人的。惠县主也是咱们通川县有些名气的，怎么能让家里的亲戚吃霸王餐呢？哎呀，本官是秉公办理呀。大人，实在是2个孩子不懂事，您看这事儿……朝廷自有律法，吃霸王餐还打人，你以为赔钱就能了事了？那大人，您看这事究竟要如何呢？自然是要关押，要打板子。严童的脸色有些不好，这个陈老三怎么今日如此没规矩啊？本县令向来公正，断然不会因为他们是惠县主家的亲戚就罔顾法律。那县令大人究竟如何处置呢？陈乔乔眼里3分担忧，3分害怕，还有6分的茫然和无助。自然是要打板子，赔偿酒楼的损失。大人，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呀！果然是咱们通川镇的好官，小生佩服佩服。必须要打板子吗？大人，他们还是孩子呀，能不能从轻发落？侄女儿，你可是朝廷封的县主，更应该遵纪守法才是。那就打吧，我已经让家里人去酒楼那里赔偿了。大人，打完了我可能将人带走。主犯20板子，从犯5板子，打完让惠县主把人带走。没一会儿，后面就传来了哭嚎的声音，可算是打完了板子。官差推着2人来到了堂前。表哥表妹，你们受苦了，是我来晚了。魏晨一肚子气，甩开陈乔乔的手不肯说话。陈乔乔，你怎么才来啊？是个狗官竟然打我板子，你……郡主别忘了，你们现在是我2舅家的表哥表妹。我不管，我要杀了他！放肆！害人呐！哪来的小女子竟然辱骂本官？朝阳吓得不轻，赶紧往陈乔乔身后躲。你去和他说。我？你帮我们一次，回去都听你的。严大人，我有些要紧话想和您单独说。惠县主，本官和你无话可说。来人，快把这胆敢辱骂本官的女子给我抓起来！慢着，严大人，我可是为着您好，还希望您让这些人都退下，否则怕是您要后悔的哭都没地儿哭去。你严大人，还是听听惠县主要说什么吧。这2个少年穿的都是上好的料子，气度也不像是乡下人，咱们还是小心为上啊！你们都退下！所有人都告退了。严大人，下面这2位姓魏，京城来的，其他呀，您自己慢慢打听吧。容我带走了。听到姓魏的时候，严童就禁不住心脏漏跳了一拍。国姓，不禁想到最近和同僚往来的书信永王一家。哎呀，我的祖宗啊！这是怎么说这话的呀？你看着呢！哎呀，惠县主，你怎么胆子如此之大呢？我胆子哪里大了？打人的又不是我，我这一来您就顾左右而言他的，我这想说话也说不上呀，求情也没用。严县令啊，想救您实在是难呀。乔乔，完事了。
圆圆把怀里的包子推给陈乔乔，一旁的魏朝阳看着包子，忍不住咽了口水。你们还吃得下去？知道我们昨天在牢里是怎么过的吗？你们怎么过得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又不是你家亲戚。你们怎么如此冷血？魏公子这话说的，你不冷血，那牢里全都是人，街边都是乞丐，怎么不见你挨个带回家里去啊？要不是你们自己作妖能挨板子吗？奉劝你们一句，做人低调些。魏晨不想和这个村姑再废话，赶紧上车吧，回去了。二舅二舅母还等着你们呢。这怎么做？这牛车都没棚，就这么做呀？何况他们刚挨了板子，别人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屁股疼就趴着。两个人没办法，只能上了牛车。他们在牢里关了一晚上，没吃没喝，又挨了板子。把包子给我妹妹吃。圆圆把包子给了魏朝阳一个，魏朝阳真心不想吃，可是真的很饿，拿起一个包子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吃完了又忍不住去看圆圆手里装包子的荷叶。你能不能给我哥再给我2个？陈乔乔忍不住侧目，到底还是14、15岁的孩子呢。给，都拿去吧，我吃饱了。哥，快吃吧。我不饿，你吃吧。魏晨转过脸去看沿途的田地。哎呀，吃吧哥。陈乔乔松了口气，这俩货起码还知道兄妹有爱，应该还有救。不少陈家村的人听说陈乔乔二舅家的孩子因为吃霸王餐进了大牢，都在亭子里等着看热闹。你这个毒妇，你竟然让人来看我们的笑话！你可真是高看自己了。你说什么呢？我们县主才没有呢。村里人没事就要在我们亭子这，我们有什么办法？你们敢吃霸王餐，害怕人家说呀？哥，别说了，咱们一会儿赶紧进去吧，太丢人了。亭子里吃着瓜子的铁牛和旁边的铁牛媳妇2个人窃窃私语，一旁的老太太对着牛车指指点点，就连陈乔乔都跟着脸红。大家伙儿散了吧，别看热闹了，家里地种啥都想好了吗？念念啊，你这大嗓门啊，小辣椒似的，以后可怎么嫁人呢？就是俺们不来这儿还能去哪儿啊？快下车跟俺们说说，这都是个啥情况啊？我还先说，到时候多准备点瓜子。刚进了陈乔乔家的魏晨兄妹2人无语了。行了，都散了吧，俺这儿还有正事儿呢。郑安叔就在这说呗，俺们也想听听。郑安叔，俺们不也是村里的一份子吗？您就说呗，这有啥呀？真是也没啥，就是啊，县里安排了一批难民，让各个村子接收一批。俺想着咱们村里能收多少呢？别人不知道实情，陈乔乔自然知道，这些都是从前抓到山里的奴隶。郑安叔，总共多少人？可说了每个村要安排多少吗？听说也得有1800人，反正就咱们镇子附近这几个村，让每个村都收些。瞧瞧啊，咱们村要收留多少人合适呢？收留什么收？那些灾民万一身上有病呢？咱们村这么多孩子呢，谁知道他们哪儿来的呀？有没有贼？咱们村哪有地方给他们住啊？陈乔乔心里却知道，这是硬性要求，不是他们不想要就不要的。行了，都消停会儿吧，不跟你们说，一个个叽叽喳喳的要听，说了一个个又不乐意，到时候县太爷直接把人送来住你们家炕头，去看你们谁敢放个屁。郑安叔，我看这样吧，咱们陈家村确实比其他村里状况好些，您就让其他村人先看能收多少，剩下的都来咱们陈家村吧。都来咱们陈家村？瞧瞧，那老些人呢？这要是都来了，这万一闹事可怎么办呢？郑安叔，我真想着多种一些地呢，眼看着家里人手也不足，况且咱们不收，县衙也有的是办法让咱们收。至于他们住在哪儿，县太爷既然把人安排过来了，总得给想法子吧。这事儿暂时也就先这样了，具体怎么分还得明日陈正安去了县衙才知道。回到家里，就听侧屋魏朝阳和刘子嫣的哭声。你是不是偷听我们说话？魏大少爷，你说话可过过你那没用过的脑子吧？这是我们家，我还用偷听？转开魏晨，陈乔乔进了永王夫妇的屋子。朝阳，先别哭了，擦了药，过些日子就好了。魏朝阳也不想在陈乔乔面前丢脸，小声的抽泣却不出去。大人说话，小孩赶紧出去。你就比我大1岁，凭什么说我是小孩？好了，不出去。惠县主，你有什么事就直说，朝阳也不是小孩子了。山里的事他也能听啊？这朝阳啊，你出去吧啊！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打听。一听说山里的事情，永王的脸色都变了。没想到惠县主竟然连这事都知道。娘，回屋好好睡一觉，惠县主找爹娘是有正事呢。等人不情不愿的出去了，永王夫妇才正襟危坐，
等陈乔乔开口。陈乔乔尽可能详细的把村里要安置山里那些可怜奴隶的事情说了，又非常委婉的说了这些人的吃住问题。县衙不是出钱吧？刘子嫣心里十分的不自在，都是永王那个狗男人的锅。这个自然，可县衙里给的毕竟有限，几百人呢，这住的地方就是个问题。村里要是盖房子，这可都是银子，这钱我出，就等您这句话呢。永王果然深明大义，既如此，我明日就和村政说了哈，尽快招工把房子都盖起来。可我们眼下没钱呐。没关系，给你们记账，这钱我先出了，等您二位日后。说到底也是我们造的孽。第二是陈正安愁眉苦脸的从县衙回来了，后面还跟着200来号乞丐，村里总共也就300来口人，面面相觑的看着陈正安身后那200多人口，都不淡定了，这不直接占了半个村子呀。县衙里的严童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惠县主不是能耐吗？不是忧国忧民吗？不是人心可表吗？他倒要看看这200多号人陈家村怎么办。这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有100来个汉子，其他的都是妇人，竟然还有几个瘦骨嶙峋的孩子，他们几乎都衣不蔽体，穿着破破烂烂的草鞋，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走到陈家村的。郑安叔，这就这么来了？这晚上睡哪？他们吃饭了吗？哎呦，这怎么都跟要饭的似的？他们到底是哪里的村民呢？哎呦，看那孩子，瞅瞅，瘦得跟猴似的。各位还敢再嘴碎一点吗？郑安叔，什么情况？怎么直接带回来了？这么多人！哎呀，造孽呀！县太爷那里也没地方给他们，这不着急忙慌的把人给分了。偏说咱们陈家村已经是塞了这么些人。其他村多少人？为何剩了这么多？王家村20多人，李家村40多人，其他的也都是30-40人，偏咱们陈家村这看了一眼面前这些可怜的人，陈乔乔心里这个气呀，这个狗官当他好拿捏呀。村里还有几处没人住的地方，让他们先住下，支几个锅，给他们弄些吃的。这些人手里都拿了粮食袋子，每个人大概10斤的样子。大哥，把牛车赶过来。圆圆，你去喊谢念，这位县太爷还真是贱嗖嗖的。陈乔乔说完也不理愣住的众人，径自回了屋里，他要准备去找严童那个老不要脸的东西。严童才乐了不到1天，小厮就通禀惠县主来了，就说本官头疼，不见。大人，惠县主说了，您打了小的，那老的找上门来了。永王来了，快拿本官的官服，来人沏茶，最好的铁观音。待客室里，永王面无表情地喝了一口茶。这该怎么称呼啊？永王一个眼刀子过去，严童连忙把剩下的话都咽了回去。魏先生好。哼，惠县主有话赶紧说，说完赶紧走。永王在陈家村平常像个街溜子似的，真起了范儿，还真像那么回事。严大人，您把那些人一扔，真是轻松了呀。惠县主这话说的，能者多劳嘛。您惠县主什么人物啊？本官也是没法子呀。现如今我二舅一家初到陈家村，严县令就安排了200多陌生人，还有那么多壮汉，也不知是意欲何为。惠县主，这话可不能乱说，那些都是普通的难民，怎么让你说的居心叵测一般？去年冀州灾情那么严重都没有这种情况，如今好转了，反而多了这么多难民。严大人，该不是有心人知道我二舅一家家财万贯，特意通过您你不仁也别怪本县主不义，我就不信你说得清楚这些人的来历。严童也没想到这一层呀，人家一家人前脚刚到陈家村，他后脚塞给陈家村200多号身份来历不明的人，越想他越着急，出了一脑门子的汗水。惠县主，那些人实实在在是难民啊，魏先生，天地可见呐。哼，让你丫的揍我闺女儿子。严县令，我们陈家村就算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也养不活他们呀。他们那点粮食还不够吃半个月的呢。县衙里也没余粮啊。砰的一声，永王的杯子被用力的放到桌子上。无事，你们继续。要不本官再追加500斤粮食啊。严县令格局小了，陈家村为国分忧解难，您不能没有表示不是？不然以后再有这种冲锋陷阵的活儿，哪个村还乐意出头？依本县主看啊，这陈家村今年的税，要不然就免了吧。惠县主，这税
可不是本官说了算。他一个小小的县令还没这么大的权力，您给出了不就完事儿了吗？严童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不要脸的话是从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的。哎呀，又要盖房子又要管粮食，穿得衣不蔽体，脚上连双鞋子都没有。我二舅最是心善之人，这些人天天在我二舅面前晃，我二舅这个心里啊，定然是不好受的。那啥，县主二舅，本官真不是那意思啊。哼，免了，惠县主，陈家村如此大义，本官不能视而不见。陈家村今年的税，本官掏腰包了，你赶紧领你二舅回家吧，可别出来吓人了。还有500斤粮食。严童在心里喷了一口老血，这些可都是他的银子。陈乔乔就那么看着严童，大有一副你不答应我和二舅就不走了的架势。明日必送到，还请县主放心。严县令果然慷慨，本县主是个什么样的人，严县令还是心里有数为好。严童深吸了口气，尽量让自己笑得不那么难看。惠县主说的是，本官认同。陈家村里家家户户说着不乐意，可也终究没让那些人饿着冻着，到底是安排了地方。凡是出人出力的，今年的税可免。一听这好事，众人都炸了锅了。大家伙都别吵吵，听我说。陈正安一嗓子下去，才把下面乌泱泱的声音给压住。第二天下午，严童乖乖地把500斤粮食拉到了陈家村。那些难民想问又不敢问，生怕陈正安一个不满意就把他们赶出陈家村。陈乔乔家院子里，首先呢，大哥马上再有2个月就要成亲了。芳芳、圆圆，你们没事多问下村里人，该准备的都准备起来。再有不懂的，就问秀云姑姑和二婶。乔生要去县城读书了，就去通川学院，之后住在县城。1个月回家2日，大伙都跟着鼓掌。魏晨一脸的不屑，一个小小的通川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倒是朝阳郡主多看了陈乔生2眼，这个家里就这个看着还顺眼些。另外，幺妹和乔梅读书不认真，赵夫子找了我好几次了。再这样，我就停了你们的课外活动。2个小丫头都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二舅、二舅母日后就在村里了，不能日日都待着。村口的3亩地，二舅就先种着吧。另外，村里的木工房、绘画房，还有养鸡场，也都有活可以做。你们可以去看看，想做什么和秀云姑姑说就是了。什么？让我们种地？陈乔乔，你脑子没问题吧？魏朝阳这话一出，周围的空气瞬间下降了好几度。我们哪里会做那个？这不是难为人吗？不会可以学，陈家村不养闲人，就按惠县主说的吧。开完了家庭会议，陈乔乔又去找了村正。啥？你是说你要把那些荒地买下来？那么多荒地要开荒还要种，可不好弄呀。也不算买断，算是租吧，给他们租金，地上的产出也会分给他们3成。乔乔啊，这事儿咱们先问问那些难民的意思吧。村里突然多了这么多人，事可是不少啊。这荒地开荒的事儿可是麻烦。郑安说：“这些人我来处理吧。”陈乔乔看着陈正安这2天忙得脚不沾地，也是心疼。一大把年纪了，日日为村里奔波。那200多人都有些迷茫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陈生哥，统计一下有多少户人家，有多少是1个人的，统计好了才能研究盖房子的事儿。再统计一下有多少劳动力，多少孩子，多少身体不好需要看病的，然后让老村医去治。这银子暂时我来出。那些人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15、16岁的小县主，竟然要给他们治病盖房子。县主，你说的都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以后你们就是陈家村的村民了。没有房子怎么成？有病就要看病，你们谁身体不好可不要瞒着。有些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们身体不舒服也不敢说，想咳嗽都忍着，就怕遭了嫌弃被赶走。郑安说，晚上看谁家方便多烧一些热水，让大家伙擦洗擦洗。既然都是陈家村的人了，不能天天这么蓬头垢面的了。陈正安点头，确实不成样子。下面我还有个事儿要和你们说，你们都听好，回去考虑一晚上，明日告诉我。县衙给你们每人分了5亩的荒地，让你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并且给了你们粮食度日。可是你们要知道，光有这些，你们活下去该有多难。下面众人都纷纷点头，他们不是不知道，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我给你们一个法子，把你们的地租给我，我给你们租子，年底给你们分粮食，你们需要帮我种地，但是种什么怎么种都要听我的。下面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可以帮你们先盖一些容身之处，你们日后需要银子的地方也可以管我借，但是只有3年，3年后我就不会再管你们了。
到时候陈家村村民如何，你们就如何。如果不愿意把地租给我，我也没有意见，依然可以借银子给你们渡过难关。那些难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儿。您说的是真的吗？地不租给您也成？自然，村正在这里，我说的话自然作数。难道他做好事还要挨个解释不成？正安说，我这里有个好事，您通知到大伙儿。陈家村众人若有想盖新房的，银子不够，我可以借，不要利息，5年内还清就成。当然了，那种好吃懒做的就算了，别到时候再弄得我一身不是。这一个晚上，村里都知道了陈乔乔要借钱的事情。第一户来找陈乔乔的是张大平。乔乔，我们本来是不缺的，跟着你这2年也存了20多两银子。只是这想着，既然盖，就盖个好点的，不是？婶子，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您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想借多少，和秀云姑姑说就是了。咱们要盖就盖个青砖大瓦房，要盖别的我还不借呢。陈乔乔早就想让村里人那些把破房子拆吧，统一换成青砖大瓦房了，那多气派！哎呀，你这孩子跟婶子想到一处去了。送走了张大平，王秀云有些不解。乔乔，你就不怕5年后那些钱收不回来？村里这么多人家，人人都要借，几千两银子都打不住。怕什么？有借条的不给银子，拿地抵债就是了。我是帮，不是白送。谁要是狼心狗肺，我也不是圣母。难民们除了几户人家要自己开荒，其他的都决定把地租给陈乔乔了。下面听我安排，在场56户陈家村新村民，所有妇女和孩子，还有能动弹的老人都去地里开荒，你们负责除草，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正说着话，陈乔良、陈老二还有铁牛、柱子等人牵着10多头牛和犁地的工具从村口处走了过来。2个人一组，领农具牵牛去翻地，咱们有牛多翻几次，庄稼才能长得好。竟然有牛，农具也都是新的，之前没有把地租给陈乔乔的那几家人眼睛都绿了。大家伙儿都别愣着了啊！县主大意，咱们万万不能偷懒，所有人都去领东西。对于这些人来说，有活干，有饭吃，能活下去就行。一听说今日就能下地，都高兴得不得了。明明是让他们去当牛做马的干活，怎么一个个看上去激动的不行？难道干活还是什么好事儿了？魏晨皱着眉，她不是魏朝阳那种闺阁女子，也多有读书，自然知道陈乔乔做了一件多么大的事儿。永王一家穿着陈乔乔给他们做的粗布衣裳，拿着锄头，看着风风火火干活的村民，实在是无从下手。二舅，先翻地，用农具，这样。陈乔良丝毫没有不耐烦，哪怕已经教了3次了。哎呦，乔良啊，这地太硬了，要不咱们也弄头牛吧？二舅，牛怎么也要过2天，我们现在只能靠手。不是牛不够，是陈乔乔不肯给。这一家人怎么也要让他们体验一下民间疾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来。魏晨撸起袖子，抢过永王手里的农具。永王还没有来得及乐，陈乔良就把另外一把农具递到了他的手里。二妹说了，二舅这身子太虚，要运动。二婶，您和朝阳妹妹没力气，在后面翻第2次就成。村里一下子要盖那么多的房子，虽然地方是有，可要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村里只要能动的，管他老头老太太，上到99，下到刚会走，陈乔乔无一不给安排了活。永王一家在地里折腾了1天5亩的地，一半都没翻出来。魏晨更是磨了一手的水泡，疼得不行。母亲妹妹没有力气，只能跟在后面。永王更是虚弱的不行，挖2下要喘半天，全家都指着魏晨了。给药。陈乔乔吃过饭，丢给魏晨一瓶擦手的药。魏晨看着陈乔乔的背影，再看看桌子上的药，胸口有什么东西融化了一般。什么药就敢给咱们用，装什么好心？要是真好心，别让咱们下地啊！朝阳，别这么说，你看村里人，大家都在干活，所有人都一样。哥，那怎么能一样呢？我们和他们怎么能一样？朝阳，爹做了错事，我们是要受到惩罚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黄伯父让咱们来体验民间疾苦，不是让我们来挑3拣4的。魏晨好像有些懂龙井地的心了，看着一旁打蔫的娘，累得吃过饭就呼呼大睡的永王，那还有一点王爷的样子，他不禁深思，如果没有了王爷这层外衣，他们一家到底能干什么？越想心越凉，他们一家难道还真是废物不成？陈老三就在陈家村所有人都这样忙碌的日子里回了村子。陈老三得意洋洋地进了村，一身的绸缎，腰间还有玉佩，
好不风光。云桃帕子捂着嘴，每次来陈家村，他都觉得有股子难闻的味道。娘，儿子回来看您了。陈老三高兴地吆喝着，手里拿着新鲜的糕点和布皮。我娘呢？那么大年纪还能去哪儿啊？二蛋，知道我娘去哪儿了吗？陈老三一出门就看到了搬砖的二蛋，赶紧拽住人。奶奶在村子里挑种子。啥？这个陈老二太不像话了！娘，您的身子还没好呢，怎么来这边干活了？陈老三的脸色一点也不好，他现在这个身份，让人知道自己娘病成这个样子还干活，那他岂不是大不孝？哟，老三回来了，这是乔乔那丫头给俺们找的活，俺们都动弹不动了，如今还能有个活干，还能赚几文钱。乔乔那孩子呀，就是心善。什么？陈乔乔，这个不孝的东西！娘，您跟我回家，您缺银子，儿子给您就是了，何必受这种委屈？成啊，那你就拿1000两银子出来，你娘我这就回老家养老去。娘，儿子哪有1000两银子呀？何况你做什么用得了那么多呢？既然没有，就少在这里放屁。陈老三，分家了，老娘我现在跟着老二过，你要么就给银子，要么就给东西，少在这里放臭屁。就是，乔乔怎么没孝心了呀？那是咱们村最有孝心的孩子。老三呀，你这越来越不像咱们村里的人了。相公，我去出宫，先走了。一帮老太太一股子味道，都是灰尘。云桃实在是难受。你整的这么个玩意儿，连你娘都不放在眼里。娘，您别说了，先和我回家，我给您买了不少糕点呢，还有布。瞧平瞧虎，人呢？李老太不搭理陈老三，冲着另外一边喊：来了，俺们在这儿呢，啥事儿？回家去，家里有糕点，都来拿，给你们爹娘送一些，其他的都分了。哎呀，娘，那都是给您的，给他们吃什么呀？那个都是精致的糕点，陈老二他们吃得出好坏吗？给了老娘就是老娘的，你到底回来干嘛来了？有屁快放，放完赶紧滚！陈老三也不敢还嘴，他这次回来是因为马上要进京了，举人考试就在眼前，怎么也要回村一趟才是。知道啦，赶紧走吧，家里可没人给你们做饭。陈老三被噎得难受，考举人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告诉村正，然后全村所有人恭贺他考中才是吗？另外一边，云桃皱着鼻子，这村里的旱厕实在是上不习惯，最后还是丫鬟出了主意。据说惠县主家的茅厕十分的干净，他上个茅厕，陈乔乔总不会不让吧？此时朝阳正捂着肚子往家里跑，谁知道茅厕竟然有人。春喜姑姑，茅厕里是谁呀？赶紧让他出来。春喜皱了皱眉，云桃确实进去挺久了，里面的姑娘可用完了，你要是用完了，麻烦快些出来吧。里面的云桃正在整理衣裙，仿佛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一般。我命令你赶紧滚出来，不然我踹门了。哎呀，朝阳，许是人家姑娘拉肚子呀，这……春喜是个老实人，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拉肚子怎么了？是个哑巴吗？喊了多半天了，屁都不放一个。里面的云桃怎么听不到？只不过听着什么朝阳什么的也不认得，估计也是村里人。魏朝阳也不客气，一脚踹了过去，茅厕的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哪来的村姑？好大的架子！村里那么多茅厕，还非得这一处吗？你以为你是什么金尊玉贵的小姐不成？贱人！你说谁是村姑啊？你知道我是谁吗？说着也不上厕所了，一把扯过云桃的头发，两个人扭打到了一起。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朝阳，快放手！我不放，要放手这个贱人放手！哎呀，我的头发！大门外，云桃的丫头听到了里面的声音，一进来就看到自家夫人和两个村姑扭打到了一起，赶紧上去扯魏朝阳。春喜自然不能看着朝阳吃亏，又去拉那丫头，去拉春桃，4个人就这样扭打到了一起。陈乔乔和芳芳圆圆也在田间，晌午回来吃饭，一进门就听到了咒骂声。贱人，你放手！哪来的村姑？不知礼数，扯坏了你赔得起吗？圆圆一马当先冲了进去，扯着云桃上去就是一巴掌。虽然魏朝阳不招人待见，也算是自己人。县主快来，陆云桃那狐狸精来咱们家撒野了。魏朝阳一看有帮手，更是不怕了，拳脚都用上了，把陆云桃和他那丫头打的是连连后退。哎呀，圆圆，赶紧拉开他们！你这孩子，你们在县主院子里大呼小叫的成什么样子？陆云桃被打得五眼青，朝阳也没好到哪去，跟个疯婆子似的。陈乔乔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陈乔乔，你还笑？这个贱人到底是谁啊？粗鲁的村姑，这辈子都别想嫁人，做奴婢都不配，什么东西？行了，都闭嘴吧。春喜姑姑，到底怎么回事？春喜哭笑不得的把事情说了，陈乔乔更无语了，就为了个茅厕。陆云桃，你们家没茅厕吗？非得来我家？惠县主，借个茅厕而已，您不会这么小气吧？陆云桃一边整理鸡窝一样的头发，还不忘自己的高傲。本县主就是小气，外人用过的茅厕本县主嫌弃，用都用了，还能怎么样？自然是赔钱了。您还打了我二舅家的妹妹，这伤没有20两银子，怎么看得好？20两，我这脸成这个样子了，要100两。吃过没银子亏的魏朝阳可算知道银子的重要性了。你们这是讹人，他也打了我，还有我这婢女。你们到我家来占着茅厕，还打了我家里的人。你说说，你有什么脸提自己挨打？陈乔乔，你是县主就了不起，用了你家的茅厕要20两，你还打了人，2个村妇打了就打了，2两银子够他们看的了。小贱人，睁大你的狗眼！姑奶奶哪里是村姑了？这是我二舅家金尊玉贵养大的女儿，你以为都和你一样，找个老男人做妾？拿了银子赶紧滚，以后不许到我家里来。陆云桃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旁边的侍女只得拿了20两银子出来。我们走，知道你打的是谁吗？道歉。陈乔乔，你别太过分，我可是你三婶儿。你是有什么大病吗？陆云桃，你一个妾是什么玩意儿？本县主没有三婶儿，你要不道歉，咱们就报官。云桃，怎么这么久？要回去了。陈老三等了陆云桃许久不见，一路跟了过来。三哥，你可算来了。乔乔他欺负人家，说人家只是个妾。陈乔乔，她以后是你三婶，等我这次考中了举人，马上就娶她。以后你给我放尊重点。三叔，你疯了吧？我对你都不尊重，我尊重他？你怎么想的那么美？怎么举人被你预定了？你说能考中就能考中？我怎么感觉你要废呢？你竟敢咒你三叔啊！不，三叔你误会了，不是咒你，是我觉得你真考不上。你家里这玩意儿打了我二舅家的千金小姐，赶紧赔罪，不然咱们就见官。陈老三突然想起来，前2日严童突然告诫他少惹陈乔乔，特别是陈乔乔二舅一家，否则他也保不住他。云桃，这个咱们回去说，毕竟是你不对，你是长辈，怎么能动手呢？啊，给他赔个不是吧？陈老三，我凭什么赔礼？你瞎了吗？看不到我也被打了吗？哎呀，云桃，这事咱们回去说，别和几个孩子一般见识。陈老三不断地给陆云桃使眼色，陆云桃没办法，只能向魏朝阳道了个歉，气哄哄地走了。陈乔乔拿着手里的20两银子，美滋滋的。陈乔乔，那银子是赔给我们的，你怎么独吞了？你们一家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还种我的地，这点算利息了。陈乔乔扬了扬手里的银子，开心地走了，剩下独自郁闷的魏朝阳。如此忙碌了1个多月，陈家村的田地可算是都耕种完了。陈乔乔的几百亩地都按照他自己的规划，陈乔良监工种上了种子。种完了地，大家也不闲着，陈乔乔要盖的4合院还没完事儿，村里人刚种了地，手里的钱去了大半，刚好帮工赚银子。陈乔乔也不吝啬，凡是干活的都给开工钱。一时之间，所有陈家村人又开始日日盖房子。在此期间，永王带着魏晨也加入了盖房子的队伍。他们一家的5亩地3天前才算种完，这还是陈乔良铁牛帮的忙。永王自然知道这些人这么凄惨所谓何事，魏晨则是单纯的想靠自己赚点银子。他现在手里是1个铜钱都没有。房子落成了，陈家村人大吃了一顿，有鱼有肉有鸡，还有各色小菜，简直和过年一样。大块的五花肉冒着油，肥美的糖醋鱼，小鸡炖山里的野蘑菇，就连野菜都被拌得喷香。夜色里一抹白色的身影，借着月光隐约能看出是个少年来。林景书，果然是你！大家伙都说你被山贼杀了，你还不是我有个好母亲，总怕我抢了二弟的侯爵之位，想着法的让我不得好死。木槿，中校伯爵府少主林景书。那你怎么到了陈家村？陈乔乔抓的你，那个毒妇都……魏晨就不明白了，这个陈乔乔真是好本事呀，抓了伯爵府的公子，又把他们一家弄着来遭罪。这个女人怕不是老爷山里的妖精吧？你误会了，
是惠县主救了我，他人挺好的，并不曾为难我。木槿眉头微皱，这个魏迟人怎能如此辱人呢？你呢？堂堂永王府小王爷，怎么也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别说我家的事儿了，你就不回去了？就甘心把伯爵的位置让给你那后娘生的小崽子？木槿暗暗地握紧了拳头，不然呢？亲娘没了后，这爹也不是爹了。陈家村风水不错，在这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哼，拉倒吧啊！这地方我这辈子是不想来遭罪了。不过你真的不想做伯爵，不想报复回去？人要信命，信因果。我林锦书要注定在这陈家村一辈子，我也认了。不过老天爷如果给他机会，他肯定会抓住，狠狠地报复回去。躲过了今日，躲不过明日。县主，有您的帖子，拿过来看看。帖子是府衙那边下的，知州夫人摆宴，特意请了州府贵女，陈乔乔自然在其中。看着这帖子，陈乔乔是真服了呀。开春后，府衙的帖子就没断过，他聚了不少。县主，要不咱们去吧？日日在村里也没什么事儿。怎么没我事呢？这盖房子，我大哥马上要成亲了，说的本县主很闲一样。陈乔乔，我想去。两人正说着话呢，根本没有注意到魏朝阳是什么时候过来的。给你，你去吧。人家是请你的，你不去我怎么去啊？这么无聊的宴会，弄不好又有那些个小姐夫人找茬儿。不去不去。我在京城的时候就见谁对谁，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陈乔乔一点也不信，这魏朝阳一看也是个不长心眼的，要不是有郡主的身份在呀，早就被人给活吞了。拗不过魏朝阳和圆圆，陈乔乔还是决定去一趟。管家有王秀云，田里的事情有陈乔良，村里的事情有陈正安，确实是用不上他。3日后，知州府门口，惠县主，可算把您给盼来了。这可是我第3次给您下帖子了。何夫人客气了，村里忙着播种呢，本县主脱不开身啊。这是我舅母家的妹妹，今日也带来见见世面。魏朝阳象征性的点了点头，竟然都不曾行礼。何夫人只当她是哪家乡绅的女儿，不懂规矩，倒也没露出不满的神情。惠县主不愧是咱们冀州城唯一的5品县主，竟然还亲自耕种，实在是让我等后宅夫人惭愧呀！快请到后堂，那边唱戏赏花，热闹着呢。何夫人很是随和，丝毫没有看不起陈乔乔。这个好吃，拿过来，还有那个。魏朝阳是真不客气，哪个糕点好吃就让圆圆把哪个拿过来，自己一个圆圆一个，吃的是好不畅快。别吃了，你好歹是个郡主。算了吧，你好意思啊？我在陈家村多久没有吃到点心了？你们家主子太小心眼了。哎呦，这是哪家的闺女，怎的跟要饭的一样？这是半点规矩都没有，又不曾吃你家的，多事。大胆！你可知这是于刺史家的千金，竟然敢如此放肆！刺史家的千金好了不起啊！圆圆，咱们走。他不想惹事儿，不然下次陈乔乔就不带他出来了。想走，没门儿！快给我们小姐道歉！好狗不挡路，滚一边去！粗鲁的东西，怎得如此没规矩？滚开！什么东西也敢拦我！魏朝阳一脚踹翻那满脸横肉的丫头。你给我站住！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的人！晒你妈个腿儿！滚开！魏朝阳一把把人推开，突然捂着嘴愣在了原地。刚才是谁如此粗鲁的骂人？你竟然敢推我！来人，快来人！周围不少人都聚拢了过来，何夫人自然也在其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简直哭笑不得。快把于小姐扶起来，女子间的拌嘴罢了，都是我的不是，给2位姑娘赔不是了。谁都没有注意到何夫人身后的一个嬷嬷惊讶地看着魏朝阳，显然是认得她身份的。何夫人，您倒是说说她是哪家的小姐，怎如此粗鄙无礼？这样的人怎配与我等同席？青英小姐，您先别发火，您随我到后院休息下。何夫人本着大事化小的心思，不断地安抚于莺莺。有什么不能当面说的？何夫人在这里说就是，何必如此小家子气？这话一出口，何夫人的脸色也不好了。这位姑娘乃是惠县主舅母家的妹妹，于小姐，既然您不屑于我来解释，还是请惠县主过来吧。夫人，您过来一下。刚才那嬷嬷趁机把何夫人拉到了一旁，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话。何夫人看魏朝阳的眼神都变了。惠县主又怎么样？他妹妹打人了，一样要赔礼道歉。我妹妹打人了？打谁了？这种后宅的宴会还真是只要参加必有争斗啊！别以为你是县主就可以蛮不讲理。他确实不讲理，我觉得你说的对。你们。于莺莺觉得魏朝阳是在讽刺她，冲着魏朝阳过去就要打人。于小姐，
这件事情的起因完全是您先羞辱人，这里不是迂府，还望您自重。一旁看戏的闺阁女子都十分不解，这惠县主敢这么嚣张，果然是有本钱，就连这平日最是墙头草的何夫人都偏到她这边来了。好你个知州夫人，我们走。于英英羞愧难当，带着自家丫鬟不顾众人劝阻的离开了。花架子这就跑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惠县主，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和您妹妹受委屈了，不如请二位去后堂喝杯茶压压惊吧。到了后堂，婢女们明显热情了不少。陈乔乔只当不知道，慢慢品着手里的茶。其实这次请县主来是有一事相问。夫人有事直接说就是。听闻惠县主年前买了几个奴仆，其中有一个颇似京中故人家逃走的家奴，不知县主可否给个薄面，把那仆人让与我？您放心，绝对不会让县主您吃亏的。仆人？陈乔乔一下子想到了木槿，可木槿看着也不像是个下人啊。不知何夫人说的是哪一个呢？来人，把画像拿来。一旁的婢女把准备好的画像拿给了陈乔乔。魏朝阳欠蹬的上前一把拿过画像，展开一看，眉头微皱，看着有些眼熟。陈乔乔扫了一眼画像上的人，果真是木槿呢。不过说是逃奴，他是不大相信的。看着确实眼熟，平日里仆人都是在木工房做工，这个怕是要回村看看。何夫人听得这话，看了身后的婆子一眼，家中主母的意思是怎么也不肯留活口的。县主，老奴乃是京中伯爵府中的嬷嬷，逃奴在京中乃是大罪。这个小奴儿最是不规矩，竟敢对家里的婢女动手动脚，还望县主深思，不要让歹人蒙骗了才是。放肆！县主也是你能编排的。别看谢念平时话不多，可毕竟是杀过人的，一身戾气，自有威严。这老奴没别的意思，只是怕县主年纪小，受了蒙蔽啊。是啊，念念，这位婆婆肯定没有别的意思。况且这个人咱们也没见过，想来是看错了。您这放肆！县主都说记不清了，怎还敢多话？村里人也不少，县主总要回去看看才是。送走了陈乔乔，何夫人嗔怪地看了范婆子一眼。你也太心急了些，那惠县主明显是个吃软不吃硬的。那朝阳郡主怕是比咱们还恨那个村姑呢。好好的一个郡主，在那种穷乡僻壤必然是吃尽苦头。看那村姑的做派，可有对郡主的半分尊重？夫人不要怕，那县主就是个花架子，等他知道了伯爵府的威风，自然是要把人乖乖交出来的。陈家村里，陈乔乔把木槿单独叫到了家中，屏退了众人，才缓缓开口。今日去参加宴席，有京城方向来的婆子在找家中逃奴。县主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我现在的身份可是你的仆人呢。略有些慵懒的声音，还带着几分挑逗。说吧，你到底什么身份？那些人为何找你？你要是敢说假话，明日就把你绑了送给那婆子。这木槿虽一张脸十分出众，可他的心里早就有别人了，还是注意点的好。县主，人家要是都交代了，县主可要保护人家才是。你先交代，本县主再酌情考虑。木槿不再戏耍陈乔乔了，他只是刚听了陈乔乔的话，知道自己的身份藏不住了，才故意试探几句，看陈乔乔究竟是何种态度。那伯爵的位置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奈何后母实在是很辣，不肯放过。小生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望县主不弃。行了，你先出去吧，明日再说。没想到我随便买个小美男，竟然是伯爵府公子，做女主果然好呀。陈乔乔以为那老婆子怎么也要等些日子，谁知道第二日范婆子竟然就直接递了拜帖给陈乔乔。这么着急来抓人，他们就不怕木槿说出自己的身份？有人要来，春喜姑姑带着芳芳圆圆好一顿打扫。陈乔乔都说了，那人没憋好屁。这是咱们县主府的门面，管他来的是大王还是小鬼，咱们的门面必须得敞亮。一日一早，两辆颇为豪华的马车进了陈家村。陈乔良去田间干活了，两个小丫头去读书。永王一家田里的活刚忙完，就被陈乔乔安排去木工房了。何夫人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快里面请。陈乔乔的宅子在陈家村和这10里8乡也算不错的了，可看在何夫人等人眼里，就十分的不够看了。有没有小厮？我这马拴哪里？可要喂细草料才是。拴你裤腰带上，没有细草料，要不你把自己喂给他吃吧。陈乔乔还没等回嘴呢，路过的王鸭蛋就给怼了回去。哪来的村妇呀？请看！敢
干什么？我是县主亲二婶儿，你一个赶马车的嚣张什么？哎，让何夫人见笑了。圆圆，让鲍国哥来一趟，给那牲口安排个地儿。何夫人脸色微变，这到底是说马呢，还是说人呢？县主，可核实过了，那陶奴可在陈家村。这位伯爵府的是吧？不知在伯爵府是个什么差事品级啊？老婆子乃是我们伯爵夫人的陪嫁奶母，在伯爵府虽无品级，后宅里说话也算得上数。范婆子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高傲，就算是那些五品小官的家眷见了她也是要尊一声范妈妈的。既然没有品级，见了本县主为何不拜？本县主与知州夫人说话，为何突然插嘴？你一个五品的县主，你当真不怕得罪了我们伯爵府？你们伯爵府远在京城，我一个冀州的小村姑可巴结不上，这位婆子还是按规矩才是。好，老身这就给您行礼，县主可要好生受着才是。哎呀，范妈妈，县主最是个好说话的人，不过这规矩确实也不能废，非是针对你。果然是个圆滑的，这个何夫人也是个人物呀。拜也拜过了，县主可能把人交出来了。昨日本县主核查过了，没有你们要找的人。惠县主，您这话可要想好了再说，伯爵府可不是您能得罪的。闭嘴吧你！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伯爵他娘呢，看看你一进这个院子嚣张成什么样子了。这是陈家村，我是县主，你一个白身老婆子到我的地盘大放厥词，别说是你，就是伯爵夫人来了也没人。惠县主，不是这样的。好你个县主，我们走。范婆子果然头铁，拉起何夫人就往外走。木工房里，刘子嫣负责上色，这个活对她来说比种田可是轻松多了。一抬眼看到累得满头大汗的永王，无奈地摇了摇头。永王这一身的肉，怕是要扔在陈家村了。木槿，你猜今日谁来陈家村了？谁？听说是京城的婆子来找陶奴的。县主说了，要护着在下。一个五品县主，拗得过伯爵府？木槿没有说话，心里也在打鼓。刘子嫣想到镇子里买些日用的东西，正在和陈乔乔商量。娘，和他说什么？咱们想去就去。陈乔乔瞪了他一眼，他们的身份能随便出去吗？万一碰到别有用心的人，这就是几只肥羊。常舅母，既然你想去，那明日让谢念和他兄长陪着吧。陈乔乔，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监视我们吗？我们不是来坐牢的。朝阳，你说的是什么话？乔乔是着人保护我们，快和县主赔礼。陈乔乔虽然有时候脾气不太好，可平日待他们一家也算是和善，吃住都不曾苛待他们。娘，您怎么别说了，先道歉。对不起。魏朝阳说完转身就跑了。县主见谅，朝阳被宠坏了，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我们买了东西会尽快回来的。第二日，刘子嫣带着魏晨兄妹、谢报国赶车，谢念陪同一起到了镇子上，逛了半晌，几人找了个茶馆喝茶。此时一个婆子凑了过来，不用人让就坐到了刘子嫣对面。您是？王妃安好。刘子嫣一惊，没想到这小小的镇子竟然有人一眼就认出他。小郡主、小王爷不必惊慌，老婆子乃是京城伯爵林家府的奴才，因私事至此，没想到竟碰到了贵人。魏晨一听伯爵府就明白了是冲着谁来的，想来王妃和王爷在陈家村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那惠县主实在是嚣张了得，不把人放在眼里呀。只有魏朝阳那傻子竟然还配合的点了点头。陛下也是一片苦心，我们夫妇不敢有怨言。王爷和王妃自然是，可就是苦了小郡主和小王爷了呀，看着是瘦了不少，也黑了些。啊，娘，我黑了？我真的黑了吗？王妃有所不知，我们伯爵府的陶奴也被那惠县主抓了去，如今呀，说什么都不肯放人呀。好，一个陶奴怎值得伯爵府费这么大的功夫，偷了御赐之物不成？那婆子连忙否认，丢了御赐之物可是大罪呀，虽不是御赐之物，也是要紧的东西，还望我们日后与惠县主有冲突，王爷一家多多相帮才是。陈乔乔竟然还招惹了伯爵府，这回看他怎么办。回城的路上，娘，妹妹这心智还是多教导教导吧，将来嫁人可怎么办呢？刘子嫣把镇上遇到婆子的事情和永王说了，永王毫不在意，一边喝水一边嘀咕：咱不掺和他们的事儿，他们有本事啊就自己要人。这些天干活他实在是太累了，现在只想睡觉。距离陈乔良成亲的日子没有几天了，陈乔乔家里也忙了起来。老魏，
走了，一起上宫去。老陈来了，等会儿啊！听到有人喊，连忙往出走，留下震惊的无法形容的刘子嫣和魏晨兄妹。二舅母，这2天你就别去木工房了，我大哥要结婚了，您在家里帮着忙活忙活吧。这事儿陈乔乔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这不是把王鸭蛋和王秀云都叫了过来，再加上个永王妃，这做出来的棉被福气可是大上天了呀。天还没亮，张大平家和陈乔乔家里齐齐点起了灯，宁早也不能晚误了吉时。张大平拿出早就为翠花准备好的嫁衣和陪嫁的东西，摆满了屋子。村里善于上妆的娘子帮翠花上妆盘发，陈乔生帮着大哥把新郎服穿好，要骑的马喂足了料草，准备好的轿子和聘礼都摆到了院子里。哎呀，乔梁今儿这一身真俊呐！陈老二和村里人去准备鞭炮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呀还得绕着村子走2圈呢。陈乔梁一张脸憋得通红，家里家外站的都是人，他这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大哥，你鞋穿反了。陈乔梁的一张脸更红了。看把新郎官急的，这是着急娶媳妇了。去，当年你也没好到哪儿去。翠花坐在家里，被子上绣着大红的福字，好不喜庆，一张俏脸是红得厉害。村里人这个扯2尺布，那个送些鸡蛋，也有包些铜钱的，纷纷来给翠花添妆。这支钗翠花戴着合适，快给翠花戴上吧。这可使不得，春喜姑姑太贵重了。那钗看着就不普通，定然值不少银子呢。怎么，嫌春喜姑姑的钗不漂亮啊？春喜故意板着脸，翠花才收下了。新郎来喽，新娘准备出门子喽。陈乔乔和谢念带着芳芳和圆圆在家里准备迎新娘子入门。永王爱看热闹，一早就跟着去看热闹了。魏朝阳哪里见过这场面，整个人兴奋的不行，也不说嫌弃的话了。陈正安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聘礼单子来。锦被2双，纹银100两，养鸡场1间。一听这聘礼，村里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哎，都别起哄，还没念完呢。这帮人呢，见识太浅了。田地100亩，村里不少人直拍大腿，太后悔了。当初他们要是拉陈乔乔一把，把自家女儿定给陈乔梁，那如今……哎呀，大平啊，翠花实在是太有福气了，你呀也有福气。张大平知道陈乔乔大方，可也没想到如此大方，100亩地呀，他都不敢想，几辈子都吃不完呀。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柱子把翠花送出了门。陈乔梁背着人上了花轿，迎亲的喇叭吹吹打打，绕了村子1圈，来到了陈家老宅。今日的老宅也被收拾一新，挂起了红绸子。李老太和陈老二、陈老三坐在堂屋，陈乔梁牵着盖着盖头的翠花，一同给李老太太跪下磕头，喊了一声奶。李老太面上的表情十分复杂。4个孩子在老宅鸡飞狗跳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可如今自己那老头子还有闺女。娘，你们不是有东西要给2个孩子吗？李老太这才回过神来，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红布，里面裹着5两银子。既然进了老陈家的门，就要本本分分，早日生个胖小子才是。王鸭蛋把红包拿给了跪着的新婚夫妻2人，接着他自己也拿出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素银镯子，套到了翠花手上。3房只陈老三一个人回来了。乔梁长大了，出息了，好啊！拿出了个红包，里面装着3两银子。拜过了老宅，夫妻2人才回了自己的家里。王云站在门口，如今村里人谁提起王秀云，不是赞声连连。自从成了陈乔家的管事，王秀云整个精气神都变了，年轻了不少，看上去韵味十足。就连跟着新人过来的陈老三都看傻了眼。正在众人热闹的时候，突然一队官差从村口过来。秀云姑姑、二婶儿，你们这儿帮着把流程走完，该拜堂拜堂，该开席开席，我去看看。谢念，你和我走一趟。陈乔乔倒是要看看这些人能怎么找茬。你们是何处的差役？来陈家村所谓何事？惠县主，有人举报县主府藏有逃奴，我等也是奉命行事。逃奴？何人举报？可有证人证物？是老妇人我举报的，证人证物自然是有的。一边说着，一边让身旁的另外一个婆子拿出了文书，上面画着木槿的画像和木槿的生契。这生契做的跟真的似的。这生契自然是真的，县主我们伯爵府当家的，是我们夫人，只要您肯归还那逃奴，想要什么我们夫人都能满足您。那我要1万两黄金，再要京城的2间宅子，再给我弟弟要个状元郎当当，您看成吗？
小县主不要欺人太甚，这些无理至极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合着您刚才说的都是放屁呀？官差小哥别废话了，进去搜，县主犯法，难道你们不管吗？本县主府也是你们随便搜的？知州大人亲发的搜查令，县主可有什么想说的？你们有什么证据？人在本县主手里。小丫头，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一边说着，后面的官差押过来一个人，竟然是县城里的人牙子。你说可曾经手过这个奴隶？那人牙子战战兢兢地把之前把木槿3人卖给狗牙子等人的事情说了。我这儿确实有这么个人，可他却不是逃奴，想来是你们认错了人。牙尖嘴利，把人搜出来，自然真相大白。我看谁敢。这时候谢勇一家也都赶了过来，站在了陈桥下前面。那些官差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惠县主好大的威风，不知这陈家村本官进不进得去啊？来人正是知州何延年。何延年与张选官职大小相当，二人多年不对付。知州大人是来喝喜酒的，怎不曾见您被贺礼呢？县主说笑了，来人，把本官准备的礼金送过来。立马有人奉上了一个精致的小箱子，一旁的谢念收下了箱子，回头询问陈乔乔该如何。来者是客，何大人自然是里面请，可是今日乃是我大哥的喜事，您带着这么多人要搜宅，不合适吧？大人，那小崽子就在村里，万万不能放过呀！放心，刘平、高强，你二人随我进去，其他人在村口等候。何延年和2个手下随着陈乔乔进了村。这陈家村果然人杰地灵啊！何延年一进村就发现陈家村与其他村的不同来。何大人过誉了，这边请。魏晨看着身旁脸色不太好的木槿，别紧张，既然都在陈家村遇到了，念在以前相识的份上，我定不叫你被抓了去。何延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落座后还招呼大家伙别拘谨。宴席吃了一半，突然有打斗声传了过来，陈乔良连忙安抚和他一同敬酒的翠花。养鸡场里，魏晨满身是血，怀里躺着脸色苍白的木槿。在他们旁边，谢报国和谢念正与何延年带来的2个人缠斗在一起，你来我往，快的是眼花缭乱。木槿那孩子，快找人找村医！其他人也不愣神了，赶紧把木槿抬到一旁。乡亲们，快拿家伙，别让这2个凶手跑了！村里110来个汉子呢，一听铁牛吆喝，血性也上来了。都给我住嘴！陈乔乔趁他不注意，在后面一脚狠狠地踹到他的屁股上。哎呀，来人！何大人被刺客惊着摔倒了。一边去按何延年的头，让他啃了一嘴的泥。我哥怎么了？正在此时，魏朝阳赶了过来。来得好！陈乔乔心里说了一句，一把拽过魏朝阳。何延年刚爬起来要骂人，就看到了魏朝阳一张四处张望的脸。你是什么人？竟然踹本官！来人，把他抓起来！村里闹了起来，村外那些官差也在范婆子的带领下都进了村。你要抓谁？何延年不曾见过永王，并不知这是哪位。你是何人？本官办案，闲杂人等推到一旁。好啊，我如今倒是要看看知州是如何办案的。老魏，你不要命了？这可是知州，你儿子没啥事，你可别犯浑呐！那些都是狗官，咱民不与官斗。魏庆泽顿时哭笑不得，他是不是也是他们口中的狗官？另外一旁，谢念和谢报国制服了何延年手下的2个人。大胆！你们竟敢抓官府的人，不想活了！轮得到你说话了？你一个老泼妇，我们都是良民，你一个奴才有没有规矩？陈老二给王鸭蛋点了个赞，他这个媳妇儿真厉害。陈老三这时候也过来了，看到在场的竟然是知州，激动的不行。拜见知州大人，村里渔民没见过世面，学生是这村里的秀才，你有什么事让学生代劳吧。何知州刚才摔得一脸的土，憋气的不行。乔乔，你怎么如此不懂事？一个奴才罢了，休要任性刁蛮，赶紧把人还回去。什么唐奴？他是伯爵府的公子，你们这群人颠倒是非黑白，竟敢公然刺杀伯爵府公子，是不是不要命了？一嗓子吼出来，所有的村民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啥？伯爵公子？老天爷呀，咱们惠县主真能耐，这是以后要当伯爵夫人呢。范婆子猛地看向陈乔乔，怪不得这个村姑不肯教人，
竟还打得这样的主意。这个村妇还想想伯爵夫人的位置，王爷夫人的位置你要不要也想想？陈乔乔无语，这都哪跟哪呀？把这些刁民都给本官抓起来！反了，竟敢信口雌黄，打伤官差，都给我抓起来！何延年心里暗道糟糕，林书锦的身份不能被这些人知道，带头的几个人一定要抓起来。至于那什么狗屁县主，没办法，也就只能一起灭口了。所有村民，这些官差和知州都是歹人冒充的，速速把他们抓起来！谁家好好的知州来村子里胡乱砍人？他们都是伯爵府公子后娘雇的人，就是为了抓伯爵府公子的。村民都有点懵，这老些人竟然是冒充的，胆子这么大吗？都愣着干什么？县主何曾坑过你们？快把他们抓住绑起来！谢念一马当先，踢开了上前抓人的官差。其他村民一看这架势，也不管别的了，毕竟陈乔乔确实没有坑过他们。县主啊，那伯爵府的后娘为啥抓自己的儿子？你笨啊，那肯定不是亲儿子呀，肯定是先头夫人生的。又一个汉子一边说一边抢官差手里的刀。都住手！袭击朝廷官差是死罪！你们……范婆子被几个村里妇人抓住，按到了地上。啪啪啪，3个大嘴巴。王鸭蛋不解气，又是反手2个大嘴巴。你个死老妖婆，刀比刀的就你话多。哎呀，别叨叨了，赶紧绑起来！什么伯爵府的公子啊，那是咱们县主的夫君。何延年要气疯了，到底是谁在他嘴里塞的抹布，臭死了！人都被扔到了祠堂，陈哲安还不忘踹那带头的何延年2脚。翠花和陈乔梁这亲成的可谓是惊心动魄呀。永王还一脸的和蔼安慰着小两口，没事，你们呐，快去洞房。气得旁边的刘子言没好气的骂他，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老不正经。最后还是陈乔乔回来，又说那些不是什么朝廷官员，就是伯爵府找人冒充的。陈乔梁才拉着翠花，在众人意味深长的眼神里入了洞房。二舅，您看这事儿。永王哼了一声，现在用到他了，还能怎么办？姓何那狗官连伯爵府的公子都敢杀，这是大罪，他死定了。永王看着自家儿子这沉不住气的模样，他还想拿敲着下陈乔乔这个死丫头呢。陈表哥说的极对，表哥真是一表人才，大义凛然，本县主实在是敬佩。魏晨被陈乔乔夸得一愣，他做什么了？永王看着自家傻儿子陷入了沉思，没了永王这层身份，他们一家人和这些村民又有何区别？明日再说吧，既然我在这儿，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第2日，一行快马扬着尘土进了陈家村。乔乔，快出来！京城来人了，有圣旨。1刻钟后，陈乔乔总算是收拾好了。另外一边，几个村民压着堵着嘴被绑了一夜的何延年，还有范婆子，朝着亭子这边走了过来。县主，这是昨日村里抓到的一些小贼，让他们也感受下陛下的威严。惠县主接旨。本来何延年和范婆子还在挣扎，可一听接旨，瞬间不敢动弹了。冀州治下惠县主陈乔乔聪慧无双，屡次立功于社稷，实乃万民之福，实乃大康之幸。特赏赐惠县主白银1000两，苏绣10匹。朕得知惠县主兄长即将成婚，朕亲提笔以祝之，令明年朕值千秋，特命惠县主进京同贺。朕听闻有鲁大师、铁锤、木槿3位少年协同制作了曲园礼，实乃国之栋梁，各赐白银100两，以表圣恩。陈氏乔乔领旨谢恩。一旁跪着的何延年和范婆子双双被那圣旨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个陈乔乔竟然如此受陛下赏识，明年皇帝寿辰竟然要进京祝寿，这还怎么杀？郡主，我等还有一事。官差大哥，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陛下命我等看一看那位。官差大哥们也累了，到舍下用些粗茶淡饭吧。那就劳烦县主了。永王早就听到有人来传旨了，不过他也猜到这旨意是为何了。那些人果然是看看永王，什么都没说就回去了。到了京城，他们回禀陛下也只是说永王一家看着很康健，只此一句。郑安叔，您先去忙其他事吧，我和我二舅有几句话想问这贼人。臣，你们问吧，我定不叫村里人进来打搅你们。魏晨把何延年嘴里的抹布拿了出来。你们竟敢绑架朝廷命官！怎么何大人，您夫人没和您说过我身边这位是谁吗？何延年突然一惊，想到前夜他应酬后回府，搂着小妾要快活的时候，妻子突然要见他，
说是有大事儿，可他当时哪管得了什么大事呀？您夫人没说，那这位老钱婆也没说。大人，老奴以为夫人和您说了的，而且老奴进村的时候已经一片混乱，根本就来不及呀！少废话，快说，他是谁？这乃是当今陛下的胞弟永王殿下。这何延年脸上的表情极其精彩。竟然是殿下，是下官有眼无珠，冒犯了殿下。冒犯？何知州真是好威风啊！殿下饶命，下官也是抓人心急呀。可是那陶奴，可我儿怎么说？那是伯爵府家的公子呢，难道我儿看错了不成？下官也是受人蒙蔽，小王爷怎么能看错呢？是下官的错。何知州，一定是你弄错了。既然是你弄错了，那这陈家村绑了你们，都是误会，是下官莽撞了陈家村的村民，都是误会。既然是误会，那就算了吧。可是你身边的这个婆子实在是居心叵测呀，自己府里的少爷竟然也能看错。是，这婆子该死，下官回去就处置了。好，既然是误会，那陈儿你就送何大人和那些官差出去啊。对了，有个官差伤了伯爵府公子是吧？手砍了吧，总要让他知道，有些贵人是不能冒犯的。您说是吧，何大人？是，殿下说的是。何延年一行人被魏晨臭着脸送出了陈家村。那些不是坏人吗？怎么放了？是啊，乔乔，这是咋回事啊？都怪那婆子乱嚼舌根，都是一场误会。他们可是砍伤了小木呢。对，得让他们赔偿。村里大家伙儿还有谁受伤了，一并让他们赔偿。村里人听陈乔乔说赔偿，突然觉得自己浑身哪都疼。哎呦，我这个胳膊，那狗日的昨天给我打的。是啊，我这个老寒腿哟，昨天也给我打犯病了。那啥，乔乔呀，大娘这拐杖昨个不知道被哪个王八羔子给打裂了。这是您打别人打的吧？陈乔乔大手一挥，都去报给秀云姑姑，到时候管押的何延年老狗要前去。回到家里，翠花和芳芳、圆圆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菜。好孩子，这个镯子你拿着玩吧，成绩那日太乱，舅母都忘了给你。刘子嫣从手上退下了一个玉镯，魏朝阳的眼睛都看直了，这镯子可是价值连城。舅母，这我不能收，太贵重了。陈乔乔也看着那镯子，说实话他也不敢收，确实太贵重了。收着吧，舅母的一点心意，不当什么的。他们出来怕是没带什么东西，可这成亲大事又不得不表示，所以才拿了这镯子。算了，以后从别的地方补偿回去就是了。嫂子你就收了吧，舅母的一番心意。哎呀，该改口了，乔梅，快叫嫂子。嫂子好。你呀还说乔梅呢，你也快叫嫂子。嫂子。翠花羞得饭都吃不下去了。好了，别欺负你们嫂子了，她脸皮薄。大家都低头憋笑，大哥也知道疼人了。张大平极其满意陈乔良，更满意陈家这门亲事。回门那天，陈乔乔几人干脆一同都去了张大平的家里。柱子，去买肉，多买，今日啊都在婶子家里吃。魏朝阳和魏晨也来了，他们来这里也有2个多月了，多少适应了村里的环境。好呀，婶子，您可多做点，一会儿芳芳、圆圆、谢念都要过来呢。哎呦，那可不成，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是叫春喜也来吧。我们2个老的做饭，你们几个小的乐呵乐呵。这也没什么好玩的。永王最近有点放开了，没活的时候就弄副象棋，教村里那些汉子们下象棋，偶尔还从陈乔乔这抠点银子，和几个聊得来的在亭子里吃点小菜，喝顿酒，简直是不亦乐乎。刘子嫣不知怎的，竟然和王秀云走得十分近。王秀云只当她是陈乔乔的舅母，倒也相处得不错。春去秋来，最大的事莫过于学子赶考。陈老三早早带着他的陆宝贝进了京，陈乔生也在准备着童子试。他读书虽然才2年，可学问却非常扎实，所以想试一试。番薯已经能收了，陈乔良带着村里人把田里是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开干！陈乔良也不废话，带头开始挖。陈乔乔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他们干什么，永王一家人就跟着干什么。这番薯竟然是长在地下。魏朝阳从前从来不知道这番薯竟然是这样的。大哥，你看，我挖到了一个这么大的番薯。
确实不小，继续挖吧。魏晨宠溺地看着魏朝阳，哎呦，这番薯竟这么大，可不是嘛，而且还结得多呢，比咱们种的强多了。陈乔乔看着大家挖出来的番薯，点了点头。他特意让陈乔梁按照他的想法，小苗之间的间隔大一些。我听说乔梁种的番薯大丰收了，我来看看。拿起一个番薯在手里掂量了一下，是不错，这番薯看着个头确实比旁人家的大。这片地正是当初永王家种的那5亩地。是啊，郑安叔，5亩地挖出来的番薯都在这儿了。哎呀，不得了啊！这比平常8亩地的产量还要高出不少呢！快叫村里的叔伯们来看看。没一会儿，村里的几个老庄稼把式都来了。确实不少啊，郑安，要是都能这个产量，咱们村家家都能多存不少粮食啊。永王一家听说那些人说自家种的番薯产量高，心里都十分高兴。秋收整整忙了2个多月，才把粮食都收回去。这一日，陈乔家家里正沉浸在翠花昨日忽然检出有喜的欢乐中。一大早，老宅的乔平就匆忙的过来，说陈老太太晕倒了。陈乔良忽地站起来，赶忙往老宅去。乔乔，咱们也过去看看吧，别让别人说闲话。哎呀，这是造的什么孽呀！那个小贱人呐！陈老三，那个挨千刀的，让他滚！陈老三，他不是考试去了吗？难道陈老三这是没考中？陆云桃那个小贱人，听说你三叔没考中，连夜卷铺盖回他们陆家去了，还把你三叔的盘缠都给骗光了。你三叔在冀州那边借了高利贷，如今还不上，人家要他一只手呢。王鸭蛋一边说一边咒骂：你二叔非得要去赎人，这就是个无底洞啊！信在哪里？我看看。在这里呢。陈巧虎拿过了他三叔写的信，他今年都定了亲了，都是等着用银子的时候呢。我去，这陈老三真能耐啊！信里说，陆云涛想着陈老三肯定是能考中的，于是借了高利贷，在冀州买了个大宅子，又买了10几个仆人。结果陈老三没考中，陆云涛借口回家里拿银子，竟然带着自己的婆子丫头一去不复返。陈老三这个傻叉等了10多日，结果只等来了催高利贷的。他没办法，只能遣散了仆人，把房子抵给了高利贷的人，如此还欠了人家5000两呢。是啊，乔乔，你二叔心眼实，带着家里的50多两银子就去了。他没法生养，乔虎、乔平都是他后半生的依靠。如今孩子说了亲事儿，陈老二这个王八蛋把钱都拿去救他那死鬼三弟去了呀！别管那个混账，快，乔梁，把你二叔追回来！这个实心眼儿的，哎呀，要顾着2个孩子的事儿啊！那你别激动，没事的，二叔三叔都没事，你可别激动啊！这混账东西，祸害的全家不得安宁啊！陈乔乔看着那信，怎么看都有猫腻。乔乔，求求你了，救救你二叔吧！5000两银子，我们就算把自己卖了也还不上啊！他们的日子如今好过了，2个孩子成了亲，那就万事不愁了。陈老二这个王八蛋竟然还想去救他那个死鬼三弟。二姐，求求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吧，之前是我们不对，我们知道错了。行了，二婶，你先起来吧，我去一趟冀州就是了。别去，你是县主。这些肮脏事儿就让王八羔子自己想办法。不打紧，我去看看，真没那么大本事，我也不会乱掺和的。安抚了半晌，陈乔乔才扶着翠花出了老宅。大嫂，如今你刚有了身子，还是在家里养着吧，万事有我和大哥呢。翠花腼腆的点了点头，她也十分珍惜肚子里的孩子。第2日，陈乔乔带着谢念，还有死皮赖脸要跟着的魏晨和朝阳4人，打算吃过早饭就去冀州。帮我带些工具回来，还有一些书，这些是单子，拿去。经历了上次的事情，木槿不打算再躲着藏着了。永王在这里，他又入了皇上的眼，他要抓紧让自己更有价值。等明年皇帝寿辰，随着陈乔乔一同进京，夺回自己的伯爵之位。二姐，我也和你去，毕竟是我们家里的事儿，不能总是让你冲在前面呢。小时候他们不懂事，一直欺负陈乔乔他们，如今却事事要仰仗人家。他总想着说句道歉，可又觉得生分。乔虎也一起去。路过县城，陈乔乔特意让谢念停了车。乔生也考试，如今也该出成绩了，咱们去看看吧。反正又考不上。所有人立马横了他一眼。
本来就是啊，谁家8岁的孩子能考上童生？真当童生是大白菜呢？是啊，你这样的别说童生了，考个地瓜都费劲儿。我弟弟起码有勇气敢考，哪里轮得到你说啊？你朝阳，闭嘴！你这张嘴啊！乔生那孩子平日多努力，你我都是看在眼里的，你怎么能在乔乔面前这么说呢？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也不是说乔生不行，就是他还那么小着。好了，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看乔生也没问题。那榜单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呀！哎呀，我中了！我是童生了，我终于中了！少爷，您中了第3名了，快看！怎么没有我的名字？不可能啊！我明明都打满了的。相公，快看看，那是不是你的名字？陈乔乔没想到一个童生考试竟然这么多人。天哪，那个陈乔生竟然在榜上，他才8岁啊！什么？怎么可能啊？8岁，申童不成？这回好了，不用挤了。哎呀，我弟弟好厉害啊！魏朝阳，你哥哥呢？你哥哥考中童生没有？我哥是不想考，不然一个童生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惜你大哥考不上。魏晨无语，他这是算躺着中枪吗？二姐，没有找到乔生，他好像没来。走，快去铜川学院。陈巧虎虽然着急自家亲爹的事儿，可考上童生也不是小事儿。几人又赶着马车到了通川学院，学院早就一片沸腾了，简直就是天才！我们冀州还没有出过这么小的童生呢，此子大才呀！要是好好培养，我们冀州没准能出个最小的秀才，啊不，最年轻的状元呐！他们通川学院要是出了最年轻的状元，那日后他这脸上可是大大的有光呀！通知下去，陈乔生学子免除一切费用，我们可不能让别的学院把人给挖走了。陈乔乔一行人笑盈盈地进了书院。惠县主，恭喜恭喜啊！令弟实乃天才呀！你放心，书院以后肯定用心培养乔生，这样的人才能在我们通川学院，这是我们的大幸啊！陈乔生听说陈乔乔等人来了，也从书堂里走了出来。二姐，乔生，你现在是童生了，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仙莲姐姐，你过誉了。被人一夸，脸上有些滚烫。二姐，我有几句话和你说。陈乔生找陈乔乔也没什么事儿，主要是求陈乔乔让村里人低调一些。他虽然考中了童生，却是最后一名。到达冀州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巧虎担心陈老二，安顿好了就出门去打听陈老二的消息了。让小二做些招牌菜来，再上1壶酒。魏朝阳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他不作妖的话，陈乔乔也懒得理他。几个人正在吃着饭，突然一个喝多了的胖子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哎呦，这是哪来的小美人？哥哥请你们吃可好？哪来的混账，滚！哟，哪来的小毛头？识相的滚一边去！大爷的事也是你能管的。要你滚就赶紧滚，别找不自在。这要是在京城，谁不知道他的威名？啪的一声，那满身酒气的男子刚大笑出声，就被一个大嘴巴给扇蒙圈了。哪儿那么多废话？魏晨嘴角抽搐，陈乔乔身边这都什么人呀？真是一言不合就动手啊！干得漂亮！你个小贱人，给老子等着！啪的一声，又是一个大嘴巴子。老娘光等着太无聊了，一边打你一边等可好？放肆！我爹可是冀州商会副会长，你们等着吧！一边说一边捂着脸往外跑。哼，这要是在京城，姑奶奶剁了他的舌头。第二是陈乔乔给张选递了个拜见的帖子。哎呀，惠县主啊，前些日子老夫实在是走不开呀，家里老母亲生病卧床，这才错过了令兄的婚事，小小薄礼，不成敬意。张大人说的哪里话？不知老夫人的病情可好些了？哎，人老了，诸病缠身，虽无大碍，却也……先不说这个了。听说何知州大闹了令兄的喜宴，想不到都传到冀州来了。那何知州是个没分寸呢，这次的事他怕是要被弹劾了啊！对了，还有个好消息呢，严县令马上就要被调走了，听说去个十分荒凉的地方上任，这种懒政的官员真是便宜他了。陈乔乔会心的一笑，皇帝老爷子还真是护短呀，那严童的罪状多了去了，结果刚打了冷子凤孙就被调走贬走。张知府，我此次来是有事求您。陈乔乔也没怕丢人，把事情大致说了。惠县主莫急，我这就派手下人去查访，有了消息一定第一个通知您。
一个美男就这么躺在街边，竟然无人扶，世风日下呀！一堆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你们这一群人就这么看着？哎，姑娘啊，实在是打人的那群人，我们惹不起啊！什么人这么嚣张？官府也管不了不成？哎，管什么管啊？府衙里有他们的人，我们就是。出了县衙，陈乔乔又找了一座富贵茶楼。我乃惠县主，与你们帮主多有交情，请帮忙查下陈三海此人相关的消息。之后，陈乔乔又把陈老二的特征仔细地和楼里的管事描述了一下。他们酒楼前面是招待想要获取消息的客人的，每日都有无数的消息通过小乞丐口口相传到这里，再从这里送往各地。乔乔，出事了！你二舅家那个魏什么的被打了，他妹妹被人抓走了。要不是他跑得快，肯定也被打得不轻，就这还挨了好几脚呢。什么人干的知道吗？不知道，一帮人凶神恶煞的。县令，你认识府衙的人，回去一趟赶紧报官。陈乔乔转身又回了富贵茶楼。管事的，让你们帮主给我安排几个得用的人来，越快越好。管事的总听帮里几个老大说，惠县主和帮主关系很铁。小陈子，去告诉帮主身边的小厮，惠县主在冀州需要人手，看怎么安排。一盏茶的功夫，两个人来到了出事的街道，魏晨晕死在那里，竟然无人敢扶。一个美男就这么躺在街边，竟然无人扶，世风日下呀！一堆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你们这一群人就这么看着？哎，姑娘啊，实在是打人的那群人，我们惹不起啊！什么人这么嚣张？官府也管不了不成？哎，管什么管啊？府衙里有他们的人，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哪敢掺和这些事儿啊？官官相护，姑娘啊，不是我们不想帮，我们都怕了。张选看着不是这种人呀，难道他还人前人后两副面孔不成？大娘，来碗甜水。那大娘是街边卖糖水的，肯定是目睹了整个过程。成，小娘子慢慢喝。哎，大娘，您先别走，我问您点事儿。那老妇人能在这里做生意，也不是个傻的，凑到陈乔乔身旁，小声地说：“是商会副会长家的公子干的，旁的俺可不敢说了。莫非是昨天那货？”陈乔乔没有去医馆，他给了陈巧虎银子。现在最主要的是魏朝阳。张大人没想到，几个人才刚走了半晌就出事了。张大人，哎呦，您老还喝茶呢？别喝了，天都要塌了。哎呀，县主啊，什么事儿啊就天塌了？您说您这冀州怎么治安这么差呀？昨日我们吃个饭，就有人当街调戏民女。今个那肥头大耳的什么商会副会长的儿子，竟敢当街抢人还打人。张大人，我可还记得赈灾的时候，好大有那个会长的嘴脸呢。这之中盘根错节的势力不是那么简单的。如今的商会好大有就是个空架子，副会长秦元虎更是个狠角色呀。那副会长是京城里大人物敛财的工具，又与何知州和不少官员有所勾连。瞧瞧啊，你聪明又胆子大，入了陛下的眼，虽得罪了一些人，也都是小角色。你还没有见识过这官场的黑暗呢。我虽是一州之首，却也被处处掣肘啊。行了，这些话改日再说吧。他们抓的那人是永王府的朝阳郡主，赶紧先把人弄出来再说。哎呦，老天哪！快来人，赶紧去秦家要人。陈乔乔也急匆匆地带着谢念一起去了。秦世杰看着床上小辣椒一般的美人儿，心猿意马，眼里银光大放。王八蛋狗东西，赶紧放了我，否则我砍了你的脑袋！哎呀，小美人儿，我就喜欢你这泼辣劲儿！别恶心我，快滚！从了，大爷，以后要什么给你什么，嘿嘿嘿，让大爷亲亲小嘴儿。哎呦，嘿嘿，魏朝阳真他妈想吐，什么品种的猪竟然想拱他？你个恶心人的大肥猪，少打姑奶奶的主意，我可是杀过人呢！来吧，小美人儿，你今天跑不掉了。魏朝阳吓得赶紧逃跑，可屋子就这么大，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医馆里，魏晨一苏醒就要挣扎着去找魏朝阳。陈乔乔怕他担心，已经让府衙里的小厮在医馆守着了。秦元虎，走，现在带我去秦家。秦府门前，张选亲自带着人也到了。张大人莫急，我这就去通禀我们老爷一声，想来少爷不会做此等荒唐事的。上去就是一脚，陈乔乔把那门房踢了个定墩儿。通报你妈呢，都给我进去搜！王八蛋！不都说了这秦家是京城大人物的银袋子吗？怎么还这么冲动呢？毁人钱财有如杀人父母啊！我的小县主大人。
砰的一声巨响，房门被踹开，几个衙役冲了进来。魏朝阳眼睛一亮，连忙拿被子遮住自己。惠县主，找到了，人找到了。陈乔乔和谢念赶紧跑了过来，一眼看到拿被子遮着自己的魏朝阳，心都凉了。谢念眼神一变，锁定了惊魂未定、穿着暴露的秦世杰，一拳把人打倒，上去就是一顿暴踹。你们怎么才来？陈乔乔，魏朝阳让陈乔乔把外衫脱了，这才把被子拿开。陈乔乔扫了一眼，松了口气，还不算太晚。念念，别把人打死了。是啊，别打死了呀，他们权势大，姑娘别冲动啊。打死了就便宜这混账了，把他阉了做太监。陈乔乔后面的一句话瞬间让差役们集体石化。这个时候，秦老爷和秦夫人带着一众下人呼呼啦啦的都进来了。哎呦，我的儿啊！是谁下的这样的狠手？豪桑来的倒是快，你儿子把人家清白人家的闺女抓来办赏了，也没看你这当娘的出来放个屁。你又是谁？什么清白人家的女子？指不定哪个勾栏瓦舍的贱人蓄意勾引我家儿子，想要多要些银子罢了。老爷，咱们可就这么一个儿子，你看他被这群畜生打的，你可要为杰儿报仇啊！夫人，稍安勿躁，我一定会给杰儿一个交代，把这些闹事的人都给我绑了。秦元虎，你未免过于嚣张了吧？秦元虎看着张选，眼睛微眯。张大人，一点家事而已，何必劳师动众？我儿子可不能白白被如此欺辱。秦老板说笑了，我没有你这么大的儿子。放肆！哪里来的小贱人？您不说我是您的家人吗？既然是家人，总得有个关系不是？不过本县主不缺儿子，更不缺孙子。想不到是鼎鼎大名的惠县主啊，实在是一场误会。您看，既然孩子两情相悦，我们秦府愿承通家之好，备上万两白银做聘礼，可好？老爷，如此粗鲁的女子，怎可做杰儿的妻子？这么泼辣的女子，做个妾就是了，也太抬举她了。夫人，此事你不用管。惠县主意下如何？嘿，我的婚事问他做什么？你那儿子脑满肠肥，恶心的要死，谁要嫁给他？张知府，我要状告秦家当街殴打我舅母家哥哥，掳走我舅母家妹妹。好，回府来人，把秦世杰押走。老爷，不可呀，杰儿吃不得苦的。张玄，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今日老夫必管此事。魏朝阳可是郡主，他倒是不想管，可能吗？这位是惠县主吧？人还是要给自己多留点后路。老夫觉得这件事要么还是私了了吧。哎，秦大人说笑了，本县主喜欢一条路走到底，小孩子捉迷藏呀，还多条路。陈乔乔和谢念带着魏朝阳快步离开了。朝阳，那个畜生有没有伤害你？刚一出门就碰到了一瘸一拐的魏晨。大哥，魏朝阳抱着魏晨，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没事了，没事了啊！以后大哥不会让坏人把你抓走了。晚上客栈里，秦家的管事带了不少的礼品，陈乔乔微笑着收下。等他们刚一出门，那些东西都顺着客房又扔了出来，正好扔到那管事的头上。傍晚的时候，富贵茶楼的管事着人送了口信来，陈老三和陈老二的下落有了，他们现在人在四海钱庄的手里。这个四海钱庄明面上是个遍布大洲的正规钱庄，私底下却是干着坑人的高利贷生意。听说他们背后的东家是秦元虎。前天夜里，陈老二拿了几十两银子去救陈老三，可据说那陈老三欠的实在不少，对方不肯放人，陈老二要报官，那些人怎么可能害怕，竟是连同陈老二一同抓了起来。乔乔，我爹他急得都要哭了，现在他实在是没办法了呀。你先回去，让你们管事尽快通知了你们帮主来一趟。谢念给那小厮打赏了银钱，那小厮高高兴兴的走了。不过这事儿透露着怪异呀，他们既然想要钱，就应该放了陈老二才是，为何反倒是把人给抓了呢？除非是逼着陈家其他人来，陈家除了他陈乔乔，还有其他人吗？今天秦元虎也一直要和陈乔乔私下说，如果秦元虎真是京城某个皇子的爪牙，那他必然是知道魏朝阳的身份。越想，陈乔乔越觉得那些人是冲自己来的。先是放贷套牢了陈老三，逼着他从陈家村走出来，
然后再对魏朝阳下手。如果魏朝阳在他这里出了事儿，那么永王一家势必要恨上他这个惠县主，到时候自己可能也要被逼着占位，真是好算计。没用的东西，这么久了，竟然还没成了事。秦元虎表面陪着不是，心里却在冷笑。那可是朝阳郡主，本来他与儿子商议好的，只是让众人看到俩人在一块儿即可，在秦府睡上一夜，即使真没有做什么，魏朝阳为了名分也要嫁给自己的儿子。大人，这张选实在是不能留啊！往日他对咱们的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偏偏这次坏了殿下的好事啊！说你蠢，你还真是蠢呐！必然是那张选知道了朝阳郡主的身份，不然你以为这个老狐狸为何这次如此强硬啊？妈的，这个老东西果然是个老狐狸。青衣男子喝了口桌子上的茶，咀嚼了半晌，开了口：不是还有惠县主呢吗？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跑了，那个也是一样的。大人，再给小的一次机会吧！那小贱人竟然辱骂老子，老子一定要让他后悔一辈子才解恨。这次不要让我失望才是啊！殿下的门庭有的是人想钻进来，你们秦家可不是唯一的选择。秦元虎赶紧点头哈腰给人添茶，心里却把对方祖宗骂了个遍。第二日，陈乔乔带着巧虎和谢念去了四海钱庄。两位小姐是要存钱呢，还是大生意？让你们掌柜的来。没过多久，那掌柜的果然挂着一脸褶子从后面出来了。两位小姐，听说有大生意，可否让老朽开开眼呢？陈二海，陈三月。猛然听到这两个名字，老掌柜一愣。想见人，姑娘恐怕是来错地方了吧？我们四海钱庄可没什么大海二海的。怎么有消息说他们是被四海钱庄的人抓走了呢？姑娘肯定是弄错了，我们是正规钱庄，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陈乔乔点了点头，仿佛果然来错地方一样，带着谢念离开了这里。掌柜的，这……小伙计刚要说话，就被掌柜的抬手打断。不管他们是试探还是如何，我们四海钱庄与那些放贷的三九流定然是不能搅和到一起去的。陈乔乔刚走出四海钱庄，迎面走来一人，低声和陈乔乔说了两句话：走，去前面的茶楼。狗牙子几人早已等待多时。惠县主，好久不见。我们帮主啊，现在叫安宠。去，惠县主爱叫什么叫什么。果然不一样了呀，如今看着倒是精神了不少。当初要不是惠县主指点，我们几个还在街边做小混混呢，如何能有今日的成就？如今的冀州混江湖或是朝堂上想得到一些消息的，谁不叫狗牙子一声安小爷？说说吧，我二叔他们被关在了哪里？陈家二叔三叔被关在了一处仓库旁边，那仓库就在渡口旁边，来往的行人都是各个州府做生意的，十分杂乱。而那附近有两处仓库是四海钱庄所有，他们用来储存运送银两的地方，有上百个手里有功夫的看守，想要救人不容易啊。他们平常放贷的银子，那些人会偷偷的直接从仓库里拿，并不会走四海钱庄的账目，所以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啊。身在其中，怕是避不开了。只要惠县主有需要，我狗牙子必定身先士卒。虽然知道秦家背后势力硬，可只要陈乔家一句话，他不在乎。从长计议就是了，何必要硬碰硬呢？容我想一想。陈乔乔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一句诗出现在陈乔乔脑海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你过来一点。温热的气息带着兰花的香气靠近了狗牙子的耳朵，让他猛然心跳加速，一张脸涨得通红。听懂了没？啊，这再说一次。陈乔乔无奈又说了一次。第二日，冀州表面平静，实际却炸了锅。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在传四海钱庄出现银钱危机，正在抽调银子。第二件事，丐帮安小爷竟然做起了放贷生意，且利息都要比其他家低上1成。这个丐帮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这个姓安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秦爷，你且别生气，丐帮主要是做消息的生意，向来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咱们的人也从他们那里买了不少的消息，谁知道这突然……这个安琛年纪轻轻竟如此阴毒，表面传出我们钱庄的银钱出了问题，导致好多人不放心，把银子取走了，又私下降息，害得我们损失了不少客人。管事的人听秦元虎这么说，不禁又擦了一把汗。这些手段不都是他们当初来冀州击垮其他小钱庄惯用的办法吗？客栈里，陈乔乔又接见了一个老妇人。县主，您可得问我们做主呀！我们惠文钱庄就是被他们硬生生击垮的。他们到处宣扬我们惠文钱庄做假账，弄了个小狐狸精诬陷我儿子。
唉，让我的儿子不得不私下被他们逼迫卖了祖产。陈乔乔今天已经见了5、6个惠文钱庄这种情况了。一旁的罗师爷一边记录一边擦汗，连夜写了一封奏折让人送走。陈乔乔就不信这么多银子，皇帝老爷子不动心。去年多处洪水干旱又有蝗灾，今年边疆又有动乱，眼看着又要各个村出壮丁修路了，大把的地方要银子呢。御书房龙景帝正在为银子愁的是大把掉头发呢，钱，到处都用钱。陛下又加急奏折，是冀州方向的，难道是永王又闹出什么幺蛾子了？龙景帝搓了搓脸，让自己提了提神，接过太监手里的奏折。放肆！竟敢动朝阳！下面的小太监吓得连忙跪下，哆哆嗦嗦不敢抬头。朕的儿子们出息了！来人，尽快把四海钱庄的所有相关消息送到朕面前，一定要信。第二日，有关四海钱庄的所有消息都被呈送了上来。好啊，朕倒是想知道我大康半数银钱有多少。来人，研墨。陈乔乔看着手里的圣旨和尚方宝剑，差点没乐过去。这皇上到底是大方呢，还是缺钱缺疯了？才2、3天的时间，秦家放贷的生意几乎要被狗牙子给抢光了。早在狗牙子放贷之前，他就以丐帮的名义在秦家钱庄借了一大笔的银子，期限是10年。为此，秦家还特意抽调了大批现银，以为这是笔稳赚不赔的大生意呢。如今好了，射出的箭竟然扎在了自己的胸膛上，实在是痛啊！不过秦家也不是吃干饭的，第3天四海钱庄就摆满了银子，足足有10万两之多。让让都让让，官府办案！一堆官差推开了围观的人群。官爷，这里是否有什么误会啊？那管事的一边说，一边给那带头的衙役塞了一个银锭子。今日官府丢失了一批银子，怀疑和四海钱庄有关，这批银子暂时扣押。对面茶楼的秦元虎和那青衣人一听这话，齐刷刷的站了起来。怎么可能啊？那批银子明明是咱们的。你下去，这批银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带走。这批银子是他从别处抽调的，过了今日就要立马放回去，不然要出大事的。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我们这批银子来源现在就可以查，绝对没有问题。可是知府大人亲自下的命令，那我秦某人就亲自去找张知府。不过这批银子你们谁也动不得。说完这话，从四海钱庄里出现了20、30个汉子。您这大胆，官府办案也敢阻拦？惠县主，这是我们四海钱庄和官府的事，您没有资格插手吧？还是回你的陈家村去吧。来人，念。谢念从陈乔家后面走出来，拿出手里明晃晃的圣旨。皇上亲笔圣旨，尔等还不跪下？天哪，竟然是圣旨，我还从来没见过呢。快，都跪下！这四海钱庄怕是要倒霉了吧？这惠县主与秦元虎剑拔弩张，一看就不好收场。特命惠县主稽查此案，凡涉事人员事务，皆为惠县主唯命是从，特此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所有人都不淡定了，秦元虎更是傻掉了。完了，全完了！皇上为何要查冀州之前那些小钱庄的旧事儿？定然是有人将这件事捅了上去了呀！来人，把这些银子带走，封存到官府仓库。这些银子只是进了官府的仓库走了一圈而已，还没等张选看上一眼，后头早有朝廷派遣的御林军直接把银子押走了。张选看着空空如也的仓库，他好像得到了，又好像没有。秦府赶紧想办法把那批银子弄回来，马上，立刻！大堂里除了秦元虎，还有冀州城的刺史以及知州等人。那可是国库的银子，如果被发现了，可是要掉脑袋的。这个惠县主，老秦，你找人做了他。是，我马上安排。仓库那边想办法，千万不能让这批银子出意外。大人放心，只要这批银子不出冀州，早晚还是咱们的。殊不知那批银子马上就要进京了。夜里，客栈里的小二打着哈欠昏昏欲睡，街上一片肃静。突然，3个黑衣人趁着夜色上了客栈的房顶，不过谢念还是听到了响动，吱呀一声，开窗的声音不大。是谁？陈乔乔被惊醒，刚好看到一把明晃晃的刀出现在自己房间的窗户那里。谢念救命！你挡住来人，我们马上杀了他。说完，2个蒙面人冲了进来，陈乔乔赶紧把枕头扔了过去，接着是茶壶。别怕，
只2个字，却叫人十分的安心。很快，3名刺客被制服，可3人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背后之人。谢念，把他们的画像贴到大街上，凡是认识他们的人都有重赏，凡是提供他们家人线索的人赏银子。几个刺客面面相觑，说了我们也是个死，要么什么都不说，连累你们的家人，要么就全说了，你背后的人这次绝无全身而退的可能。我们找是秦元虎派我们来的。陈乔乔点点头，让他们签字画押，然后交给了罗师爷。这些人一定不能出事，这可是人证。罗师爷再三保证，陈乔乔才让人走。知府府邸，张选坐在那里，满脸愁容。张大人，那批银子既然没什么问题，还是尽快归还四海钱庄才是。是啊，我们官府办事也要讲规矩，无缘无故扣押钱庄如此多银钱，传出去对我们的官声可不好啊。2位大人说的极是，等我忙完手里的公务，马上就去。可一连过了2日，那些银子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张大人，您虽然是知府，可这行事亦要有章法，否则别怪我2人参奏一本。我这里也着急呀，还望2位体谅才是。要么2位去问问惠县主如何？第3日，官府出动了一队人马，直奔秦府。秦元虎阻挡官府办案，刺杀5品县主，立刻收监。四海钱庄涉嫌一批国库被盗银两，立刻封查。一系列命令让秦元虎措手不及，他喊冤都来不及，那伙人就把他直接给按倒了。前面抓人正爽，秦府后面一个青衣人戴着帽子，拿着个包裹，低调的出了门。这位先生是要去哪里啊？早就蹲守在这里的谢念一脚把人给送了回去。青衣人喷了一口血，昏死了过去。京城里，龙景帝看着那10万两银子，心情大为舒畅。拨给户部3万两，兵部5万两，剩下的暂时收回国库。总算有银子了呀，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他的哪个好大儿。3皇子气得差点暴走。什么国库盗窃案？国库哪里有银子？父皇这手真是好啊！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四海钱庄，如今竟成了皇帝的钱袋子。惠县主，李老爷求见。李老爷就是之前多次帮自己的那个。惠县主，多日不见呐，您这一来冀州，必然是有大动作呀。李叔说笑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小小回礼而已。惠县主倒是不把老夫当外人，那老夫也就不绕圈子了。这次老夫来呢，主要是为了那钱庄这事。原来李老爷眼看着四海钱庄是完了，既然别人做的，他自然也做的，趁乱才能有大机遇。李叔若有如此雄心壮志，这次正好是个机会，四海商会绝无翻身的可能。若我李氏钱庄有了前程，必然记得县主今日之恩。陈乔乔点了点头，不是李家也是张家王家，倒不如是和自己交好之人。县主在这里落脚多有不便，我有一处宅子赠与县主。李老爷办完了事儿，其他的不方便听，直接出了门。府衙里鸣冤鼓敲了一天，状告秦元虎的状纸一份接着一份，私自关押百姓，圈养杀手打手，私下放高利贷，同时用卑鄙手段打压其他商会等等罪行，秦家全部入狱，在劫难逃。京城里通敌的书信送上来的时候，3皇子有些不可置信。看看吧，蠢货，真以为四海钱庄是你的钱袋子？本来他是打算给四海钱庄安个罪名的，没想到他们竟然有狗胆通敌叛国，把自己的蠢货儿子戏弄于股掌之间。父皇，儿子真是不知道啊，儿子绝对不会做背叛祖宗的事。老三，你还有脸争夺这个位置？被下面的人愚弄成这个样子，为了拉惠县主和永王入局，竟然不惜用朝阳做法子，你太让朕失望了。3皇子被贬为郡王，立马前往边疆3年的消息震惊朝野，9州所有四海钱庄全部查封，缴获白银200万两。皇帝老爷一高兴，册封陈乔乔为4品惠郡主，赏赐京城房子1套，白银1000两，其他赏赐更是装了整整5车。在陈家村吃瓜的陈乔乔怎么也没想到，他如今在京城可是个名人。顾玄之来信更是满纸的心酸，生怕自己配不上陈乔乔。陈老二、陈老三都回了村，回忆往事种种。陈老三竟然跪在陈乔乔家门前，祈求王秀云的原谅来。娘，你就原谅爹一次吧，我和大哥都很想你，姥姥姥爷也希望你们能重归于好。吱呀一声，大门终于开了，王秀云走了出来，陈老三都看呆了。王秀云的气质比以前好了太多。
秀媛，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陈桥洞站在一旁，眼看着娘越来越好了，劝和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呀！小妹，你到底是为了娘好还是你自己？你看娘如今比从前开心许多。大哥，你怎么这样说话？难道你不想娘吗？你我马上就要议亲了，没有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别人都是怎么说我们的吗？你也是要科举考试的，我可不都是为了我自己呀！都是爹的错，不怪你们娘，是爹被猪油蒙了心，爹没教好你们。一个大男人就那么哭了起来。你起来吧，我给你2年的时间，让我看看你到底改没改。如果改了，就给你一个机会。他已经不爱这个男人了，这份婚姻更多维持的是这个家，是儿女的未来。娘，2年也太久了。乔蕊，你怎么跟你娘说话呢？你娘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不容易，况且我们和离是爹的错，就算这样，她也还是你们娘。是，早干嘛去了？死男人！就是秀云姨再找一个就是了。陈老三撩妹有一手嘛。一旁的圆圆撅着嘴扫地，这3位也忒能吃瓜子了。秀媛，2年就2年，我决定了，不回镇子里去了，就在这里和赵夫子一同教授孩子们。你还是要以科举为重。赵夫子学识了得，我在这里也是一样可以读书的。陈乔蕊和陈桥洞依旧回镇子王家，陈老三住到老宅。虽然王鸭蛋对陈老三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不过陈老三都当作没看到，日日服侍李老太，免费教孩子们读书。一日刚吃过饭，村里又有敲锣打鼓声，乒乒乓乓吵得众人不得安生。朝廷征调壮丁修路，每户人家出1名，或出5两银子顶替。年年修，年年出壮丁。今年我们家轮到老2，俺得回去给孩子多准备些衣裳。修水渠这活又脏又累，最重要的还是冷。陈乔家倒是不担心，他们家拿银子就是了。娘，爹要去挖渠，这怎么办呢？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说着话，就被突然冲进来的陈乔蕊打断了。乔蕊，以后不可如此无礼，这是你哥哥姐姐还有嫂子，你要打招呼。娘，您怎么都不问问我过得好不好？爹如今如何了？你变了。乔蕊，你长大了，娘刚才跟你说的，你没听到吗？陈乔蕊没办法，只能和屋里的人一一打了招呼。你爹是该去的，难道要你二叔去？你爹这些年在镇子上读书，家里都是你二叔照看着，他要去就去吧。娘，爹哪干过这种活啊？娘，你有银子，你要不然帮爹。后面的话越说声音越小。你爹为了银子都跟别人跑了，凭什么还让你娘出银子？刘子嫣拉了拉咱家闺女，别人家的事儿还是少开口。不过是陈乔乔的远房亲戚，嚣张什么？我爹已经改好了，从前的事儿为何要抓着不放？笑话，你爹说改好就好了。万一你爹拿了银子再出去和这个淘那个淘的好上了，你娘的银子谁来还啊？你妈？切，什么东西？魏朝阳一连串的话让陈乔蕊十分尴尬。娘，求求您了，爹是读书人呐，挖水渠那么累，万一爹……够了，乔蕊，你爹是大人了，他知道该怎么办。你要是没事儿，就多学学绣花吧。他如今是有银子，可那是他留给2个孩子的，如何还能添给陈老三？你不帮就算了。一边哭一边跑，正好撞到了进来的林锦书。这位小姐没事吧？陈乔蕊的胳膊痛得要命，刚要破口大骂，一抬头就看到了眼前的少年，月白色的衣服，一张脸又白又嫩，和村里其他人一点也不一样。没事儿。陈乔蕊脸色通红，声音如同蚊子一般。林锦书，过来这边。魏朝阳看着眼前的一幕，觉得十分刺眼。朝阳，好好说话。魏晨从外面进来，陈乔蕊眼看着又一个养眼的帅哥从外面走了进来，眼睛都直了。这才是他陈乔蕊该嫁之人啊！娘，我先回了，改日再来看望娘。回去吧，你不喜欢陈家村，就不要回来村子里了。娘有时间回去看你。怎么会呢，娘？您和爹都在陈家村，女儿必然是要留在您和爹的身边尽孝的。这个陈乔蕊还真是个人物呀，这么一会儿就看上了2个了。郡主，这是我最新设计的农具，还有家具，你帮我看看。林锦书说着话，脸有些红。陈乔乔丝毫没在意，接过那些图纸来看，上面有镰刀、锄头，还有一些农民常用的农具家具。家具是陈乔乔指点的，节省空间，还有折叠多功能的，这都是现代小户型非常常见的。陈乔乔拿笔把不合理的地方都标注上。这些农具啊，还是要做出来让大家伙用用看，不然怎么能知道好不好？
说了半天都没有回答。陈乔乔一侧头就看到了林锦书那张脸呆呆愣愣的样子。喂，想什么呢？林锦书这才反应过来，有些不知所措。我妹子有什么了不起？魏朝阳也不知怎么了，看到林锦书和别的女子靠得太近，他就不舒服。什么？你要去修水渠？不许去！哎呀，紫嫣，你听我说，何老八家情况你也知道，2个孩子都还小，他的腿又……老八一个人不容易。永王如今瘦了许多，整个人也黑了。他每日笑呵呵的，早就和村里人混成了哥们儿。你好歹是个王爷，从小金尊玉贵，怎能？他可听村里那些妇人说了，年年修水渠都有死的。爹，我进去。陈儿，你还小，不要胡闹！我不小了，村子里有这么大的，多少都成了家了，都能养家糊口了。不过永王2口子说什么都不同意，最后还是决定永王去。为此，刘子嫣特意找了陈乔乔哭诉了半晌。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安排谢家大哥在一旁的，保准不叫他出事。有了永王的事情，刘子嫣也变了。尽管陈乔乔借起了银子，陈乔乔没问为什么就给了。刘子嫣拿了这钱，和村里妇人一同到镇子上买了不少的棉花和布，日日在屋子里做棉衣。这些是要送给村里那些后入陈家村的人。既然永王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他这个做妻子的自然要一起。你说我怎么就感觉我一个人格格不入呢？连朝阳都开始帮母亲干活了。他好像一只迷茫无助的小狼狗，可怜巴巴的。陈乔乔皱眉，这怎么画风还不一样了呢？刚来的时候嚣张得很啊！你看看别人都在干什么，你就去帮忙。你看看你老子，你学着点吧。眼看着入冬了，家里的地这可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俺打算自己一点一点收。婆婆年纪大了，你一个妇人，有什么呢？如今的日子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了。魏晨正在出神，2个路过村妇的话让他眼前一亮。陈乔乔，我要干活，我要去田里。大哥，田地早就收完了，你要是实在没事做，去山上找些野果子怎么样？林锦书这几日也不知道忙些什么，约他一起去吧。魏朝阳说到这里就有些脸红。我没空。魏晨不搭理自家妹子，把自己的计划和陈乔乔说了。陈乔乔点头。如今许多男人都去挖水渠了，村里好多人家的地都还没有收完，剩下一些妇孺，确实有些难。魏晨，既然要做就好好做，可别半路哭。放心吧，既然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就当是为我家赎罪了。娘，我来看你了。正说着话，陈乔蕊的声音突然出现。乔乔姐，魏大哥，你们好。魏大哥，你们好。一旁的魏朝阳阴阳怪气地模仿着某人。魏家妹妹，我只是在和大家打招呼啊。陈乔蕊知道这是魏晨的妹妹，没准还能当自己的小姑子呢。陈乔蕊，你娘不在这里，赶紧回吧。那我去木工房看看。陈乔乔岂能不知他的心思，懒得搭理罢了。不管是魏晨还是林锦书，要是在这点小事上栽了跟头，陈乔乔只有嘲笑他们的份儿。没几日，林锦书黑着一张脸来了。郡主，能不能让那个姑娘不要总去木工坊？哦，哪个姑娘？林锦书的脸憋得通红，气得差点没掐陈乔乔的脸。陈家乔蕊姑娘实在是热情，奈何小生心里已经有人了呀。啊，你心里有人了？谁呀？总之，别让她去木工坊，每日扰得人无法专心。陈乔乔扑哧一笑，回头就找鲁大师几人打听陈乔蕊到底干了什么。原来陈乔蕊日日去木工房，要么端茶，要么倒水的，偶尔还拿自己的帕子要给林锦书擦汗。林锦书怎么看得上他？要不是他修养好，早就把人给赶出来了。陈乔乔让把这事儿说与了王秀云，这是他女儿，还是他来管教更合适。陈乔蕊不再去木工房了，听说在老宅哭了一天，王鸭蛋也骂了半天。娘是个好的，怎么有个如此拎不清的女儿？魏晨看着手上的水泡，疼得直抽抽，怎么感觉比打架还疼？刚想歇会儿，看到旁边比自己小的孩子还在干活，只能咬咬牙挺着了。魏大哥，喝点水，吃些东西吧。我记得你是陈乔乔那死丫头三叔家的吧？是啊，魏大哥，您记性真好，还记得人家。魏大哥，听说你帮大家秋收，想着你肯定没有干过这粗活，我带了些水和吃的来。陈乔蕊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煮的鸡蛋还有包子。魏晨刚好饿了，拿起一个包子就吃，吃了一口，突然看到旁边的孩子在偷看自己，心里一动。你们也过来吃啊，快！魏大哥，
你自己吃好了。魏晨皱眉，抓起里面的包子和鸡蛋，给那些孩子一人分了一个。谢谢你了，陈姑娘。陈乔蕊脸都绿了，不过还好，总比林锦书那呆子强。没事的，魏大哥，明日我再来给你送下来。不好了，家里进贼了！老二，我早上蒸的包子都没了，明明剩下7、8个呢。王鸭蛋大嗓门吼得整个院子都听到了。是不是乔平、乔虎给吃了？爹，不是我们都在外面干活呢。去找村正，没得让那些小偷小摸的在村子里。今天敢偷包子，明日就是银子。哎，娘，俺这就去。别去了，二婶儿，是我拿的，我给了村里人了，他们太可怜了。他们可怜跟俺啥关系？你拿俺东西给人吃，不就几个包子鸡蛋吗？至于吗？嘿，几个包子，几个鸡蛋，你一个小姑娘不学好，还学会偷了。别说了，几个包子，乔蕊下次别拿了，咱们家也不宽裕。陈老二虽然心里也不舒服，可这毕竟是三弟家的孩子，这是几个包子的事吗？这是偷，他爹娘要是知道了也得教训他。没错，老二不要维护他。李老太觉得这个孙女真是失心疯了，还同情别人，她可不信。奶，二婶儿，我知道错了，您别和我娘说，我回镇子拿银子还不成吗？陈乔蕊有自己的小金库，虽不多，也有10多两银子。乔蕊啊，这可不是银子的事，你在家里小偷小摸的，以后嫁人可怎么了得？咱们老陈家的脸往哪里放啊？二婶儿，你究竟想怎么样？那些包子鸡蛋真的让我拿去送人了？哎，算了，让他把东西补上就是了，再有下次再说吧。成，就让你把东西补上，再有下次，我王鸭蛋一定让全村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陈乔蕊果然回镇子里拿了钱，不但补了鸡蛋和包子钱，还多给了王鸭蛋2两银子，要求就是以后多做些鸡蛋、馒头、包子的，他要接济村里那些穷苦的人家。哎呦呦，不得了啊！咱们老陈家出了个活菩萨呀！你奶和你二叔都没穿过你一双鞋，你竟然还想着接济别人，真是天大的笑话呀！王鸭蛋咬牙切齿地说道，让周围不少邻居都听到了。二婶儿，这事儿又不让你白做，你之后的几天，陈乔蕊日日给魏晨送些吃的，魏晨除了自己吃，还分给村里的其他孩子。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亲上加亲。看看人家秀才家的姑娘就是不一样，眼光高着呢，看不上咱们这种百姓。哎呀，我说你们家也有姑娘，怎么不学着点儿？他婶子，您说笑了，这个可学不来，日日的包子鸡蛋的，俺还没吃上呢。村里的风言风语，陈乔乔也听到了。这一日，魏晨出门干活，陈乔乔拦下了人。那给你这些吃的拿去，吃不饱怎么干活？不用，我吃得饱。吃得饱还差点让人家用包子给拐家里去。他算什么东西，也敢肖想我大哥？你这孩子小声些，他娘到底是个好的。怎么，他娘是个好的，他就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要是陈乔乔还行，他哼。怎么，你不讨厌他了？他现在好歹是郡主了，勉强配得上。行了，这事儿我自有主张，你不可胡作非为，知道吗？刘子嫣打算和王秀云私下说说这个事情，自家的身份肯定是不会娶陈乔蕊的，哪怕她不是村姑，她的品性也不堪为王妃。这个小贱人，王妃的位置也是她能想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当天晌午，陈乔蕊又提了包子和鸡蛋来到了田里，心里想着自己不要押错宝才是。魏晨大哥，是乔蕊姑娘，今日就不麻烦姑娘了，今日带吃的了。魏晨的心里松了口气，以后可是不用麻烦人家姑娘了。是不是陈乔乔那个小贱人？一听这话，魏晨不乐意了。陈乔乔怎么了？这个陈乔蕊怎么突然骂人呢？魏晨哥哥，人家给你送吃的，你不喜欢吗？不曾，只是总麻烦姑娘属实不妥。魏晨哥哥，难道什么？我哥就我一个妹妹，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不是那个意思，魏晨哥哥。嘿，陈乔蕊，少和我大哥套近乎，想做我嫂子你还不够资格。陈乔蕊被人看透了心思，脸色涨红，委屈地看着魏晨。朝阳，你别乱说话，坏了人家名声。哥哥哪有这个心思？大哥，你真是个榆木脑袋。这村里这么多人，他为何偏偏给你送吃的？你看看这村里，谁家日日包子鸡蛋的？你呀，真是笨死了啊！这的。魏晨急得直挠头，他也不是不知道，不过这陈乔蕊不是说有钱吗？看了眼陈乔蕊，魏晨是一点都没有往那方面想。朝阳，你带银子了吗？魏大哥，哼，拿去。陈姑娘，这些银子你拿着，日后不用送了，我自家有吃的。魏晨态度坚决，直接把银子放到了陈乔蕊的筐里。陈乔蕊一张俏脸憋得通红，捂着脸哭着跑开了。朝阳，这次还好有你啊，
魏朝阳翻了个白眼，人家姑娘都这么直接的贴上来了，自家大哥竟然还毫无察觉。行了，下次注意点，除非你想在陈家村里找王妃。魏晨脸一红，又忽地想到陈乔乔，好像也不是不行。魏朝阳解决了自家大哥的事情，一路回村，嘴里哼着小调。贱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是个商户，合着你没回去，在这儿等着我呢？怎么，陈乔蕊想吵架不成？魏朝阳，我爹好歹是秀才，你爹呢？自家日子过不下去才来投奔我们陈家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他想差了，竟然费尽心思去勾搭那个魏晨，还不如木槿公子，长得好看不说，还是博绝甲，就是人冷淡了些。哎呦，是啊，你爹厉害，你爹是秀才呢，我都没见过。不用在这里阴阳怪气的，你大哥也没什么好的，你们家这样的，我陈乔蕊还不稀罕呢。感谢您的放过之恩呐。另外，我们不是投奔你们陈家，我们投奔的是陈乔乔，你们可是分了家的，别没事陈家的，你跟他可不沾边，况且他可不如你贱，上赶着给人家送东西，就送这个，果然是乡野村妇。你笑什么？我呀，听说人家送帕子送荷包的，这送包子还是头一回呢。我让你笑，不许笑。魏朝阳看着抓狂的陈乔蕊，上去就是一巴掌，十分清脆。陈乔蕊吃了亏，怎肯善罢甘休呢？就要上前去打魏朝阳。魏朝阳趁机又是一脚把陈乔蕊踹翻在地，转身就跑。天气越来越冷，特别是修水渠，像陈老三和永王这种没干过什么粗活的，更是十分遭罪。天刚亮，就有管事把他们都叫了起来。早上是饼子和清的能见底的汤，能不能再给我个饼子？其他人就跟着看傻子似的看着陈老三。嘿，爷爷还没有吃饱呢，哪有你们的？去！陈老三十分尴尬的坐了回去。他从前读书，家里修水渠有大哥、二哥还有爹顶着，他从来没有来过，竟是这样的吗？永王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说实话他也没吃饱，只盼着赶紧修完，他开始想念陈家村的日子了。行了，都赶紧起来干活！一帮多懒的东西，爷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来，老魏，起来吧！晚了可使不得。魏叔，来这边。陈家村里的人都在一块儿，陈乔乔还特意让谢报国来保护永王。这一日晌午，乔乔，出事了！快，老魏在修水渠那里出事了。什么？老魏他怎么了？我爹怎么了？怎么会出事呢？陈乔乔都怪你！朝阳，胡说什么呢？是爹自己要去的，这事怎么能怪到乔乔身上？郑安叔，你赶紧说说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有人过来报信，说咱们陈家村的修水渠和管事的官差打起来了，现在都被关起来了，让咱们陈家村的取人呢。打起来了？刘子嫣差点没摔倒。娘没事的啊，爹肯定没事的，我这就去看看。朝阳，照顾好母亲。我和你一起去。赶紧去啊！我爹说不上怎么样了呢。圆圆，你去喊着谢念，然后让安国哥一起来赶车。郡主，我也和你们一起去。舅母，舅舅肯定没什么事的，家里需要有人，您还是在家里吧。刘子言没办法，只能和魏朝阳等在家里。几人驾着车匆匆来到修水渠的地方，那些管事的拿着鞭子不断的呵斥着劳工，一点也不把他们当人。这些王八蛋！这些王八蛋还不是你们家里吩咐的？魏晨无言以对，这大康是他们魏家的。谢念下了马车，拿着郡主的信物去见了那管事的。哎呦，竟然是惠郡主来了，贵人到此，不知所谓何事啊？听说陈家村人和差役大哥起了冲突，我们来了解下情况。那管事的一听这话，眼神有些闪躲。一点小事，这些贱民怎劳郡主来这一趟？这些人简直是反了，竟然偷吃东西。郡主放心，我们也不是不通情理，只是关上半日之后，还指望着他们干活呢，定然不会为难的。我要见人。郡主先别着急，过会儿我们县令来了，再见也不迟啊。陈乔乔双眼微眯，看着眼前的管事，竟然如此胆大，看来这事儿不简单。魏晨则是焦急地打听自家亲爹的下落，奈何那些干活的哪里敢搭理他。郡主有消息了。只过了一小会儿，谢安国就有了消息。
谢安国不是魏晨那种傻子，他私下使银子找了一个正在休息的劳工，偷偷问的话。据那劳工说，好像是挖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呢，管事的让在场的人都不许说出去，还让他们换个地方挖。不过那陈家村有人不知道发了什么疯，非但不走，还要让那些人上报什么的。具体是什么事儿，那老头也说不清楚。估计那疯了的陈家村人就是永王没错了，不然哪个傻叉敢和管事的叫板呢？能挖出什么？定然是对朝廷有好处的东西，不然永王不会那么焦急的跳出来。不过他也是太冲动了，真是一点也不用脑子，不知道先忍着，私下回来说嘛。过了一会儿，总算是等到了看着十分焦急又满面红光的阳谷县县令。真没想到一点小事还麻烦惠郡主前来，实在是下官的不是。可是下官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还劳烦郡主走一趟。确实不周到，本郡主不然来干嘛？你妈，我是这个意思吗？惠郡主说笑了，您请回吧，这里都是粗人，本官来处理就是了，定然不会叫陈家村的人吃了亏。今日本郡主既然来了，自然是要见到陈家村的人。那县令一听这话，只能吩咐那管事的把陈家村的一些人都放了出来，除了永王谢报国，还有几个和永王亲近的。惠郡主，您看人都给您带来了，确实没什么事。那些陈家村的人个个鼻青脸肿，低着头不说话。高县令果然是个好官呢。大家伙都怎么样？可有受伤？陈老三也在其中，只是不太好意思看陈乔乔。惠郡主，俺们都注意这点。惠县主问话呢，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许藏着掖着，知道吗？本郡主问话，其他人闭嘴。郡主何必为难一个小管事啊？都是养家糊口的，陈家村的人都在这里，现在郡主可以放心了吧？高县令为何如此着急让本郡主走？本郡主想和自己村里的叔叔大爷们说个话都不成了？这哪里的话呀？本县令没这个意思，郡主误会了。你们到底是咋回事吗？怎么就打起来了？郑安叔，老魏几个人还没放出来，他们挖水渠发现了东西，那管事的让我们都闭嘴，老魏不肯就被打了。混账东西，让你们怎么干就怎么干，挖出的不过是一些无用的东西，这些县令大人自会处理，何时轮到你们来过问？是的，老魏说那是朝廷的，说什么煤炭。就是乔乔啊，我们是冤枉的，老魏是你舅舅，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呢。这群管事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还威胁我们不准乱说。那县令见此也面色变了又变，不过片刻后又恢复了正常。这是啊，惠郡主可否介意不说话？赶紧释放陈家村所有人，这是本郡主的命令。那县令心里骂娘，那可是数不尽的煤炭呀，要是挖出来那得多少银子？惠郡主，明人不说暗话，你我都是冀州人，这煤炭既然是咱们冀州的，自然要造福冀州百姓，是不是？高大人这话何意？那高县令一听有门，连忙一张肥脸凑了过来，看得魏晨十分不舒服。见者有份嘛，自然是。陈乔乔的眼里放光，真要是分他一半，别说这辈子了，他下辈子都无忧无虑了呀。陈乔乔还没有想完，一声咳嗽打断了他。高县令说笑了，这是朝廷的东西，高县令胆子竟然如此之大，还不赶快放人？就你们村清高，就你们不贪财是吧？有钱不赚是王八蛋。惠县主啊，您看大家伙儿多辛苦，要是有了银子，是不是也能不这么辛苦呀？哎，煤炭要是上交给朝廷，那咱们最多是被表彰下，可这……你可闭嘴吧，就你能，就你懂。要不是魏晨在这站着呢，他都想同意了好吗？高县令，本郡主真不是那种人，您的事儿我一个字都不会提的，还是上报吧。永王一家的事儿，他就一点消息都没有。油盐不进，赶紧放人，废什么话？最后没办法，高县令只能把陈家村另外几人都给带了出来。奶奶的，再动老子一下试试！这些人是谁管的？等老子出去，就找人弄死你们！就是老魏，到时喊上哥几个，弄死他们！魏晨看着自家老爹虽然挂了彩，精神头还好得很，心里松了一口气。二舅，乔乔，你来了，你看看他们把我打的，真是反了天了，竟敢打我！他皇兄都没这么打过他。二舅，小不忍则乱大谋。先说煤炭的事儿，永王这才龇牙咧嘴的不说话了。高县令，这里的情况还是要尽快上报到朝廷才是。水渠要怎么挖？是继续还是换个地方？还要尽快定夺。那高县令心里疼得直抽抽，面上只能答应着。水渠暂时也不挖了，陈家村的人都回了村，谢安国被安排在这里继续盯着煤矿。
什么？让我写奏折？永王没想到这么好的机会，陈乔乔竟然主动提出给了他。要知道，发现煤矿可是大功劳呀。这本来就是您发现的，自然是您的功劳。陈乔乔打量了一眼永王身上的伤，这货是真胆大呀。二舅，下次再有这种事儿，您能不能让报国大哥偷摸回来报个信儿？您想想，要是碰到个狠的，直接……本王是王爷，有什么好怕的？永王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后悔的不行。刚才刘子言还骂了他一顿，如今他的身份很多人还不知道。对于那些贪官来说，他只是个普通的陈家村村民，弄死他就跟蚂蚁一样。行了，我这就回去写。定要参那狗官一本。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有如此大的胆子，想私吞。您都想造反了呢，您还有脸说别人了？圆圆，去拿些银子分给村里那些一起挨打的劳工，医药费咱们出吧。永王这才想起自己那帮兄弟。乔乔，再给二舅拿些呗，人家帮二舅打架，二舅也不能没有表示啊。陈乔乔点头，这钱是正用，他不会克扣。说着又让圆圆拿出了10两银子。永王看到银子，两眼放光，这些银子够他们大吃好几顿了。不对呀，我可是堂堂永王，切，10两银子也打上几小厮都不止这个数好吧？不过呀，银子真香，以前怎么没发现呢？1个月后，朝廷来了旨意，嘉奖了惠郡主及其二舅，让其二舅随惠郡主之后一同进京贺寿。永王看了圣旨，哭得像个孩子。皇兄这是要原谅他了，真好。朝廷派了人接管那处挖出煤炭的地方，不过修水渠的工事还要继续，不然明年万一发大水决堤，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了这次的事情，永王更加积极的干活，平时不管是田里还是木工房、养鸡场，他都要掺和掺和。特别是发现了美味的炸鸡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魏朝阳等人也听说过炸鸡，一直没有吃过。这一日，陈乔乔特意从炸鸡店买了些炸鸡给几人品尝，他们从前在京城也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都埋怨陈乔乔没有早点拿出来。陈乔乔看着眼前一脸严肃的陈乔生，心里颇为欣慰。陈乔生今日是巡修，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说是冀州都在传要开始打仗了，边疆不稳，如今又是冬天，边疆战事怕是不好过。这件事儿也给了陈乔乔启发，她只是别人眼里的一个小村姑，一路升到4品，不知道碍了多少人的眼，还是应该多刷刷存在感才是。陈乔乔第2日就让全家人出动，采购粗布和其他做冬衣、做棉鞋要用到的东西。张大平看着这堆积如山的布匹，一时之间竟然不知从何下手。大平婶，您看看村里大家谁想接这个活儿？做棉衣棉裤，想干的就来领布料，做好了送过来。1套棉服加1双鞋，30文的手工费，边角料也归他们自己。成，这事啊，村里的妇人都能干，不然冬天也没啥事儿做。不到半个时辰，全村的妇人就都知道了陈乔乔这里要用人做冬衣的事情。哎，都别挤啊，听我说哈。那些妇人叽叽喳喳的，根本听不清声音。每个人都有份儿，不要抢。过会儿来几个手脚麻利的都分好了，一家取1份回去做。告诉你们啊，这活可不能偷懒，也不能偷工减料，要是发现了之后，咱们要是有啥活可不叫你们了。这一大早上的嚷嚷什么呢？刘子嫣本以为陈乔乔是要给村里人做棉衣，可后续拉回来的棉花和布匹越来越多，这就有点不对劲了。略一思量，刘子嫣就知道了怎么回事。想来陈乔乔是为了边疆战士准备的。朝阳，不许乱说，我们也去帮忙。魏朝阳撅着嘴，十分不情愿。乔乔啊，这是打算拿出去卖？他听村里孩子说，陈乔乔家买了好多东西，像山一样。一开始还以为那些孩子夸张了，如今这一看，这不是一座山，是好几座山呀。郑安说，这些是要捐给边疆士兵的。天气这么冷，听说朝廷的物资不怎么够。陈正安没想到陈乔乔还有这份大意，拉着陈乔乔的手，激动的要开祠堂。不是做冬衣，开祠堂干嘛呀？郑安说，不用麻烦老祖宗们啦，咱们这就开工了。哦，不，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咱们村里呢越过越好，自然要告知祖宗了，你不用管了，这个事儿我来安排。大家伙儿领了东西可不许偷工减料，要是被我发现了，以后看你们怎么有脸在陈家村里待着。陈正安一脸的严肃，吓得那些妇人都不敢说话了。下午分到了东西的妇人都拿自己那份开始回家安排时间做了。刘子嫣领了2份。魏朝阳虽然任性，却也懂得听母亲的话。乔乔，我有话和你说一下。秀媛姑姑，你说吧。
我想着年前就把乔蕊的亲事定了，人家是镇子上的，我爹娘帮着找的，只要是个好人家就成。陈乔乔没什么可发表意见的，亲娘总不会坑自家的孩子。我不去相看，我不嫁人。女大当嫁，这事由不得你。爹，陈乔乔比我大，也没见她嫁人，凭什么要我嫁人？人家乔乔是郡主，是四品，身份地位是你能比的。我们就是普通人家，自然要早些定亲。陈老三虽然也不愿意承认，可这个侄女儿如今也是他高攀不起的了。爹，她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是狗屎运罢了。总之我不嫁人。就算不能嫁给林锦书，也要嫁个好的，绝对不能让陈乔乔给压着。乔蕊，果然是我和你娘把你给纵容坏了，让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婚姻之事父母之言，你只等着就是了。陈老三说完也不管陈乔蕊哭得厉害，直接开门就出去了。娘，你救救我，爹要把我嫁人。那乔蕊，你不想嫁人，想做什么呢？娘，女儿想嫁得好点儿，让以后您和爹的日子也好过些。那你觉得以咱们家的情况，能给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娘，只要双方互相倾慕，家世低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觉得自己琴棋书画如何？女工如何？做学问又如何？有哪里是那些青年才俊倾慕的呢？陈乔蕊低着头，脸色有些苍白。哪有娘亲这样说自家女儿的？乔蕊，娘的话虽然不好听，可句句都是实话。做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你自问有哪些优秀的地方能配得上人家？要家世我们没有，要才华你欠缺了些。平时让你读书你又不肯，你以为大户人家的家门是那么好进的？你爹要说的亲事也是娘同意的，你就安心等着吧。娘，我想嫁个好人家有什么错？乔蕊这性子像极了陈老三，只顾着自己，从不想着家里人。如此过了半月，村里家家堆着做好的棉衣棉裤有5000多套了。张大平一家一家的检查，还真让他发现了有2户人家用家里的旧棉花替换了新棉花，立马报了陈正安。那妇人哭天抢地的说下次不敢了，不过这活他是别想做了。那妇人捶着胸口哭了一晌午。出事了，乔乔，秀云那里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二叔你进来慢慢说。乔东你来说。前日我母亲回家，乔蕊和母亲大吵了一架，晚饭都没吃。之后母亲伤心的哭了许久，好像是爹娘给乔蕊找的亲事，乔蕊不同意，嫌弃对方是个秀才。说到这里，陈乔栋也十分的无奈，他连个童生都不是呢，岂不是更叫妹妹嫌弃了？结果昨日早上叫人吃饭，才发现乔蕊竟然不见了，一早上家里都乱了，我娘还有我姥姥姥爷他们都出去找人。王秀云病倒了，陈老三还在到处的找人，自己作妖，还要人类一家人。行了，那咱们也帮着去找找吧。陈乔乔自然不想管陈乔蕊，可这事关王秀云，她可不想丢了这个大管家。乔乔来了，秀云姑姑快躺下吧，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找到人就是了。来的时候，陈乔乔已经通知了附近丐帮的人，把陈乔蕊的画像让林锦书画了一份。乔乔真是造孽呀，这都是我和你三叔造孽呀。王秀云一边哭一边后悔，也不知道是后悔给乔蕊定了这门亲事，还是后悔没有好好管教女儿。乔乔有信了，有人说昨日看到乔蕊去县城了。他去县城做什么？不行，乔东，快扶我起来，我这就要去找他。陈老三也得了消息，一起到了县城。听说昨日冀州城发生了一件事，冀州城的刘司马下衙后路过长治街的时候，马车撞倒了一个女孩子，之后那个女孩子就被刘司马带走了。王秀云听得头痛欲裂，难道真的是陈乔蕊？这刘司马是御赐使的副手，今年31岁，听说妻子前2年病逝了，如今家里只有2个妾室。门房听说对方竟是郡主，没敢怠慢，直接把众人请到了大厅。不知惠县主大驾光临是为了什么呀？前日家里走失了妹妹，昨日听说司马大人在街道碰到个受伤的女子，我三叔一家心里着急，想着这女子是不是我的妹妹，所以前来打扰。是叫乔蕊是吗？是叫乔蕊。大人，不知道在下女儿如今如何了？刘司马脸色有些不好，那个叫乔蕊的姑娘实在是……老爷，那位姑娘吵闹着要见您，否则就不肯听话。哼，正好他爹娘来了，省了本官的事儿。一行人来到了刘司马家后宅。我不吃，我要见你们老爷，不然我就饿死自己。陈乔蕊，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王秀云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推开陈老三冲了进去，拉开那2个丫鬟，对着正在撒泼的陈乔蕊就是一个耳光。陈乔蕊被打了一下，竟然也不生气，还惊喜地看着王秀云。娘，是刘司马请你们来的吗？他可有说什么？
够了，你还知不知道脸面是什么东西？赶紧跟我和你爹回家。不，我不走。娘，刘司马碰了我就要娶我才是，我以后就是司马夫人了。哟呵，好一个不要脸的小娘子，小年纪真是比我们这些做妾似的还不知道廉耻。就是呀，我们老爷可不喜欢你这种。本司马好好的走在路上，是这位姑娘不顾廉耻的突然冲出来，本官只是好心扶了一把。姑娘什么身份，也敢肖像司马夫人？你一个妾室嚣张什么？我怎么不行啊？娘，你们要为我做主啊！说着一指陈乔乔，看到没？这是惠郡主，我是惠郡主的妹妹。刘司马，我和她不熟，千万别给我面子。惠县主，刘某实在是，还是请这位小姐的爹娘把她带回去吧。这廉耻的东西，今天就是绑也要把你绑回去。说着就直接拽着陈乔蕊的胳膊，也不管他怎么挣扎，直接把人拽出了刘府。乔栋，去找些绳子来。爹娘，你们自己没本事，还不让我自己找了不成？如果我真的嫁给了刘司马，你以后做官岂不是有了靠山？还有娘，您不想女儿找个好人家吗？您和爹就光顾着自己快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爹娘啊？谢念，把他嘴堵上。谢念也早就听够了陈乔蕊说话，直接从王秀云手里抢过一个帕子，塞到了陈乔蕊的嘴里。恰好陈乔栋不知道从哪里弄的绳子，直接把人给捆了，扔到了车上。当天晚上，陈乔蕊定了亲的消息就传回了陈家村，到底是自己的亲骨肉，找的是一个童生。那童生家里没有银子，王秀云愿意资助他考取功名，但是为了保证他别是第二个白眼狼，王秀云也是有要求的。一是要对陈乔蕊要好，再就是拿了多少银子都要有条子。如果以后他们夫妻和睦，这些条子自然是没用的，可他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陈乔蕊的事情，那这些银子都是陈乔蕊的活命钱。只不到半个月，陈乔蕊就嫁入了那童生家里。大评审，那批衣服做得如何了？有1万套了，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一批先缺了吧，后续再买棉花和粗布，再做1万套。这一日，张选特意派了车来，把陈乔乔做好的棉衣拉走，送到边塞去。惠郡主有如此大义，实乃边郡的福气呀。这件事儿立马传遍冀州乃至京城。皇帝听罢此事，点着头，心里对这个惠郡主是越发的满意了。这女子果然没让他失望啊！忙碌了一个冬天，眼看着就要过年了，陈乔乔以郡主的名义给村里所有人都发了年货，10斤粮食和足够给一个成人做身衣服的粗布。陈乔乔更是给几个小的都准备了红包。哼，怎么他们有红包我没有？红包没有，那这个给你。魏晨是一身新衣服，魏朝阳是一个荷包里面有金锭子，他喜欢什么让他自己买就是了。翠花是个心眼好的，给永王夫妇各做了一双鞋，虽不如京城里下人做的精致，可贵在这份心意。永王2个摩挲着手里的鞋，看着大肚子的翠花，说不感动是假的。到了晚上，一家人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菜。大哥，你说2句。陈乔良脸上微红，不过还是站了起来。今天是过年，我实在是不知道说啥了，我就希望咱们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陈乔良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簪子。翠花，那啥，以后我1年给你买1只。说完脸更红了。哎呦，还是大哥贴心。爹，这么多年都没见你给娘买过什么。这孩子还别说，今天我还真准备了。说着拿出一个银镯子，十分的普通，没有一点花样，就这还花了他1两多银子呢。别嫌假啊，比不上你自己的。永王也觉得有些寒酸，就这银子还是他平常省下的呢。怎么不喜欢？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刘子嫣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林锦书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端着酒杯，眼神追着陈乔乔，多希望他是自己的。陈老三看着陈老二一家人，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要不是自己贪心，又怎会如此？大过年的，老娘不待见他，陈老二倒是没说什么，可王鸭蛋明显的看不上他。冬去春来，陈家村又迎来了新的一年。陈乔乔打算早些启程去京城，一路上他要到各个州府转一圈，好好的游玩一番。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陈乔良的第1个孩子要出生了，到时候林锦书、永王一家也会跟着，还有谢念一家以及陈乔生，这是难得的见世面的机会。1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刚起床的翠花突然哎呦了一声，乔良好像要生了。乔乔，春喜姑姑，翠花要生了，终于要生了。没想到第1个出来的竟然是永王。
乔梅，快去叫稳婆起来。瑶妹，你去喊芳芳烧水。没一会儿，稳婆就来了。郡主，这才刚开始呢，发作还早着呢，先让产妇吃些东西吧。陈乔乔连说好，他回屋拿了一根人参，这是之前皇帝赏下来的。结果这一生就是一天，陈乔乔急得不行。稳婆和镇子里的大夫都接了过来，那大夫把了脉，孩子倒是还好，但是因为是头胎，所以时间长了些。哎呦，这太阳都要落山了，还没做饭呢。春喜拍着大腿，瞧瞧他二舅，去后院拿几颗白菜，再拿些萝卜吧。永王倒是也习惯了，不过陈乔乔家后面装白菜的地库，他倒是从来没有去过。据说那片园子从前还闹过鬼呢。永王在里面找了几颗白菜和萝卜就要上去，突然听到吱吱的声音，永王抄起一旁的木棍就去打那老鼠，那老鼠也机灵得很，一下子就钻进了白菜堆里。永王一看这小东西又要祸害白菜了，连忙把白菜挪开去打那老鼠，老鼠慌不择路地钻进了一个洞里。哎呦！老鼠没打到，反而把永王给摔了一跤，把白菜和萝卜拿给了春喜。永王看了看众人焦急地等着翠花生孩子，一个人十分无聊，又想到了那老鼠洞，让你霍霍粮食，今日不把你抓出来，爷爷就不姓魏。一边说，永王一边吭哧吭哧地挖了起来。突然有什么硬物阻挡住了永王挖下去的力气。我靠，为啥这里有银子？永王激动地用手扒了半天，又扒出了一锭银子。天哪，银子！面前的土越来越多，身后的银子也越来越多。到了虚实一刻，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让众人紧张的心都落了下来。生了，恭喜郡主了，是个男孩。生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陈乔良看到孩子激动的不行，想抱又不敢，一转身看翠花去了。张大平从稳婆手里接过了孩子，让众人看个清楚。哎呦，这孩子可不轻啊，得有7斤了。陈乔乔捏捏孩子的小手，一股暖流在心里流淌。魏朝阳也是头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小娃娃，抿着嘴上前看着那小娃娃的小嘴一动一动的，十分可爱。产妇的饭菜都做好了，熬了骨头汤，还有小米粥鸡蛋。大瓶子，等翠花休息好了就端给她。大家伙的饭菜也都做好了，先吃饭吧，都这个时辰了。疲惫地坐到桌子上，谁都没发现少了一个人。吃过了饭，陈乔乔把家里准备好的红鸡蛋让方方圆圆出门发给村里人，这是报喜，让村里人知道他们家生了个胖小子。直到第2日，娘，爹呢？这一问，刘子燕不淡定了，好像昨日永王就不见了。这你爹？什么？我二舅失踪了？陈乔乔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魏家3口，他们家里丢了一个人，都1天了才发现，还是那么大一坨人。都别愣着了，赶紧问问大家伙，也许二舅是在朋友那儿喝多了没有回来也说不定。昨天乔乔他二舅帮我拿了白菜和萝卜的呀，一直都在呀。春喜姑姑，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二舅的？拿什么白菜？春喜把昨天的事情说了。菜窖。陈乔乔感觉自己好像想起了什么，银子。我靠！陈乔乔惊叫了一声，你们赶紧出去找找，快！然后陈乔乔一个人跑到了菜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数白花花的银子，然后是震天的呼噜声。哎，二舅起来了。永王揉了揉酸痛的腰，他怎么睡着了？哎呀，乔乔啊，咱们发财了啊！你看，舅舅给你找到了什么？银子呀，都是银子。陈乔乔无语，这是他早就发现的银子好吗？不过他可不想让人知道。天呀，二舅，这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啊？永王兴奋地把昨天碰到老鼠，然后开始挖老鼠洞的事情说了。可是什么人会在这里埋下这么一大堆银子呢？是啊，谁会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埋下这么多银子呢？这不是缺心眼吗？要不是他误打误撞，谁能发现这些银子？那岂不是可惜了这黄白之物？是啊，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何选择埋在这里呢？永王呆呆地坐在地上开始想，陈乔乔则是想着这批银子怎么办？就这么明晃晃的多了这么多银子，宣扬出去，那岂不是成强盗的乐园了？让永王帮着保密。一边的永王傻了一般喃喃自语，到底是谁呢？是哪个傻子呢？他突然想到父皇去世之前的一个晚上，长泽，父皇不是你们兄弟的父亲，是这天下的主人，是大康的主人呐。你喜欢冀州吗？爹给你留的东西可保你一生无忧。如果哪天
你在这京城混不下去了，就去冀州，找到这画上的地方，到时你就明白了。在之后，父皇死了，果真留给了他一幅画。他带人和画到冀州各处寻找，最后遇到了姜师爷，然后通过姜师爷等人，根据那画上的地点，他们到了老爷山。山的深处有一片巨大的盆地，真可谓是宝地呀。至于那画上的字，他们也破解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到碎瓦是什么意思，然后才开始招兵买马，筹划大计。青山常绿泽万年，日出东方落山边。残垣碎瓦犹还在，可解君王万古愁。父皇，儿臣该死！陈乔乔还没反应过来，那边永王已经一嗓子哭了起来。是我对不起您，父皇，是儿子辜负了您的一片苦心呐。从永王断断续续的哭诉中，陈乔乔终于知道了这笔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竟然是一个暮年的老皇帝为了自己得不到皇位的儿子留的补偿。那这批银子，可解君王万古愁。既然如此，那就解了他的愁吧。如今国家正是缺银子的时候，陈乔乔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把一个要造反的二愣子竟然改造成了淡泊名利之人。先不要声张，在我们离开前把所有银子都挖好，秘密运送回京城，就当是你给他的庆生礼物了。那怎么行？这是您的银子呀，我怎么能？你呀，还是太小了，我如今身份敏感，如何说得清楚？反倒是你年纪轻轻做了郡主，需要功劳在身才是啊。一个女子虽然妨碍不了他们的朝堂大事，可有些人就是找茬儿，能怎么样？功劳不怕多，这些银子既然与你有缘，在你的院子里，自然也就是你的。陈乔乔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永王说的也对，陈乔良得了儿子的消息，整个陈家村都传遍了。陈乔乔借着孩子的喜丧大摆宴席，让村里人好好的乐呵乐呵，就连一向少出门脾气古怪的李老太都来了。孩子被抱到了他面前，已经头发花白消瘦的李老太颤抖的双手捏了捏孩子的脸，然后让王鸭蛋拿出2个小银镯子。这是孩子太奶奶的一点心意，不要嫌弃才好。翠花和陈乔良自然不嫌弃，李老太如今已经风烛残年，往事已经随风飘走。陈乔乔最大方，给孩子打了个金锁，其他人也送了不少的东西。这孩子真是个命好的，一出生就有了这么多银子傍身。孩子起了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陈金宝。借着这个宴席，陈乔乔也说了自己要出远门的事情。这次出行，陈乔乔带了谢念和他的2个哥哥，还有永王一家，林锦书和陈乔生，再有就是圆圆了。那批银子，永王已经秘密通知了皇帝，亲自去处理，里面大概有几10万两雪花银。冀州城里依旧是热闹非凡。张选听说陈乔乔要到各州游历一番，然后进京。惠县主，还是到府衙旁边的别院落脚吧，我们老爷已经收拾好了。到了别院，众人纷纷下车，陈乔乔则是直接去见了张选。听说惠郡主要启程，老夫是专门等惠郡主呢。陈乔乔蹙眉，等他干什么？要同行不成？还是有什么事情要嘱托？惠郡主对老夫和冀州都注意良多。老夫这里有一张帖子，京城的张敏之大人如今是3品官，是我的本家。郡主如果在京城遇到麻烦，希望能帮到郡主。那就谢谢张大人美意了。我和郡主说说京城的事吧。郡主第一次进京，心里也有些数才好。陈乔乔立马正襟危坐，这话他正不知道怎么问出口呢。京城如今的皇帝陛下只有一个兄弟，就是永王，十分爱重。丞相陆炳可以说是皇上最信得过之人，丞相的女儿也是当今的皇后。陛下有5子3女，大皇子喜爱领兵，2皇子喜欢诗词，4皇子5皇子目前仍在京中，至于3皇子自己作妖把自己作成了王爷，已经不在京城了。陛下身边的安通是个能耐人，听说他拿了百官的好处，回头竟然尽数送给了皇帝老爷子，但却没有说是何人所赠。还有一位季大人，如今也是4品朝廷官员了，不过听说他的女儿不知怎么入了皇帝的眼，如今已经入宫为嫔妃了，好像是叫季宝珠。陈乔乔无语，怎么的？他的敌人都走了大运了呗？京城不比冀州，到处都是贵人，所有关系也盘根错节，和你想的不一样。惠郡主，
你帮助老夫良多，老夫奉劝惠郡主，到了京城，万事一定要低调才是啊。张大人，这个我自然知晓，只是遇到了不平的事，难免还是要问上一问。陈乔乔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何况她如今是郡主，真要是被她碰到了不平之事，如何能假装看不到，又如何给陈乔生做一个榜样呢？在冀州休整了2日，陈乔乔一行人踏上了去兖州的路。到晌午，一行人就在野外找了处茶肆休息，吃了东西。快点儿，大爷着急赶路呢。几个男人用鞭子抽打着手下的奴隶，这群奴隶大概有30-40人，穿得十分破旧。陈乔生看向陈乔乔，乔生，世间不平之事极多，也不是桩桩件件都要管的。看什么看，小娘们儿，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圆圆只不过是多看了几眼。看你们怎么了？谢念，这些人太丑了，赏他们2个铜板。谢念十分配合地朝着那2个赶奴隶的汉子扔了2个铜板。妈的臭娘们儿，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一边说着，那汉子挽起了袖子，就朝着这边冲了过来。陈乔乔喝了一口茶，那汉子已经被谢念踹出去几米远了。出门在外还是要戴眼睛的，不是什么人你们都得罪得起。那群奴隶蹲在地上看着眼前的一幕，有人忍不住窃窃私语：妈的，不许说话！一群下贱的东西，给老子消停一会儿！是个人渣。魏朝阳都看不下去了，那些人看着实在是可怜。小姐，你救救我们吧，我们不是他买的，是他抢的。老子让你胡说八道，让你胡说八道！住手！我们打自己的奴隶姑娘也要管。谢念，关门，放谢念。谢念超凶。我们姑娘要问话，刚才是谁说的自己是被他们抓的？是我们是被抓的。走，你和我过去，我们主子要问话。你凭什么带走我们的人？就凭姑奶奶能把你们3个打死。女子被顺利带到了陈乔乔面前。小姐，我是好人家的姑娘，他们是强盗，打伤了我爹娘，把我抢走的。那汉子一听这小贱人什么都敢说，立马焦急地看着自家大哥。你们家住哪里？他们打劫，官府不管。小姐，我们是兖州清溪县人，我们那儿的县令什么也不管，这些强盗已经抢了我们好多次了。那些也是他们抢的？基本都是他们抢的，他们是强盗，怎么肯花钱买人呢？陈乔乔看了一眼谢报国，谢报国点了点头。别说那清溪县，哪里我们兄弟去不得？告诉你，我们山寨200多号人，想屠哪里屠哪里。在兖州，我就是大爷。你们要是识相，老子今日不想惹事就赶紧滚，否则，让你走不出兖州。陈乔乔扶额，反派果然死于话多呀！别留活口，多捅2刀。谢报国、谢安国兄弟朝着3个汉子走了过去。那土匪毫无惧色，刚才只是不想惹这桩事。谢氏2兄弟的身手，陈乔乔不担心。没几个回合，那3个汉子就被打倒在地。2人拖着3个人进了旁边的树林，不到1盏茶的功夫就出来了。都解决了。你们杀了虎牙寨的人，你们快走吧，他们会找过来的。茶社的小二吓得直哆嗦，人就在他这杀的，他可怎么办呀？他们老大来了就告诉他们，我们进了兖州。哎呦，姑娘这是什么话呀？我怎么敢告密呀？必须说，不然我现在就让人弄死你。扑通一声，小二吓得坐到了地上。好嘞，姑奶奶，我肯定说给他们大当家的。似是想到了什么，陈乔乔又给了那小二一些银子，做些吃的给他们吃。陈乔乔指了指地上的众人，你们吃些东西，然后把这些钱分了，尽快想办法回家。谢谢姑娘大恩大德。姑娘，他们山寨的人就算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也定然知道与清溪县有关系，我们不能回去。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怕是到时候他们整个清溪县都要遭殃了呀。我们不能回去，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落脚吧。我想我爹娘。本以为得救了就能与家人团聚的众人，瞬间一片哀嚎。不要哭了，一群强盗而已，杀了便是了。跟我走吧，我也去清溪县。他只当给那即将过寿的老爷子送份大礼了。说完，陈乔乔一行人都上了马车。那事先求救的女子思索了片刻，跟了上去。其他人互相看了看，都跟了上去。住了一晚上客栈。陈乔乔没有急着去清溪镇，而是拿了自己的郡主信物和谢念一起去拜访了冀州的知府。惠郡主，那不是冀州的，怎么突然来我们兖州？这是所谓何事啊？大人，还是见一见吧，那可是4品的郡主，听说还要到京城贺寿呢。你要是晾着，怕是不好啊。
师爷说的是一个女子罢了，请进来吧。陈乔乔打量着兖州的府衙，比他们冀州的倒是好上很多。不过那些强盗能如此横行，这知府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陆知府好。哎呀，没想到惠郡主竟如此的年轻，实在是难得呀。陆知府谬赞了。我们兖州人杰地灵，惠郡主想来是来游玩的吧？本官定然要好好接待才是。那就有劳陆知府了。陆知府无语，他本来就是客气客气啊，这惠县主怎么还当真了呢？爹，听说那个特能耐的什么郡主要来，儿子可得见识见识。嘿嘿。正说着话呢，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从外面陪着笑走了进来。休得胡说，这就是惠郡主，郡主莫怪啊，这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陆廷，廷儿还不拜见惠郡主。那陆廷胆子十分大，一双眼睛忍不住打量着陈乔乔，满是惊艳。惠县主果然与众不同，我们兖州好玩的地方不少，惠县主可有想去的地方，我陪你。好呀，陆公子太热情了，我们刚好想去清溪县看看，陆公子一起吧。能陪着惠县主是在下的荣幸。一边说着，陆廷还给了自家老子一个放心的眼神，气得陆知府差点没当场骂他。他这个儿子被妇人给宠坏了，最是浪荡，祸害了多少女子还不知足。这惠县主果然是个没见识的村姑，刚一见竟然就让人家男子陪着，哼！老爸几个人被别人干着了，在兖州附近的那片林子里抓的清溪县的那些人也被放走了。在这兖州还有人活腻了不成？是谁干的？裘一刀在这一带横行多年，早就和官府打成了一片。查到了，那行人10多人，为首的是个女子。据那小二说，他们要去清溪县。好啊，好啊！清溪县，这是和我裘一刀专门作对呀！这样的女子要是弄回来，就给你们当大嫂。魏晨和林锦书愤怒地看着打扮的花孔雀一般的陆廷，又看了看陆廷旁边一脸欣赏陆廷的陈乔乔，两个人齐齐叹气。原来陈乔乔喜欢的是这种。陈乔乔一行人只半日时间就到了清溪县城。这清溪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乔乔，我们明日还是回兖州城吧，我带你去庙会。什么乔乔？是惠郡主？本少爷的事也要你来插嘴？乔乔啊，你这下人不懂规矩啊！魏晨无语，他看上去像下人吗？陆公子是自己人，无妨无妨。林锦书都看不下去了，他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穿得太素了，否则陈乔乔怎么从来不对他这么笑。强盗来了，强盗又来了，大家快跑啊！陈乔乔没想到这些人来的还挺巧，刚好是时候。什么强盗？陆公子，你们兖州竟然有强盗啊！陈乔乔花容失色，像被吓着的小兔子，紧紧地拉着陆廷的衣服。魏朝阳嘴角狂抽，陈乔乔这是疯了吗？永王夫妇虽然早知道那些强盗会来，可也吓得不轻，他们可是就这么几个人啊！走，去县衙，他们不敢动我。陆廷刚说完，就被一个骑马飞奔过来的强盗一脚给踹飞了出去。哪里来的花孔雀？把银子都交出来！陈乔乔和众人默然无语，不是说不敢动吗？你们大胆，这可是我们陆公子，我们老爷是知府，你们不要命了？陆知府的儿子，那个软蛋！你们这些混蛋，忘了你们给我爹送钱的时候了，再敢动老子让我爹带兵剿了你们！那些强盗满不在乎的，马都没下，去找他们县太爷，这帮强盗太嚣张了！没一会儿，那强盗头子走了过来，一身的肌肉，看着有2米多高，背着一把大刀，脸上有2道刀疤，看着十分瘆人。哪位是陆少爷呀？本少爷就是。哼，你们的人都瞎了眼，竟然敢提本少爷，我要砍了他的腿！裘一刀看都没看陆廷一眼。是你杀了我的人？如果你说的是3个奇丑无比的垃圾，那就是了。好，有胆识！如果你肯做我的压寨夫人，我就放过这些人。你放屁！这个也不错，一起。魏朝阳默然无语。就在这时，一个一边捂着帽子一边跑的县令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哎呦，陆少爷求大当家，自己人都是自己人。陈乔乔一行人无语地瞪着那狗县令，竟然和土匪强盗说是自己人，这都是误会，误会。狗屁的误会！这个小贱人杀了我们的人，还放走了我们抓的人。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不懂事的？抓了！放屁！这可是惠郡主，你个狗官！魏晨和林锦书等人靠着马车看热闹，
好久都没有看到翻转这么多的戏剧了。这娘们儿还是个郡主，老子还没睡过郡主呢。娶我，这排场不够呀。郡主想要什么排场？就这么几个人，算什么诚意？连聘礼都没有。好，好，好，既然是郡主开的口，自然要办到。兄弟们，把这县城给我围了，其他人带我回去准备。你们大佬，我3日后要迎娶郡主。放你娘的屁！乔乔才不会嫁给你！一把大刀闪着寒光，削掉了陆婷的一缕头发。不要杀我！别以为老子不敢杀你，窝囊废！只有老子这种英雄才配得上美女。说完，裘一刀又看了一眼陈乔乔，带着人飞奔出城。这些强盗竟然如此嚣张，你这狗血泪不配做！这位一看就是外来的，这不是打不过吗？本官有什么法子呢？这回好了，你们也跑不了了，赶紧准备嫁闺女吧。那县令说完，竟然叹了口气，摇着头走了，剩下了在风中凌乱的永王。放肆！赶紧派人出城找我爹！这群强盗竟然想杀我，我要折磨死他们！少爷，县城被围了，出不去啊！废物！要不是他爹罩着，这些强盗哪里来的胆子？另外一边，陈乔乔众人坐在楼下的桌子那里。怎么办啊，陈乔乔，你怎么这么冲动？陈乔生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住地夹了个鸡腿。他还是个孩子，要补身体呀。他要是没有准备，能这么淡定吗？后手，陈乔乔，你真是怎么不早点说？你呀，要多想多看。早在他们出了陈家村的时候，皇帝那边就有了消息，并且派出了一队50人的暗卫。永王毕竟是亲王，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谁都负不起责任。3日后，陈乔乔等人一行人早早来到了县衙门前。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晃晃悠悠的在门前，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干正事儿。惠郡主来了，把你们的人手都召集起来。我们老爷不在，你们家人自己去就是了，让我们去干嘛？少废话，不服的直接杀了。陈乔乔把陈乔生拉到自己的身边，伸手要去捂他的眼睛。二姐，我不怕的，我9岁了，是男子汉了。这些坏人是该死，不知那些强盗做了多少恶贯满盈的事情，都是他们纵容的。你们要当街杀人？怎么，那些强盗都敢，我一个堂堂郡主反而不敢了？这时候，周围已经围过来不少看热闹的百姓。惠郡主说得对，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和那些强盗有什么区别？人群里不少人义愤填膺地举起了拳头，大声喊着。那衙役刚想跑，谢念一剑抹了他的脖子，其他在府衙里的衙役吓得腿都软了。里面的废物都赶紧出来，否则别管我杀进去。饶命啊！饶命啊！我们也是听知县的，女侠饶命啊！郡主，您需要人手，找我们就是了。这些官差都不是好人呐。就是啊，他们手里都是有人命的。您救了我的女儿，我愿意替您去办事。我也去，惠郡主，您是为了我们才来清溪县，我们都愿意去。陈乔乔看着这些百姓，有的手里拿着农具、菜刀，还有木棒的。好，大家伙既然都不怕那些强盗，我们就杀了他们，让他们以后不能祸害我们百姓。人群里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盗祸害过，听了陈乔乔的话，恨不得现在就去杀了那些强盗。千人上阵还要祭旗呢，今天我们就杀了这些狗官祭旗。永王上去就是一脚，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不知道的以为他要造反呢。大家不要激动，现在大家回去把能召集的人手都召集过来，妇孺老弱都躲到县衙里去，壮年男子把这些官差的武器拿了防身，其他人也尽量拿一些农具。我们听惠郡主的，大家伙儿按照惠郡主说的。那这些狗官怎么办？他们有罪，必须审问清楚，才能还那些被害之人一个清白。日后自有朝廷的法律惩罚他们，自然有菜市口的砍头刀等着他们。魏晨这才缩了缩脖子，刚才是他太激动了。到了快晌午，谢报过来报，那些强盗已经来了，全部出动。200强盗浑身散发着杀气，席卷着风沙扑面而来。娘，我害怕，不是说有暗卫吗？人在哪里？刘子嫣叹了口气，说实话，她也害怕。还不着急，要让这些人自己有勇气面对这些强盗才是。我们能帮助他们这一次，却没办法帮助他们一辈子。魏晨和林锦书都站在前面，看着那些马上的强盗，竟然心里有些许想逃跑的念头。陈乔乔身后是几百个百姓，虽然人数多，可他们早就被强盗吓破了胆子，如今已经有不少人想跑了。郡主，你就找了这群乌合之众，你信不信我的人不拿武器
1个人就能杀了他们。裘一刀，这里是清溪县，不是你的山寨，请你滚远点，你的嘴太臭了。当家的，人家小娘子说你嘴臭呢。现在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些强盗来了，你们要不要反抗？如果有人怕了，现在可以躲起来。裘一刀就像猫抓老鼠一般的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看看这个女人到底能翻出什么花样来。驯服一个女人就像驯服一匹野马，必须要让她心服口服才是。后面的百姓们开始犹豫，那些强盗往日凶狠的模样历历在目，他们确实怕了。有几个人放下了手里的武器，低着头往县衙里走去。乡亲们，大家伙千万不要回去，郡主是为了我们大家才会被强盗抢亲的，我们清溪县的人就一点骨气都没有吗？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再让他们抢几年，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孩子女人都没了，这里还剩下什么？不少人开始低声哭泣，还有人虽然浑身颤抖，仍然不曾扔下手里的武器。报明哥，把门关上吧。兄弟们，还是我们太仁慈了，看看这群猪狗不如的贱民竟然不怕我们。其他的强盗也都不笑了，手里的刀握得更紧。今日就吓破他们的胆子，让他们再提起我们虎牙寨，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那些强盗喊声震天，和陈乔乔这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伙举起武器，我陈乔乔，地下清风的4品郡主，在这里保证，今日这里的强盗没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清溪镇。杀！高飞，该你们出场了。突然，数10道身影从四周飞了出来。老大，他们有埋伏。怕什么？今日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我们也想把他们留下来。兄弟们，杀！裘一刀举起手里的大刀，高喝一声，冲了上去。老大！一招，只用了1招，高飞就砍下了裘一刀的脑袋。其他强盗眼见着自家老大被杀了，瞬间双眼猩红，怒吼着冲向那些暗卫。半个时辰后，陈乔乔面前站着的只剩下50个紫衣人，所有强盗都被杀成了尸体，一动不动。县衙的大门被打开，无数的妇人和孩子冲了出来，他们和自己的亲人抱着哭成一团。如此高兴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个人是笑的，实在是可悲可恨。高飞，你带人去虎牙寨，有喘气的就都杀了，找到他们搜刮的银子一并带回来。陈乔乔吩咐完，高飞等人一言不发，骑上了那些强盗带来的马，扬尘而去。太他妈帅了，我也要加入他们！爹！永王看着消失的那群人，心里是百味杂陈。这是他们皇室的暗卫，总共200人，培养极为不易。没想到皇帝这次竟然派出来了50人保护他们。第2日，全兖州哗然，冀州的4品郡主竟然到了兖州，还剿灭了祸害兖州几个县多年的虎牙寨所有强盗，搜刮白银10几万两，珠宝首饰更是不计其数。朝阳，你和舅母把那些首饰点清楚，然后找个地方兑换成银子。魏晨，你和林锦书统计好那些银子，看怎么分发给那些强盗欺压的几个县的百姓。知府衙门里，陆知府昨日刚听说自己儿子在清溪遇到了强盗，再之后就是自己儿子偷偷的跑了，今日又听说了惠郡主把强盗给团灭了。老庞啊，你说那裘一刀手里有没有账本啥的呀？老爷啊，有没有账本我们也完了，他们这些年打家劫舍，我们怎么能脱得了干系啊？如今只能尽量善后，多多为民做好事，争取从宽处理吧。他这个知府是做到头了。陈乔乔等人用了3日的时间，把那些银子都分给了几个县城受欺压的百姓。这期间又有诸多百姓前来状告兖州官员作威作福，强抢民女，欺压商人等数条罪状。陈乔乔一个头2个大，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兖州呀？远在京城的皇帝得了手下人的飞鸽传书，一时之间都被气得饭都没吃，整个早朝都是一片低气压。兖州几乎所有官员都被撤职查办，一时之间那些等待任职的官员都像过年了一般。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如此多的空缺，一道道旨意传下去。陈乔乔众人在接了无数的状纸后，终于在新的兖州知府上任后悄悄地离开了。明明我们也有出力呀，最后功劳都算他的，凭什么？你已经是郡主了，还是皇亲国戚，要了功劳做什么？等以后和亲吗？闭上你的乌鸦嘴！他才不要和亲呢，去那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到父王和母亲。一行人一路上吵吵闹闹，又走了2日，到了兖州附近的青州。放盐了，大家赶紧去买呀！商铺放盐了。陈乔乔等人身边的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去往那边。小二，
置办一桌饭菜，钱在这里。好嘞，客官，10个菜足够了，我这就安排后厨去做。饭菜做的倒是快，大家伙都动筷子吧，出门在外没那么多讲究。这菜怎么有点淡啊？陈乔乔闻言也尝了一口，确实挺淡的。许是青州口味与我们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入乡随俗吧。小二，来一桌酒菜，另外再加10文钱的盐。2个穿着丝绸的男子走进了店里，冲着小二打招呼。小二，你们这里盐要单点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不付，你还不给我们放盐了？客官您说笑了，您这是外地来的吧？是小的眼拙了，您的菜里也不是没有放盐，就是清淡了一些。既然你们也知道这菜清淡了，为何不放足了盐呢？这位小姐啊，我们这的盐太贵了，实在是用不起啊，而且都是限量买的，每个商家每个月就那么些，要是都放它也不够啊，所以没办法，我们掌柜的只能……陈乔乔无语，不过这饭菜都已经上来了，总不能浪费，大家还是都吃掉了。第2日，陈乔乔等人决定在青州逛逛，了解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让一让，快滚开！撞死了可不负责。突然一辆马车飞驰而过，哪怕路上不少行人也不曾减速。陈乔乔等人慌忙躲避，其他青州人仿佛早就习惯了眼前的场景，竟没有一个人抱怨。我去，这什么人啊，太嚣张了！哎，谁让人家有盐呐？老人家，怎么咱们青州这么缺盐？隔壁的冀州、兖州盐怎么就不缺呢？你们就不能去其他州买吗？哎呦，可不敢，可不敢！这要是被抓住了，可是要砍头的。几个人一边逛一边买了不少的美食，味道还成，就是都有一个缺点，太淡了。嘿，这要是从兖州把盐运过来，那岂不是发财了？这青州的盐价竟然是咱们冀州的5倍。陈乔乔的眼珠子转了转，这里必然是有猫腻的，管还是不管？小姐，有人送了一封信到客栈，二舅打开后说是你的，我就给你送过来了。那信被打开过了，既然永王看了，这必然是京城方向的。朕年少时有走遍九州的志向，可却被困于这皇城之中，日日勤勉不敢怠慢。本以为九州皆在股掌之间，然此次钱庄事件让朕看到了蒙蔽。庆泽无敌，魏氏江山从来不是一人的，你既有此良机，该替兄分忧才是。惠郡主聪慧果敢，胆大心细，望你助惠郡主带朕巡视九州。陈乔乔合上信，心里的震惊无以复加。什么巡视九州？这不就是让他们别顾着自己玩，帮他查出贪官污吏弄些银子吗？呸！狗皇帝天天想着让他给打工。乔乔，这是没什么事，是皇上老爷子让咱们不要着急，痛痛快快的玩。报明大哥说的太对了，那个圆圆取1000两银子，报明大哥你同魏晨一起回兖州买盐。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喂，陈乔乔，你钻钱眼里去了吧？我们又不缺银子，干嘛要卖盐？我大哥才不去。好，那林锦书你去。我去，我也一起去吧。喂，你们2个疯了吧？这有什么好去的？说好的明天逛庙会呢？魏朝阳撅着嘴，眼睛偷偷的去看林锦书。别闹了，朝阳，明日你和乔乔去就是了，我们回去一趟很快的。陈乔乔说干就干，给几人简单收拾了东西，拿了银子就让几人出发了。等人走了，陈乔乔看到街边的一个小乞丐，叫了过来：“那个小要饭的，你过来。”大姐姐，你才是小要饭的，我不是。竟然看走眼了。小姐，我是要饭的，您要是想施舍的话，就施舍给我吧。另外一边刚好走过来一大一小2个瘦骨嶙峋的要饭花子。你们知道丐帮吗？小姐，您找丐帮是有什么事儿吗？你们是丐帮的吗？那2个人有些犹豫，不知道陈乔乔到底有什么事儿。放心，肯定是好事。小姐，我们是丐帮的，您要是有事吩咐，可以去青州的曲水茶楼。陈乔乔得了自己想要的消息，又多抓了把铜钱给2个乞丐。小心点儿，别被人抢了。小姐放心，如今这青州，我们丐帮也有一席之地，真有人来抢，我们也不怕。等2人走了，陈乔乔就带着谢念和魏朝阳这个小尾巴一同去了曲水茶楼。我找你们掌柜的。掌柜的在忙，小姐有什么事吩咐我们就是。有大生意你做不了主。那小二一听这话，连忙去了后面喊来了掌柜的。这位小姐，您是？陈乔乔拿出了一个牌子，这是他离开冀州的时候狗牙子给他的。原来是自己人呐，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就是了。把这封信火速送往冀州，
有好事自然不能忘了旧人。李员外曾经帮他不少，这次的生意算他一份。狗牙子丐帮发展需要钱财，这盐的生意可是民生大事，既然朝廷还没有统管，自然人人做得。皇帝看着眼前的画眉鸟，喃喃自语：希望他们能帮朕弄到那个老不死的。第二日，陈乔乔为朝阳、谢念几人去了庙会。青州的庙会果然热闹，人山人海的。让开让开，永昌王来了，所有百姓避让。陈乔乔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王爷呢。永昌王是异姓王，家里曾经出了3位将军，就算是现在，他们家族也有数人在朝为官。尽量不要招惹这位永昌王，他势力不小，这青州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个60多岁的肥胖男人，身后跟着7、8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正缓缓而来。100多个护卫立在人群两旁，甚是威风。王爷，这庙会可真热闹啊！是啊，美人儿，你要乐意，让他们天天开庙会给你看。老爷，这山路也太长了，奴家走不动了。来人，找几个人抬本王的爱妾们上山。可是那些力夫好像不想干这个活，纷纷往后躲。大胆！永昌王的吩咐也敢不从？再不上前，砍了你的脑袋！那些力夫们不得不抬着软轿上前。等永昌王等人走了，众人才松了一口气。这永昌王竟然是个老色批。又走了一段路，前面突然传来女子的哭声：小娘子，被永昌王看上，那是你的福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王爷，放过我们家小姐吧，我们小姐是罗阳县县令的女儿呀，不能给人做妾室。啪的一声，一个巴掌过去，那丫鬟被打得脸都歪了。小贱人，在这青州，永昌王就是天，你家小姐这是天大的福气，别人求还求不来呢。赶紧滚回去，通知你们老爷一声。你们放手，放手！我不要进永昌王府！哎呀，造孽呀！这永昌王每次出来必祸害好人家的闺女儿啊，真是太倒霉了。这小娘子只要是被永昌王看上，哪有什么活路啊？陈乔乔闻言想要上前，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不要冲动，他们有上百人，你的身份在他眼里什么也不是，他杀了你，皇帝也不能给你讨回公道。陈乔乔皱眉，难道要这样看着吗？起码现在不能动手。永昌王司徒爵不纳税不上贡，把控整个青州的盐铁，他手里还有先帝颁发的免死金牌。从前司徒一门满门忠烈，可在司徒爵的大哥司徒良死后，他们司徒一门就成了大康的祸害。陈乔乔好像明白了狗皇帝的信，这是要让自己做这把刀啊。晚上回去后，刘子嫣把今日的事情和永王说了。惠郡主，卖盐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件事儿我来吧，你不要参与了。陈乔乔帮助他们良多，他不忍心看到陈乔乔对上司徒爵。我自己想想。等永王走了，谢念看了一眼陈乔乔，陈乔乔点点头，眨了眨眼睛，谢念消失在了夜色里。永昌王用了饭，正在温泉里享受，4个花一样的女子穿着轻薄的衣衫，服侍在旁，好不惬意。柴房里吓得发抖的宋芳如缩成一团。爹娘，女儿害怕。夜色里，一袭黑衣的谢念悄然来到了永昌王府，这里守卫众多，不过却十分松懈。这青州怕是都被吓破了胆子，没人敢招惹永昌王。老王，来喝点酒。老张啊，来，咱们哥俩喝点。找了快1个时辰了，谢念都要放弃了，总算在一个角落的柴房里找到了人。别出声，我是来救你的。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宋芳如才稍稍的放下心来。你是谁？是我爹派你来的吗？你快走，别管我，我不想连累家里。闭嘴！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转身出了柴房，几个跳跃来到了永昌王府另一处，点了一把火。着火了！快着火了！怎么会着火呢？快来人！趁乱，谢念又回了柴房，带着宋芳如从一处院墙翻了出去。别出声，带你去哪就去哪，不要打扰我。谢念在地上摸了一把，然后在宋芳如脸上胡乱涂抹，又把她的头发扯乱。出了永昌王府后，找了个破庙。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粗布衣裳给了宋芳如，宋芳如识趣的换了衣服，谢念二话不说，直接把他原来的衣服都烧了，随后带着人悄无声息的回了陈乔乔所在的客栈。这是惠郡主，是她救了你。谢谢惠郡主，小女子无以为报，大恩大德，实在是不必如此。你先跟在我身边，扮作我的丫头吧。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一个小姑娘被个糟老头子给糟蹋了，况且皇帝既然想让她当刀，他怕是不能全身而退了。小女子名为宋芳如，乃是罗阳县县令之女。昨日出来逛庙会，谁知还望郡主能告知我父亲母亲，不叫他们担心。告诉你爹娘反而是害了他们，倒不如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司徒爵反而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宋芳如也不是傻子，略一思索就明白了陈乔乔的意思，连忙给陈乔乔磕头，是他想差了。不要怕，暂时先这样，相信我，那老贼蹦跶不了几天了。他觉得如果这次把司徒爵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他下半辈子只要不是谋逆造反通敌，肯定是能平平安安的了。第二日，谢安国拉着1000两银子的盐回了青州，那些入城的士兵非但没有阻拦，还意味深长地看着谢安国。全城戒严，永昌王府走失女子，全城戒严。城门突然关闭，来往的行人想要抗议却又不敢。永昌王府昨夜走失一名女子，如有藏匿者，砍头；有知情不报者，杀！陈乔乔没想到这个永昌王竟然能做到这个份上，明明只是一个女子呀。永昌王看着跪在地上的护卫，神情阴沉。你们就是这么护卫我永昌王府的？王爷饶命啊，我们一定把人给抓回来。昨夜值守之人，饮酒者砍头，其余人杖责50。王爷饶命啊，小的愿意给您当牛做马，求求王爷饶命啊。看来是我最近脾气太好了，青州这些贱民忘了本王的威严。即日起城门关闭，不找到那贱人，不开城门。是。手下人不敢违背永昌王的意愿，只希望赶紧抓住那该死的女子。罗阳县县令是吧？按个罪名，直接下狱。这个老王八蛋，为了一个强抢的女子，不要个老逼脸，竟然还封城，把人家一家安了个罪名，下了大牢。青州城里议论纷纷，都在责骂那救人之人。到底是哪个？竟连累的我们连城都出不去，官府已经搜了好几次家了。就是青州什么时候来了这种不懂事的杂碎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吧！街头巷尾没有一个人责怪永昌王，几乎所有人都在辱骂那救人之人和宋芳如不懂事，连累了全家老小。我要是生了这种女儿，不如直接掐死，连累的家里兄弟姐妹如此，呸！不配为人。就是永昌王看上他，那是他的福气，还敢逃跑，真是个贱人，竟然连累的大家伙跟着遭殃。永王等人脸色也不好看，他一向知道皇兄想收拾永昌王，但是苦于没有办法。以往他只觉得皇兄太过于迂腐怯懦，如今他身在青州，看到那些百姓的言论，方知道永昌王到底作威作福到了什么地步。小姐，宋姑娘不见了，她留了一封信。小女子宋芳如感谢惠郡主大救之恩，小女子终身难忘。然小女子全家落难，实属无妄之灾。青州百姓也都是无辜之人，他们不是不知那人之恶，实乃是无奈。宋芳如一条贱命，能换得家人平安，青州百姓安生，芳如心甘情愿。只求郡主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不要再回来。宋氏芳如绝笔。手中的书信滑落，陈乔乔说不出话来。从他来到这里3年了，他头一次觉得这样无力，这样无奈。找到了，人找到了。陈乔乔不想去看，他终究没有救他，还害死了他。我想静静。陈乔乔把自己关到了屋子里，谁也不见。宋芳如死了，自缢在了破庙里。青州城解封了，魏晨等人担忧陈乔乔，可陈乔乔已经2天了，谁都不见。第3天，迎着众人担忧的目光，陈乔乔若无其事地出了门。先吃饭，然后去茶楼，所有人一个不许少。曲水茶楼近日不知为何突然闭门谢客。惠郡主，多日不见呐。哪有，不超过1个月。李说。李员外哈哈大笑，他仿佛还记得在李家村，小姑娘跪在自己的前面，为着几两银子拼命地拍自己马屁。李说，这次可能让你白跑一趟了，计划可能有变，怕是不能依照之前的想法大张旗鼓的抢生意了。嗨，客气什么呢？我是商人，来这一趟也看看青州的风土人情，总能看出些门道。倒是你这孩子看上去瘦了许多。陈乔乔笑了笑，又和狗牙子等人打了招呼。走吧，去后院，那里有议事厅。青州的事儿他都听说了，那永昌王竟然如此欺负人，让陈乔乔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丐帮肯定不能坐视不理。今日起，丐帮所属均听惠郡主调令。李员外不禁侧目，
丐帮可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如今不说遍布九州，也基本遍地都是。陈乔乔把来到青州之后的事情都叙述了一遍，所有人都听得鸦雀无声。这次的事不同以往，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脑袋。这间屋子里的所有人，无论是谁都可以选择退出。永王等人赫然在列，谢家兄妹、林锦书等人都看着陈乔乔。郡主，我的命是您给的，您连这件事情都让我参与，我只会觉得您拿我当自己人。死过一次的人了，并不觉得死有什么可怕。郡主，这件事我责无旁贷，只是紫嫣和2个孩子。爹，就算你和娘走，我们也不会走的，我们也是皇室血脉，难道我们回京后还要被人嘲笑是只知吃皇粮的蛀虫吗？魏朝阳的话让刘紫嫣眼含热泪，这个女儿终于长大了。在场的所有人，谁都可以退出，我们魏氏不该有一人退出。是本王想差了，我们魏氏子孙不该退缩。3日后，曲水茶楼后院，所有丐帮的乞丐不断汇报着查到的关于永昌王的事情，强抢民女、敛财，在王府里举办选妃大赛，随意欺压官员，不服从自己的官员一律处死关押，所有的证据证人都被他灭了口。根据线报，明日永昌王的孙子要去茶馆听戏，就从此入局吧。昌荣茶馆里高朋满座，最前面的雅座却无人敢去。这位姑娘，后面有座位，还麻烦您换个位置。老板，这座位又没人，我们为何坐不得？这位小姐，这里真的不能坐，麻烦您和您的朋友赶紧让开。你这老板好不讲理，这前面一整排的座位都空着呢，要是有人预定了，等人来了我们走就是。您是外地来的吧？有所不知，我们青州茶馆前排的座位是不对外开放的。这样吧，给我们上些东西，我们马上就换地方。嘴里说着换，可这屁股可没动。乔老板，今儿什么戏呀？说着话，永昌王最小的孙子司徒培悠哉悠哉地走了进来。这司徒公子来了。司徒培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前面的陈乔乔和魏朝阳2人。少爷，我们已经在赶人了，他们马上就滚。不必了，我自己去。乔老板一听这话，吓得魂都飞了。这2个姑娘实在是不听劝呀，落到这司徒培手里，那真是求死不能啊！这是哪家的小姐啊？平日不曾见过呀。放肆！哪里来的登徒子？离我们小姐远点！还挺有个性，哈哈哈哈！这丫头胆子还真不小。这是我们永昌王府的司徒小少爷，还不跪下？原来是司徒家的少爷，久仰久仰。陈乔乔淡淡的开口，然后继续看戏。魏朝阳更是如不曾看到人一般。老周，那叫老周的侍卫二话不说，上前就掀了陈乔乔2人的桌子。混账！谢念一步上前，一拳把那侍卫打退。司徒培身后的10几个侍卫一拥而上，谢家兄妹3人毫不惧色，不到1盏茶的功夫，就把人全部打得无法动弹。你们是谁？竟敢！圆圆，去报官，茶馆里有人冒充永昌王府的人刺杀郡主，你们2人断这歹徒一条腿。圆圆立马朝着青州府衙方向去报官。什么狗屁的郡主，快放给我！连惠郡主都不认得，还敢自称司徒府的人，打断他一条腿，就当给永昌王的贺礼了。哎呀！惨叫的声音响彻整条街道，外边的人胆小的已经吓得瘫软在地。乔老板更是说不出一个字来。司徒家的少爷在他们茶馆被人打断了腿啊！快来人，快，赶紧啊，禀报司徒府！司徒府里，司徒爵正在和几个美人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王爷，出事儿了，少爷被人打断了腿。司徒爵缓慢地拿下了蒙眼睛的丝巾，瞪了那管家一眼。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打断了别人的腿而已，又不是杀了人。在这青州，我的孙儿就算是杀了人，又算得了什么大事儿？王爷，不是，是咱们少爷让别人打断了腿。说什么？再说一次。是少爷调戏了济州的惠郡主。惠郡主？永昌王倒是听说过，一个村姑竟然成了4品郡主。这个狗屁郡主好得很。来人，更衣，老夫倒是要见见这位惠郡主。青州府衙知府是一个十分瘦弱的老头，倒3角眼，又黑又瘦。女人就是麻烦，拜寿来我们青州做甚？老爷，不好了，永昌王来了！不好了，这次啊，我这官是要做到头了。永昌王都来了，哎呀，肯定没好事儿。堂下何人？所谓何事？立马有人把司徒培调戏陈乔乔的事情呈报上来。那老知府吓得一口气没上来，过去了。想必这位就是永昌王吧？小女4品郡主陈乔乔见过永昌王。
永昌王眼角一跳，并未接话。本郡主今日遇到一小贼，当街调戏本郡主，竟敢冒充是永昌王府的人。陛下常说永昌王是咱们大康柱石，府衙怎么会有此等鼠辈？本郡主实在气不过有人敢冒充王府之人，就出手教训了一下。只不过，为何知府大人会突然晕倒？这小贼要如何处理？大胆！什么小贼？这是我们永昌府的少爷司徒裴少爷。什么？这竟然是司徒少爷？这怎么可能？永昌王，这真的是您的孙子？本王近日事忙，家里孩子不懂事，还望郡主不要计较。如果这个郡主不继续找他麻烦，这口气他暂且咽下就是了。永昌王说笑了，小事而已。既然是永昌王的孙子，这件事就算了。圆圆，我们走。看着远走的主仆几人，永昌王脸色铁青，把人抬回去，让大夫候着。永昌王看着远走的陈乔乔，眼里不怒反笑。要是能把这惠郡主弄到府里，该是何等滋味啊！当天晚上，永昌王府抬出数十具尸首，均是女子，每个人都衣衫不整，脸上身上遍布青紫，据说是没有伺候好王府的司徒裴小少爷。来福客栈即日起查封，所有客人立马撤走。还没有回过神来，官府的官差突然出现在陈乔乔居住的客栈里。官爷，小店就指着这客栈谋生呢，可不能关呢。掌柜的跪倒在地上，一边求一边塞银子。滚开！王爷说你们客栈收了不该收的客人，求我也没用。那官差也看到了陈乔乔一行人，虽不敢大声驱赶，可那态度实在是叫人不敢恭维。掌柜的，给你1个时辰的时间，1个时辰后，兄弟们来贴封条。哎呦，客官不要啊！你这样小店可怎么做买卖呀？不管那掌柜的怎么求，官差都像没听到一般。掌柜的，是我们连累了你。那些女人还有掌柜的都是因为他吧？哎，算了，我们想在青州活着，不是今日得罪他，也是明日。这样，我盘下您的客栈，用双倍的价格。您是想重开客栈，或者是做其他的，您自己决定。这可使不得，这都是命啊！惠郡主，老朽劝您一句，还是赶紧离开这青州吧。死在这青州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啊，从前也不是没来过为百姓的好官，可是最后的下场无一例外呀。我的家在青州，实在是故土难离，不然谁又想生活在这牢笼之中呢？最后，陈乔乔还是用双倍的价钱盘下了客栈，并且承诺客栈老板等人依然在这客栈里，等一切都结束了，只需要用市场价格从陈乔乔这里赎回客栈就成。夜半，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来福客栈的2楼客房里，一个女子在被子里小声的哭泣，隐忍而委屈。陈乔乔一遍遍的告诉自己，入了永昌王府的女子也不会有好下场。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惠郡主也会躲在被子里面哭鼻子。顾玄之，是你吗？男子愣了一下，轻笑出声：是我来了，别怕。陈乔乔哭得更委屈了。男人走到床前，心疼地把人揽入怀中。匈奴入侵，灭村屠城，并不是将军的，将军要做的是手刃这些匈奴，为那些无辜之人报仇。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女子被折磨致死，他就控制不住的怨恨自己无能。我会和你一起杀了他。第2日，陈乔乔神色如常，可仔细观察，还是不难看出她红肿的双眼。魏晨忍不住攥紧了拳头。看到陈乔乔这个样子，他不知为何心里憋得慌。第1步我们已经走出去了，让青州的百姓知道永昌王府并非是神明。今日我们就走出第2步棋。免费送盐？青州城各处都在疯狂地传着一桩事儿。路过青州的惠郡主听闻青州盐价伤民，于是从其他州府购买了大量盐来送与青州百姓。惠郡主实在是大手笔啊！赶紧通知大伙来领盐吧，家家户户都有啊！老天爷，这要多少银子呀？永昌王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笑呵呵的永王，魏庆泽的脸色铁青，还不得不陪着笑脸。永王客气了，来了青州当做自己家就是了。听说咱们青州的盐太贵了，酒楼的菜也着实是清淡，我这才来啊，给永昌王带了不少盐。大可不必，永王有心了，青州的盐确实是不足。是啊，要不永昌王把这青州的盐务人员都杀了吧，本王来做，保证啊这盐价比如今低1半以上。怎敢劳烦永王殿下，青州的事本王自会处理。永王就这样跟个二傻子似的，在永昌王府做了1天的客，一会儿摆弄自己的香包，一会儿夸永昌王衣服料子好。
搞得永昌王硬生生赔了他1天。手下几次想禀报陈乔乔宋妍的事情，都搞得没有办法子汇报。只1天，陈乔乔发出了5万金言。小贱人，好啊，永王这个废物也想插手，看来是京城那位坐不住了。加强王府防卫，派人盯着惠郡主那伙人，想办法全部灭口。手下人听得直哆嗦，那可是4品郡主，还有皇帝的亲弟弟一家呀！我司徒一家想做皇帝也是做得的，不让京城那位见识我们司徒家的强硬，我们只会被他生吞活剥了。第2日，永王早早出门，又到了永昌王府。永昌王只能称病，奈何永王实在是勇，竟然一路哭嚎着要进去伺候年纪比自己大上1倍的永昌王，搞得永昌王只能说是下人太大惊小怪了，又陪着永王下棋听曲，度过了无聊的1天。而陈乔乔等人把带来的所有盐都送完了，竟然开始祭出尚方宝剑。惠郡主在青州停留期间，凡是有冤屈百姓，皆可通过惠郡主直达天庭。一张张告示贴满青州大街小巷，无论何等案情，皆可呈报。陈乔乔直接借用了府衙，第1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全由知府处理。青州街头巷尾，不少人关了门回家，偷偷议论此事。这惠郡主真能替我等做主？算了吧，他们都是大人物，最后死的还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当家的，我们要不然试试吧。孩子他娘，算了，孩子都没了，难道我们也要去送死吗？第3日，一对80多岁的夫妇敲响了府衙的鸣冤鼓，他们状告永昌王府管家的一个子侄欺压百姓，打死他们的儿子，强抢儿媳，霸占了他们家的田产土地。陈乔乔二话不说，当日就抓了那管家的远房子侄。我二叔是永昌王的管家，你们今日抓了我，改日也要放了我。做梦！当日下午，那管家的侄子被当街处死，一颗头滚了又滚，落在了全城人脚下。之后的几日，不断有人涌入府衙告状，然而陈乔乔又贴出了新的告示：有些歹徒穷凶极恶，极有可能报复报案之人，所以之后所有报案人信息暂且保密。仅仅1日，进出府衙的有上百人。夜里看着那一张张状纸，魏朝阳和刘子嫣帮陈乔乔整理分类。凡是与永昌王府无关的，一律送交知府，明日必须审理完毕。所有直指永昌王的交给我，万不可泄露丝毫信息。那些状告永昌王远亲以及仆从和仆从家里人伤人的，明日抓人直接审。永昌王府陈乔乔所做之事被一桩桩一件件的汇报给了永昌王。真以为只是处理一个管家的远房亲戚就能动本王了，真是笑话。夜里，陈乔乔把手里的箱子看了又看，最后锁好放到了桌子上。谢家3兄妹轮流守在门外。夜深人静，来福客栈突然有响动，谢念和2个哥哥迅速起身，和那些黑衣人缠斗到一处。快追！黑衣人的目标是陈乔乔，然而谢念几人身手了得，许是试探不过，只能选择逃跑。永昌王府巡逻，闲杂人等不可随意出入。本有10分把握留住的黑衣人，硬生生被巡逻的永昌王府侍卫给冲散了。谢念3人懊恼地回了客栈。箱子被偷了。什么？都怪我，应该留一个人呢。本以为他们只是来试探，没想到他们是为了箱子来的。一群废物而已。来，打开让本王看看，到底是何人敢状告本王？箱子倒是没有什么机关，只有一点女子香粉的味道。饶是如此，管家也找了府医检查了一番，结果却是没有任何问题。一叠状纸整齐地摆在箱子里，管家挨个拿出来念给永昌王听。永昌王皱眉，这些事情他早就不记得了。状子上可有报案之人？没有，连受害者的名字都没有，就只有冤屈。至于这其中涉及的人，不曾有。本王还以为是什么状子，竟然还要装到箱子里。这个惠郡主比他想象的更无能，凭着这几份连名字都不敢写的鼠辈的状纸啊！第2日，青州百姓早日忙碌着手里的事情，可却都心不在焉。一个女流之辈，赶紧滚吧！我们青州不需要谁来救。是啊，惹怒了永昌王，他抬屁股走人了，受苦的还不是我们？小小年纪不知所谓，我们青州可不是他能救的。有人不说话，有人嘲讽，可他们都忍不住想靠近府衙。
想看看陈乔乔今日究竟会如何行事。今日公开审理案件15起，15桩案子，有7件是王府仆人亲戚伤人害命之事，3件是王府仆人仗势欺人掠夺财产，还有5件乃是王府侍卫喝酒伤人强奸残害民女之事。魏臣拿了命令，直接去王府要人，让他带走。有些百姓心情激动，没想到惠郡主竟当真敢杀永昌王府之人。各位青州百姓，昨日有黑衣人夜袭来福客栈，部分案卷丢失，今日如有想继续状告之人，可依次进入府衙。看到陈乔乔今日一连杀了7、8个作奸犯科之人，不少被欺压过的百姓都动了心。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府衙大堂，依然是一个箱子、一张桌子和椅子。之后的几日，日日如此，每日都有人被杀头，不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他们敢杀人，哪里是小角色？不能再等了，王爷，这惠郡主日日杀人，搞得人心惶惶。王府里一个门客焦急地说道，他们都是依附永昌王府之人，一旦王府有变，他们首当其冲。爷爷，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他！看戏才刚开始，佩儿，记住，猎人要有耐心，只有让猎物把所有的手段都使了，精疲力尽了，才好一击毙命。正在说话间，竟然有之前告状的百姓来求见永昌王。王爷，惠郡主让我等陈述冤屈，可我等在永昌王治下并无冤屈可言呢。那男子小心翼翼地把府衙里的情况事无巨细地都报给了永昌王。果然是我青州的百姓，来人上。那男子最后抱着20两纹银，高高兴兴地出了永昌王府。之后的几日，不断有人报了案，一转头就去了永昌王府。永昌王也十分给面子的见了来人，听他们诉说一番，然后赏赐一些银子。一连5日，那些纵容家族亲戚仗势欺人的都被砍杀了大半，还有一些虽不曾害命却伤人的都关进了大牢。所有状告永昌王的状纸，陈乔乔都单独密封好。同时，为了防止永昌王派人偷信，陈乔乔还把所有的信抄写了一份，改了一些内容，放到了自己的房间。王爷，府衙日日有人报案，却不见他们审理督手，怕是有猫腻呀。一个小村姑而已，他能翻起什么浪花来？就连皇帝都拿本王没办法，这个死丫头能把本王如何？等本王把她弄进府里来，在床榻之上再细细问来，岂不是闺房之乐？父亲，各位客卿说的不无道理，不如派一拨人去试探一下如何？这个惠郡主可是抓了府里管事的不少亲戚了，虽说没有抓他们王府之人，可如此试探行为，犹如蚂蚁吞象，不可不防啊！既然如此，你自去办吧，只是下手要有轻重，可别把人弄死了。小姑娘嘛，吓唬吓唬就是了。爹这个性子还是没变，狠的时候杀人如麻，碰到感兴趣的女子又喜欢如猫戏老鼠般的玩弄。当天夜里，陈乔乔所在客栈果然来了一波刺客，只不过这波刺客水平实在是有限，被谢家3兄妹直接砍杀了。什么？5个人都死了？第2日，府衙门口5具黑衣尸首悬挂于府衙门前。昨日惠郡主遇刺，此乃刺客尸首。这惠县主不得了啊，身边肯定有不少能人异士。那是自然，咱们青州的事一般人哪里敢管？惠郡主要不是有所依仗，怎敢如此行事？老头子，这惠郡主果真如此厉害，我们儿子的事儿是不是能……哎呀，再看看吧，这些年青州来了多少人呢？那个老王八蛋不还是活得好好的？永昌王府再去。夜里客栈的打斗更加激烈。第2日，府衙门口多了20具尸体。陈乔乔看着也不是个事儿呀，这么放着也实在是不雅观呀。老国哥，尸体都送到义庄吧，以后这样的砍了他们的右手放在这里就是了。怎么感觉更残忍了呢？还是听说去吧，最近说书的出了新话本，甚是好听的。对，那个叫什么《九州英雄传》，太精彩了。这自然是陈乔乔的手笔，只不过内容他做了一些更改。是说九州之中出了一个无恶不作的统治者，于是九州各路江湖儿女伙同普通百姓一起杀之的故事。此话本一出，青州说书人立马开始讲述，所有百姓听的是热血沸腾，一些江湖人士听了更是握紧手中长剑。永昌王脸色铁青，今晚杀不留手，让那些怀揣着期望的青州贱民们彻底的绝望吧。当天夜里，
一轮明月高高挂起，上百个黑衣人缓缓靠近他们。这么多人，完了，贵郡主完了！永昌王坐在车辇上，随着那些黑衣人走遍青州的繁华街道。过了今夜，青州就真正是我永昌王的了。100府兵随车而行，另有几千的黑衣人分成几十波，打算分批进攻客栈。龙景帝看着手里的飞鸽传书，把桌子拍得差点散架。这个永昌王竟然做了如此多恶事！信是顾玄之传来，上面是陈乔乔整理的永昌王这些年做下的恶事。好一个永昌王！龙景帝不禁担忧起陈乔乔一行人来，只希望惠郡主和顾玄之双双联手，这次帮自己铲除这个毒瘤。杀！上百黑衣人大喊一声，朝着客栈冲了进去。魏朝阳紧紧地抱着母亲，吓得闭上了眼睛。乔生，怕不怕？怕的。陈乔乔眼睛湿润，他一个人死不足惜，可陈乔生和其他的无辜之人，小姐，我也怕，可是这个老王八欺人太甚，如果我们走了，青州百姓该有多可怜。无数乞丐在各个角落稀稀碎碎，如黑夜里的老鼠，而顾玄之与50暗卫就躲藏于这些乞丐当中。帮主，其他各州能赶到的兄弟都赶到了，告诉兄弟们，他们是英雄，今夜死去的兄弟，我一定给他们一个体面的后事，他们的亲人丐帮一定妥善安置。保卫大康是我们的责任，今日我等子一卫为青州百姓请命。震天的声音响起，那些黑衣人和青州百姓都听得清楚。永王与惠郡主为青州百姓请命。顾玄之从天而降，大吼一声，瞬间秒杀了冲在最前面的黑衣人。好一个永王，一个惠郡主，这青州永远是我司徒家的青州，那群猪狗不如的百姓值得你们请命。子一卫单兵作战能力奇高，1打5不落下风。司徒老贼，今日我等拿你的命来祭奠那些青州死去的无辜之人。少年意气风发，一阵风吹来，黑发扬起。陈乔乔看着阵前杀敌的顾玄之，心都要跳出来了。乔乔，你的安全最重要，这是顾玄之给他的死命令。谢念，如果这次我们失败，青州就完了，死的不只是下面的50多人，还有青州百姓的心，日后永昌王也不会放过我们的。陈乔乔一把推开谢念，拼命飞奔到3楼，打开了窗户。青州百姓们，拿起你们的武器，为你们的亲人报仇吧！人不自救天难佑，人不自渡无人渡，人不自救天难佑，人不自渡无人渡。紧接着，魏朝阳、刘子嫣、陈乔生、圆圆等人也打开了面前的窗户，和陈乔乔一起重复着这段话。那声音随着夜风飘向了整个青州。一个老汉想破口大骂，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反抗永昌王，被永昌王活活吊死的。如今他的2儿子也要被吊死吗？爹，你让我去吧，我要给大哥报仇，求求你了。不行，儿子你不能去啊，爹娘就剩下你了。爹娘，冀州的郡主做了那么多大事儿，儿子相信他这次也能成功。我乃青州刘三平，老子和你们拼了！吾乃青州武馆韩通，惠郡主，我愿助你。兖州丐帮分舵325人，愿助青州除司徒老贼。冀州丐帮分舵765人，愿助青州除司徒老贼。青州丐帮的兄弟们在，其他州的兄弟都不怕死，你们怕不怕？不怕！一群臭要饭的，来呀来呀！你们能碰到爷爷一根毛吗？惠郡主，靠着这些贱奴、这些下人，你想打败本王训练有素的府兵，做梦！楼下的兄弟们，作为士兵，你们的刀该杀向敌人，而不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嗖的一声，一支冷箭迎着陈乔乔的面门，射落了他的一缕头发。小心！无数的青州人冲上街头，有书生，有商人，还有普通百姓，他们有男有女，还有年纪大的老人。我也不好了，城门有人骗开了城门，有人把守城队长给策反了。放肆！来人，给我杀过去，把那贼人给我大卸8块。青州门口，姜师爷正拍着守城队长的肩膀。这才是我们大康的英雄。今日你放我们入城，你就是青州的英雄，是大康的英雄。老邢在一旁瘪嘴，明明是他昨日抓了这队长的妻儿，才逼得他今日不得不开城门。
你们也是来杀司徒老贼的？是啊，你们也是。无数其他州的义士听闻近日司徒老贼派人刺杀惠郡主，纷纷来了这青州，他们也想见识下这青州的土霸王到底厉害成什么地步。城门已开，各位义士速速进城，司徒老贼正在殊死反抗。城门打开，上千个赶到的乞丐和各州江湖人士迅速加入战斗。永王已不似当初的肥胖，他提着手里的刀，迅速躲过前面的攻击。西安国一边护着永王，一边战斗。你回去吧。本来就刀剑无眼，这永王非得在这添乱。不用管我，老子杀得正痛快，就算死了，老子也不退。他终于感觉自己活得像个人了。以前在京城真是浑浑噩噩。王爷，快撤吧！他们没想到青州百姓的反抗如此激烈，紫衣卫如此难对付，还有那些该死的乞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胆小如鼠，本王不退。永昌王突然觉得全身的血液往脑子里涌，大脑好像炸开了锅一样，接着竟然从辇车上跌落。王爷您怎么了？快来人呐！王爷跌倒了！别打了！王爷说要逃了！永昌王默然无语。一个年纪大的客卿听到小厮的喊话，吓了一跳，连忙往下传。别打了，王爷被人砍了脚了！一口鲜血喷出，永昌王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父王，是谁砍了你的双脚？司徒大朗提着刀，恨不得杀了所有人。那药终于有效了。先前他的荷包里还有那些去永昌王府反水的告状之人，衣服上都沾了药的，那药能让人气血沸腾，变得兴奋。永昌王年纪本就大了，陈乔乔当初是想着，就算这次不能弄死这老贼，也要弄点药慢慢的折磨他，让他少活2年。所有人给我冲啊！司徒老贼弃血攻心，吐血而亡了！一时之间，所有百姓和乞丐更加奋力反抗。反观那些黑衣人，仿佛是无头苍蝇似的，开始涌向永昌王的方向，想看个究竟。住嘴！爹，你要挺住啊！去调兵，我要杀了这帮贱民。司徒觉颤巍巍地拿出身上调兵的令牌。爹，您活得够久了，接下来交给儿子吧。手里突然出现一把匕首，对着司徒觉刺去。你这个逆子！爹，咱们家族做下了太多恶事，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青州百姓的怒火。你放心，等你死后，我一定会屠杀这帮难民，为你报仇的。从此以后，他就是永昌王了，他就是青州的王了。来人，去调兵！青州这些百姓造反了，把父王手下的2万兵马调进来，杀！是，司徒大人。接了令牌的男子刚要行动，突然远处一柄刀射了过来。造反了，快先回府！司徒大朗边跑边退。司徒大人，王爷府里冲进去了一群人，他们把司徒府给砸了。司徒大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司徒府有1000守卫，固若金汤，怎么会有人闯了进去？大爷，是府里的曲老汉，年前他孙女被少爷给弄死了。当时曲老汉说一个贱丫头死了就死了，所以府里并没有赶走他。谁知道曲老汉原来是卧薪尝胆，他不但从里面打开了府门，还在府里四处纵火。司徒小少爷被那些人给绑了。完了，全完了！司徒觉的尸体被扔到了大街上，所有青州百姓用鞭子抽打，其他司徒家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知府小老头一改往日的懒散，带着官差抓了1天的人。司徒府缴获白银5000万两，珠宝玉器古玩无数，更有田产铺面以及数不尽的粮食和盐。陈乔乔大手一挥，凡是司徒觉迫害过的青州人，皆可分这些银子。足足1个月，这件事终于落下了帷幕。司徒家被斩首35人，流放127人，另坐牢者540人。陈乔乔永王打着皇帝的名号，分粮分钱分地，青州的百姓无不赞叹皇帝是千古明君。很快，这段故事被编成话本，在青州各处被所有人传颂。青州此外多了一条规矩，青州百姓不可打骂乞讨之人，如遇乞讨之人，应以礼相待。这些乞丐是他们青州的大恩人。一片树林里，陈乔乔依偎在顾玄之的怀里。青州的事好像做了一场梦。我只觉得那支箭射向你的时候，我恨不得飞到你身边。顾玄之把人抱得更紧了。
陈乔乔，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司徒爵也敢碰？这次要不是司徒爵轻敌，你以为会这么顺利吗？我知道的，我留了后手的。让陈乔乔没想到的是，姜师爷和老邢后来他们更是忽悠的那些守城士兵和他们一起对付司徒爵的人。没想到这姜师爷还真是个人才。乔乔，日后不可再如此冒险了。你这次是占了长相的便宜，那司徒爵看你是个柔弱的小女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否则你以为为何这么多年皇帝能容忍他在青州作恶？陈乔乔点点头，这些他都知道的。还好你在，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身边。分开了1年多的时间，顾玄之在京城见到了各种女子，见的人越多了，越觉得陈乔乔好。经过上次的事情，陈乔乔是想让林锦书和魏晨兄妹几人先行进京的，不过3人一致拒绝了，只说想要继续游历各州。可是惠郡主车驾，车上可有惠郡主？没有哦，好，不好意思啊。陈乔乔等人刚出青州2天，就碰到了一奇怪的书生。这书生逢车就寻找惠郡主。喂，你是何人？为何找惠郡主？您可是惠郡主？我并不是，只是有缘在青州见到了惠郡主的风采，看你到处打听，好奇而已。既然不是就算了，我的事只有惠郡主能帮上忙。少废话，你不认得惠郡主，我可认得。你说与我，等我哪天碰到了，替你传个话就是。小生徐州人士，张从是也。我乃是为我自己和我们张泉县还有其他几个县500多名读书人请命的。徐州知府取消了我们这些人的科举名额，就因为我们那几个地方纳税的税额不足。可是我们实在是没银子交税了。谢念也不懂这科举之事，只是500多人的名额，这可不是小事呀。那你们为何不去京城告状？这位小姐，这里面的情况实在是复杂。那狗官，那李大人诬陷我们这几个县的学子联合作弊。要是我们忍了这口气，3年后还能再考。可若是我们忍不下，那就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而且有人去了京城告状，可那人连京城衙门的大门都没进去，就被人给抓了。说到这里，张从的声音有些哽咽。之后的几个月后，突然在他们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汉朝苦读10年，我等是为了报效朝廷，可是这的朝廷可怎么报效？谢念听到这里脸色一变，没想到这李知府如此大胆，公然残害人命啊！然后呢？那书生的家里人呢？自然是按了个罪名，全都流放了。后来听说还有几个人偷偷去了京城，哪怕见到了京城的大人，最后无一不是几个月后被送回了自己家里，放的放，死的死。如果这次能够请到惠郡主扳倒那狗官，我就是死了也值了。你给老子滚过来！张从一看到那几个官差，脸色大变，一把推开谢念说：姑娘，要是见到惠郡主，一定要把徐州的事说给她听，小生在此谢过了。哪里来的刺客，竟敢打听惠郡主的行踪？快来人，抓走！瘦弱书生哪里跑得过那群凶神恶煞的官差？那些官差不由分说，对着张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住手！你们这些官差为何不问缘由打人？不懂都滚到一边去！官差办案，哪轮得到你一个妇人家多嘴？这时候周围不少行人都停下驻足，却又不敢上前。真是笑话！我大康法律哪一条允许你们当街不问缘由的打人？你们这是伤人，告到官府，你们也是要挨板子的。小娘子，你还懂大康律法了？这个小子打听惠郡主的行踪，你没听见呐？怎么惠郡主的行踪不能打听？惠郡主本人扯着你的耳朵告诉你的。他是不是这小子的同伙？一起抓了算了。就是一看就是同伙。当街打人抓人，现在连他一个说了几句话的路人都要抓。不是，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小姑娘，少说2句吧，这些都是徐州的官差，不好惹呀。其他人不想惹事儿，滚远点。今日这2个人我们抓定了。放肆！你们就是这么办差的？突然，一辆马车里走出来一个贵妇。夫人，这2人所犯何罪？回夫人，这2人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而且他们到处打听惠郡主的下落，可能是要行刺惠郡主。真是笑话！这里又不是徐州地界，人家打听谁与你们何干？这人也许是惠郡主的亲戚呢。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可知罪？夫人，您就别为难小的了，我们也是听命行事啊。这夫人正是他们知府李煜的夫人，只是夫妻2人不常在一处。听说这李夫人常年礼佛在外，不知怎的竟然让他们碰到了，真是倒霉。姓李的还真是嚣张，赶紧滚吧！下次行事再如此嚣张，让我看到，必要你们受罚。几个官差一听这话，如蒙大赦，连忙磕头赔罪，说下次不敢了，然后离开了。给那2人些银子，我们走吧。贵夫人并没有多做停留，只吩咐手下丫头给谢念和张从一些银钱，就上车离开了。
是我连累了小姐，要不是李夫人，怕是今日你也要倒霉了。跟我走。谢念扯着张从就要走，张从吓了一跳，赶紧躲远。姑娘，男女授受不亲，你有话直说就是了。谢念无语，这哪来的木头疙瘩？你觉得那些官差之后不会抓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惠郡主。什么惠郡主？姑娘说的是真的？你真的知道惠郡主在哪里？走就是了，我还能害你不成？走了一炷香的时间，到了一间客栈，谢念把张从丢到了一个房间，让他自己洗洗，就去见了陈乔乔。这徐州知府竟然如此胆大，500多学子的名额就这样被取消了。有这样的知府，真是这些学子的不幸。姐，我们帮帮他们吧，他们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同为读书人，更能知道读书的艰辛和不易。你说你们碰到了知府夫人，那夫人帮你们解了围？看样子，那夫人和知府都有不和，不是一路人。歇上一日去徐州，让报名哥看着点那书生，别出了意外。这徐州知府如此狡诈，还是先谋划为好。最后众人决定乔装打扮，分成2批进城，先私下看看这徐州的情况，再做打算。救命啊！小姐，救救我！一个长相俊美、有几分柔弱的男子突然扑通跪到了陈乔乔脚下。奴本是清官坊卖唱的，只是那赵员外。陈乔乔嘴角抽搐，这是闹哪样啊？小姐，请救救奴，奴什么都会，只要小姐救救人家，人家就是小姐的人了。你先起来，起来。小姐，求求你了，救救奴吧！啊，好，救。一旁的魏晨和林锦书都神色怪异地看着陈乔乔。快，他跑到那边去了，员外还在等着他伺候呢，快抓住！柔弱男子一见几人来抓自己，连忙就往陈乔乔身后躲。别怕，我肯定保护你。谢念、魏朝阳纷纷摇头，没想到陈乔乔喜欢这一口。把人交出来，这是我们员外要的人。这人本小姐看上了，要多少银子，本小姐给他赎人就是了。看陈乔乔一行人的穿着打扮，也不像穷人，还是回去请示下员外，看怎么办吧。让二舅他们低调些。陈乔乔小声嘱咐魏晨，他们这面显然是暴露了，只希望另外一面别这么快才是。大人，瑶枝被惠郡主带走了。这个惠郡主啊，没想到竟然好这口。我想着这人呐，酒色财气总要好一样，不是吗？她身为女子，如此行事不羁，自然与常人不同。既然她不喜金银，在这男色上怕是……您看她身边那些人，哪个不是长相颇为俊美呀？李煜也觉得颇为有道理，这人生在世，谁还没有点见不得人的爱好了？正在刷鞋的瑶枝一脸的哀怨，本以为惠郡主被自己的美色所打动。你真的乐意为我当牛做马？说这话的时候，陈乔乔一双眼睛都要粘在瑶枝的身上了。自然是的，奴愿意为郡主做任何事。好，我们这一路走来没怎么休整，太累了，我们先下楼吃个饭。谢念，把咱们换下来的鞋子拿给他，都刷干净啊！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圆圆不在，这刷鞋的活谁都不想干，这不老天垂怜了。什么刷鞋？都刷干净一些，让你当牛做马怎么可能？放心吧，我们不是那种人。之后的一整个下午，瑶枝刷了7、8双鞋子，洗了6、7件外衣，真是还有马鞍也要他清理。那张从抓到没有啊？还不惨，有可能是被惠郡主带走了。什么？竟然如此，就……李煜睁开眼睛，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手下人收到命令，立马退下了。好好躲在冀州做富贵郡主不好吗？为何偏偏要做把刀？叹完气，李煜拿起桌边的笔，沉吟半天，写下一封信，交予了手下人。小心一些，别被人发现。永王夫妇一行人顺利同张从来到了漳泉县。县城里看着一切还好，大街上人来人往，一片繁荣。各位，随我到家中安顿吧。永王一行人随着张从回了家里。张从的家着实不小，老少3代人丁兴旺。祖父，这是我在外面结交的好友，魏家叔叔一家。原来是从儿的好友啊！来，快请进。永王夫妇一行人就这样住到了张家。第2日，永王和谢氏兄弟就按照和陈乔乔商量好的，去了那几个受害者的家里。虽然贫富各有不同，可却没有贫穷到无法读书的程度。此事甚为奇怪，这李知府到底为何针对这几个县的学子呢？这几个县城的治理看上去并无不妥。李煜主动给陈乔乔下了帖子，居魏楼2楼的雅间。惠郡主在青州的壮举，李某实在是佩服。朝廷有惠郡主这样的人才，想必皇帝陛下是十分满意的。哪里？徐州被李知府治理的一片繁荣，您才是朝廷栋梁呀！如果徐州能多出几个李知府这样的栋梁，定是朝廷之幸。惠郡主谬赞了。
治理一方百姓是我等的职责，并不值得夸赞。反倒是惠郡主不但在冀州声名鹊起，在其他各州也是出尽了风头啊。这风头谁又想出呢？还不是那些狗官与肉百姓不思进取，丧尽天良，不把百姓当人看。李大人，您说是不是啊？李煜被陈乔乔说的有些尴尬，怎么总感觉他是在骂自己呢？惠郡主自然说的都是对的，可是这凡事都是有因果的，也不是什么事都是表面那样。须知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您说是不是啊？既然能被皇帝盛赞一声惠，想来惠郡主必不是蠢笨之人。陈乔乔无语，这是明晃晃地告诉他别插手徐州之事呗。嘿，你越说我还越兴奋了呢。您这么会说，要不再多说点儿？一顿饭，两个人唇枪舌战，好个你来我往。夜里，谢安国偷偷来见了陈乔乔。这3日，永王所见所闻都写到了信上。看完了信，陈乔乔心里的疑惑更深。这几日他四处闲逛，也曾打听起李煜的为人。虽然这李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可这徐州也确实是一片繁盛。漳泉县等几个县城也不曾有过区别对待，那为何要偏偏断了那几个县读书人的科举之路呢？甚至不惜闹出了人命。告诉永王继续观察，有证据最好，没有证据也无所谓，保证自身安全第一。小二，这徐州还有哪里出名啊？我们要去逛一逛。哎呀，这位小姐，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小的我可是万事通。给魏朝阳介绍着徐州有哪些好玩的地方。还有个热闹你们赶上了，咱们徐州可是出了位大人物，当今皇上陛下最信任的兵部侍郎张延松大人，乃是咱们徐州之人。后日啊，张家要举行盛大的祭祖大典，到时候咱们徐州一半的人都会去看热闹。张家每年都大摆流水席，与民同乐3天，是咱们徐州最热闹之事了。几位赶上了，可千万不要错过。旁边的魏晨和林锦书先前还没什么兴趣，最后听到张延松大人的祖籍竟然在徐州，才来了兴趣。这个张大人在京城可是十分有名气了，年少的状元，后遭同僚排挤，外放5年，竟把一贫困县治理的连皇帝都侧目。这个热闹凑的。陈乔乔突然像抓住了什么关键，又一闪而过的没了。郡主，奴给你捶捶腿吧。陈乔乔嘴角抽搐，连忙给魏晨使眼色。那个林锦书，你这衣服怎么这么脏？快脱下来洗洗。林锦书和瑶芝都默然无语。张家的祭祖盛典十分隆重，然而张家本家之人却不多，也就100人。陈乔乔在人群里寻找，这么大的盛事儿，永王一行人说不得也会来凑热闹的，奈何人太多了，压根没有看到永王一行人。夜里，谢安国再次前来。报明哥，我爹娘今日怎么没来？这么热闹，你们怎么不来看看？祭祖的事儿啊？怎么会呢？我们几个外来的都知道，没理由你们那边不知道啊。凤鸣哥，你回去后四处打听打听，看看漳泉县是否有人参加了张家的祭祖大礼，另外还有其他那几个县。陈乔乔直觉这中间有什么很关键的东西。好，我回去后一定好好调查这事儿。2日后，谢安国带来了消息，这几个县的人都没有参加什么张家祭祖大典。永王问了张从祖父，他祖父回忆说是很久之前的恩怨了，具体的还在调查。李煜看着眼前陈乔乔的拜帖，心情十分复杂。这个小丫头终究还是没有放弃嘛。果然是年纪小啊，什么事都不怕。请惠郡主进来吧。李大人，这会客厅真是雅致呢。惠郡主有话就直说吧。李大人，您可知道张家和漳泉县的旧怨？既然他让他直说，他只怕自己说的太委婉。李煜咳嗽了半天，确实很直接。这事儿啊，还要从40年前说起。那时候，漳泉县和邻近的苏河县、柳县、突泉县发生了旱灾，旱灾过后就是蝗虫。那一年死了很多人啊！就在那时，柳县一户姓柳的人家竟然在自家承包的山上发现了山泉，那还了得！柳家也没打算瞒着，毕竟都是乡亲，于是也是允许其他附近的村民饮用的。这事儿也就越传越大，也越传越邪乎，竟然有人说这是山神保佑降下甘霖，那泉水能除百病。那时候漳泉县有一户人家对此是深信不疑，据说是姓汪，这汪家富庶呀，可他们家请了位算师，认定那泉水对人极好，那山上的风水也对汪家后代极好，于是汪家就找了中间人陈家去买那山。这水在当时那多金贵呀，张家如何肯卖？一来二去，两家谈崩了。汪家在漳泉县也是有头有脸的，
顿觉面子不好看，于是汪家联合了张全县的张家、陈家以及另外的苏河县、柳县、突泉县的几户人家，日日到张家去闹。张家那个时候就是读书人家，只不过还没什么功名，只有一个张秀才，可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呀。终于在一个夜里，汪家联合的那些人派人往那泉水里投毒，被一个张家的孩子看到了，他们竟然心狠地把那孩子给活埋了呀。那孩子才不过13、14岁，说是张家那一辈里读书最顶尖之人，比之如今的张延松大人还要厉害呢。很快就有证据指向了汪家和其他的一些家族，可是他们这些人贿赂了当时的知府和县官老爷，这些人硬是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一个夜里，张氏族人的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放火烧了汪家的宗祠。第二日，在柳县，汪氏、张氏还有苏河县、柳县、突泉县的10几个家族联合到一起，和张氏一族发生了打斗。那一次等官府赶到的时候，张家就只活了10来个人，最后竟然定性为2家抢水发生冲突，明明死了40、50人，只说死了2个人。张家从此一蹶不振。如此过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听说过什么，直到25年前，张延松连中3元，在徐州一时风头无两，众人才回过神来，正是那当年被欺负死了几十个人的张家呀。几大家族撕来撕去，还是厚着脸皮到了张家，归还了那山的契约，又赔偿了几万两的银子。张家倒是接了，可是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好脸色。直到5年前，李煜继任徐州知府，张延松找上了他。张延松不愧是老狐狸，李煜在一个县城上任的时候，族里一个兄弟打死了人，是他给从中调和的。张延松拿这个做法子，让李煜无需特意做什么，但是他如何行事，李煜也不可阻挡。苏河县、柳县、突泉县以及张全县的那些学子，每考试都会出一些幺蛾子，不是作弊就是发现替考等情况，特别是汪氏家族的子弟，更是每以他们为首。